老夫大限将至，这80年的法力便宜你小子了。我是逍遥真人，不，我是陈浩宇。这个逍遥真人可真是够傻的，竟然相信修炼成仙。现在好了，80年的苦修，因为一场车祸全都便宜了我。你终于醒了。我去，这女人若是放在古代，绝对是那种能让君王不早朝的存在。你是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叫苏雨瑶，是医院的主治医生。非常抱歉，是我开车撞到了您，让您昏迷了100天。什么？100天？我原以为只昏迷了1、2天，竟然过了这么久。我刚交的房租啊！是的，刚好100天。苏医生，我好像帮您挽救了一个小女孩，您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谢谢我？当然了，陈先生，您想要什么？怎么样也得这样吧。20万。我的意思是2万啊！这医生也太有钱了吧？没错，这100天的医药费由你负责，然后再给我20万。陈先生，我可以给你打一张欠条，只要我有钱，以后一定还你。我全身上下凑不出一个钢镚儿，等你赚到钱，恐怕我早饿死街头了。既然没钱，那就只能先待在这个病房了。你爸，你怎么就死了呢？这是什么狗屁医院，还敢号称沿海第一？等等我！我爸进入急诊室不到5分钟就死了，你们这是在草菅人命！青青，怎么回事？这位老爷子被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气息，我对他进行了全套急救，还是没能救活。放屁！我父亲来医院的时候明明还有气儿，临去急诊室前他还跟我说话了呢。胡说八道！老爷子都昏迷15分钟了，怎么可能跟你说话？你这是推卸责任！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要不然我就去告你们，让你们关门大吉。青青，向院长汇报吧，准备后事。等等，谁呀你？在下陈浩宇，天下第一神医。你还是先回神经科，好好治一下你的脑袋吧。你的父亲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父亲没有死，只要我出手，1分钟就能把他从阎王殿里救回来。陈浩宇，老人家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，你不要乱说话。苏医生，没有呼吸和心跳，并不代表人就没有了生机。我问你，如果我救活了老爷子，你会给我多少钱？只要能救活我爸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那就这样，100万没问题。我本来只想说1万的，这暴发户也太大气了吧！你说的，成交。陈先生，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救人，顺便赚点钱。憋死我了！牛啊！真的假的？竟然真被救活了！太好了，爸，你活过来了！这是什么话？我不过是被汤圆噎着而已，怎么可能去见阎王？是，您说的是。这什么情况？这不可能！董先生，您答应的100万什么时候给我？100万？什么100万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兄弟，做人不能太贪。你救了我父亲，我非常的感激。但是100万太多了，我可拿不出来。那你之前为什么说给我100万？吹牛皮吗？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给你100万，你不要冤枉我。我看这人纯是在耍赖，我还以为是个大款呢，原来是装的。我听到了，你说只要这位先生能救活你的父亲，你就答应给他100万。这关你屁事儿！我还没找你呢，我爸明明活着，你却说他死了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行了，钱我不要了，秦医生的失误你也不要追究了。董先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同意。兄弟，你的医术真是不错，我对你还是很佩服的。董先生，您是这个，我自认脸皮已经是够厚的。可是与您相比，我还是差了太多。今天算是领教了。你是不是想找茬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咱们两个臭味相投而已。今天相见也算是有缘。送您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你的心脏出了大问题，估计再过1个小时就会发作。看好这种特殊的病，我能治。哼，是不是还想要钱？我不多要，10万，救你一命。哼，我倒想看看1个小时我这病能不能发作。我劝你先把钱准备好，这次见不到钱，我可绝对不治。你小心！雨瑶，这个陈浩宇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？刚刚苏醒不到半小时。那太好了，他这一醒过来再做个检查你就轻松了。是更麻烦了才对，这个人就是个无赖。无赖能把死人救活？别开玩笑了，这次我还得好好谢谢人家呢。我劝你最好不要跟他扯在一起。你说陈浩宇是怎么看出那个老爷子没死的？可能当时的老爷子处在了假死状态，呼吸和心跳都微弱到了我们无法用仪器捕捉的程度。至于他如何发现老爷子假死，得忙完之后再去问他。马上吃中午饭了，去给他买点好吃的，也算是感谢吧。咱们走吧。这是给我送中午饭来了。这是青青给你买的。陈先生，非常感谢您帮我救了那位老爷子，要不然我就犯大错误了。你不需要感谢我，我是为了赚钱，不是为了帮你。就算是顺手而为，这份人情我也得领。你比这位苏医生有人情味儿。
他撞了我，竟然还想不给钱。我没说不给，只是暂时先欠着。你不给我钱，我就租不了房，吃不上饭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没钱你怎么活到今天的？小时候要饭，长大了给人，你懂的。结果被逮进去了10多次，简直岂有此理！看来你还是警务司的常客呀。那是当然，沿海市大大小小的警局我都门清。那后来呢？唉，后来我就开了一个诊所，因为我的医术太高，挡了不少人的财路，就又被逮进去了。他们凭什么抓你？他们说我没有资格证，没办法，我用了2年时间考了证，刚拿到这2个证，还没等我大展宏图呢，你就把我给撞飞了。唉，真是流年不利啊！我才是流年不利呢。那天有一个紧急手术，就稍稍开快了一点，哪曾想碰到这种事儿。这不曾说我今年命犯桃花，你撞了我，说不定你明白的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陈先生，我劝你就别打雨瑶的主意了。追求雨瑶的男人，最起码能从青石街排到宏大广场了。青青说什么呢？所以我要钱啊！你可真是够现实的。对了，陈先生，你怎么看出那个老爷子没死的？总不能告诉你我开了天眼吧？这人死如灯灭，是毫无生气的。可我看他苍白的面色中还有那么一丢丢的红润之气，这才敢说他没死。你的胆子倒是挺大。一向如此，您过奖了。可惜你棋差一招，还是没能从人家口袋里掏出钱来。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若是连一个小小的暴发户都对付不了，今后还怎么行走江湖？他的心脏真的有问题，有些毛病你们没办法治，只能看我的。吹牛吧你！打个赌怎么样？如果他真来求我治病，你就暂时收留我，让我在你家里住上2个月，不付任何租金。至于那20万，3年之内还给我就行了。如果他没来呢？那明天中午就出院，你撞到我的事儿也一笔勾销。好，口说无凭，立字为据。没问题。这笑起来真是红颜祸水啊！看什么看？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再说了，你长这么漂亮，不多看2眼也太可惜了。你长这么漂亮，不多看2眼也太可惜了。哼，脸皮可真厚。错，我这脸皮还那翻脸不认账的董华来说差得远呢。好疼，救救我吧！这声音有些耳熟，是董华。看样子咱俩马上就得同居了。哎，你呀，真是一个矜持的女人。就算是董华，也不见得他是来找你治病的。那就等等看喽。陈先生，救命！董先生，您怎么了？我的心口疼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啃食一般。你之前有没有类似的病史？从来没有。那我们先去做个检查吧。不，陈先生，求求你帮我看一下吧。我觉得你还是听秦医生的，兴许用不到2万块钱，让我治，那可是10万呀。这个陈浩宇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真被他说中了。求你救我！诊费带了吗？带了，我手机里就有。先打钱，再治病。钱包到账10万元。苏医生，好像是我赢了。你还是先把人治好吧。小问题，我有一个针带，你见到了吗？是黑色的带子吗？没错，在那里。好漂亮，这些金针看着就不简单。不是我说，这爷们儿真是够胖。董先生，你可以说话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从未有过的舒服。你的体内还有阴寒之气，一起帮你搞定了，也算对得起你这10万块钱。好的，谢谢陈先生。是不是来感觉了？厕所在后面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身体都变轻了？感觉自己瘦了10斤。陈先生，您真是太牛了！回去要好好锻炼一下身体，再胖下去，你的心脏恐怕还会出问题。是，我一定好好减肥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可以离开了。对了，这个帮我扔一下。谢谢陈先生。苏医生，咱们的协议还算数吗？赚了10万块钱还能让人家欢天喜地的离开，你可真是厉害呀！什么意思？他心脏真有病吗？你不要把所有人都当成傻子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你输了。从明天开始我们同居，按照小说一贯发展。一开始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，紧接着你会发现了我身上的好多优点，紧接着你彻底爱上了我，最后走到一起，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青青，这就是个无赖。我们走。等等，我要出院。我下午会给你安排查体，确认你没问题后才能出院。哦，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的。滚！碰到这么一个无赖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倒是觉得这人挺有意思，而且跟你很登对。青青，你没搞错吧？雨瑶，你任何时候都很冷静，而他能把你气冒烟，你也实施人间烟火吗？我只是没想到他那么不要脸。不能否认他的医术很厉害，刚才的针法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。我承认他的确有些门道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真的要收留他呀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要不然你给他租一个房子，他会同意吗？不会，好不容易有机会跟你这样的女神同居，换成我也不会同意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的检查结果都很正常，身体很健康。苏医生，你能不能给我来点肉？你应该知道清淡点对你有好处。没好处，我现在就要去外面大吃一顿。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如果你不配合，那这100天的费用就由你自己负责。嘿嘿，青菜豆腐就是最好的食物，我最喜欢吃它了。那你就慢慢吃吧，今天我值夜班要去查房。苏医生辛苦。吃什么豆腐青菜？必须炸鸡安排。哎呦！老爷子没事吧？出来透透气，没想到把脚给扭伤了，不服老是不行了。老爷子，您在哪一个病房？我送你过去。2106。这么巧，我在2105。你就是那个为了救小女孩昏迷了3个多月的年轻人。听您这么一说，我都感觉自己挺伟大的。哈哈哈哈，舍己救人的行为配得上伟大这个词。那我就谢谢您的夸奖了，老爷子，我帮你去找医生。不用，这点扭伤不算事儿，都感觉不到疼了。不疼不代表万事大吉。这样吧，您若是相信我，
我给您瞧瞧。你也是医生？我其实是个道士，会点医术，能掐会算的那种？略懂一点。小伙子，做人还是脚踏实地比较好。徐老，既然您不信任我，那我就告辞了。等等，我今天听说一个年轻病人救活了一个老人，不会也是你吧？巧了，就是我。你既然有这么好的医术，何必去骗人呢？我承认有很多人招摇撞骗，但我不是。希望您老能够明白这一点。既然你说你不是，那你敢不敢让我问几个问题？一问2000，若是答错了，我赔你2000。好，够爽快。徐老，有病人说你扭着脚了。陈浩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要给徐老上一课。上课？哼，口气不小。小苏大夫，我的事情你应该没有跟他说吧？当然没有。好，小陈，我也不欺负你。我问你，我有几个孩子？您原本有3男2女，可惜大儿子和大女儿没能保住，所以您现在是2男1女。你怎么知道？徐老，晨会了。最近缺钱，谢谢您的2000块。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走了。少给我用欲擒故纵这一招，我还有问题。去，这老爷子真精啊！那就继续。我那2个儿子1个女儿都是干什么的？大儿子当官，二儿子从商，女儿在搞科研。徐老，您一门3杰，真的是教育有方啊！你提前对我做过调查吧？您也知道我刚醒，哪有时间去调查您啊？更何况凭我能调查得出来吗？这倒是。不好意思了，徐老。第3个问题，等等，我一天只回答3个问题，您最好想清楚再问。废话，你说我有几个孙子孙女？这太简单了，大儿子给您生了1个孙子1个孙女，二儿子给您生了2个孙子。哪里错了？我二儿子只给我生了1个孙子，钱还我。这人果然不靠谱。徐老，您觉得他真就只有1个儿子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他有私生几？差不多5岁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打电话炸他一下，事情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喂，爸，怎么了？你现在说话方便吗？方便，我周围没人。你竟敢在外面搞出一个孩子，简直把我这张老脸给丢尽了！爸，您说什么呢？少装蒜！孩子都5岁了，你怎么向老婆孩子交代？爸，您怎么知道的？徐老，您又输了，这下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了吧？徐老，这人就是个无赖，您别因为几个问题就被他骗了。苏大美女，我不过是要去你那里住2天而已，用不着这么针对我吧？年轻真好呀！徐老，徐老果然是目光如炬，爱情这种东西真的是场奇特。陈浩宇，你还要脸吗？徐老果然是目光如炬，爱情这种东西真的是场奇特。陈浩宇，你还要脸吗？为了爱情，脸算什么？徐老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这个小陈神秘莫测，真非常人啊！徐老，我们还是去查看一下脚腕吧。还真得去看看。你知道徐老是什么人吗？沿海的退休中将。你既然知道，怎么还敢去坑他的钱？用词不当，我解答他的疑惑，他给我钱，这能用坑来形容吗？再说了，不管是谁，他们都是世俗凡人，而我已经超脱了世俗。咦，这是谁的1000块钱？哪儿呢？陈浩宇，你还真是超脱了世俗啊！修炼讲究财法地履，我赚钱那也是为了修炼。明白，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给你办理出院。修炼果然时间飞逝，就这一会儿居然天都亮了。徐老，我马上要出院了，您找我有啥事儿？小陈，他是我二儿子徐海，我想请您给看看。徐老，您不是……我不是那种死心眼的人。昨天你能赢6000块，说明你有真本事。我这个儿子始终无法让我省心，我担心他早晚会出问题。小子，你能骗得了我爸，骗不了我。说，你是怎么知道我有一个儿子的？给我闭嘴！爸，这小子不过才20多岁而已，您肯定是被他给骗了。我为什么要骗老爷子？就为了6000块钱？那您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了。6000只是开始，一旦我爸彻底相信了你，那接下来恐怕就不是6000了。你说的对，你的问题最起码要给我20万。爸，听到了吧？这小子都承认了。闭嘴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给钱。徐总，不要觉得自己吃亏了。若非看在徐老的面子上，你就是给我2000万，我都不愿意搭理你。小陈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如果我算的没错，徐总应该承接了一个大工程吧？是沿海的龙门大桥，再有半个月就竣工了。竣工？你一个豆腐渣工程还想竣工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你的意思是龙门大桥的施工有问题？这工程要是出了问题，整个许家就完了。爸，我绝对没有做偷工减料的事情。你没做，难道身边的人也没做吗？龙门大桥的负责人是小慧大哥，他根本不缺钱。小慧，就是你在外面养的那个女的。徐总，我劝你重新对工程进行检验，到底达不达标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若是结果证明你是在胡说八道呢？不但20万退回，我再多给你10万。相反，若是结果正如我所料，那就麻烦您再给我10万。你说的。小陈，你有多大的把握？当然是100%。徐总的大舅子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从工程中至少吃下了2000万。你连这都能知道？这才哪里到哪里？徐总不过是整盘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。徐老，您不要忘了，您的大儿子才是许家的核心。小陈，您知道是谁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？我才不会做引火烧身的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许家都欠了你一个大人情。别，您问我答，钱我收下，就已经2清。只要你们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就好。好，那就谢谢了。应该的。陈浩宇，你可以出院了。陈浩宇，你可以出院了。你是吃什么长大的？漂亮的有点欺人太甚了。你夸女人的词汇倒是挺清丽脱俗的。抱歉，我从小没上过学。陪我演场戏。搞什么？明着拉着我当你的挡箭牌。我突然有点尿急，想去一趟洗手间。晚了，既然你要住我那里，那就必须帮我抵挡这些讨厌的人，要不然咱们各走各路。苏雨瑶，你够狠！最毒妇人心，你没听过吗？哼，你就不怕把自己给搭里头了？你如果有让我爱上你的魅力，我不介意假戏真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先收取一点利息了。你个混蛋，竟然敢占我便宜！不是你让我演戏的吗？
雨瑶，好久不见。沈先生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要叫我雨瑶，我不希望我的男朋友误会。我是沈氏集团的沈栋，请问先生贵姓？您贵姓陈，陈浩宇。雨瑶一直说她有男朋友，我原以为只是一个借口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什么男朋友？沈先生，我想您误会了。浩宇，你说什么呢？雨瑶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我真的无法确定对你到底是什么感情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这辈子跟定你了。雨瑶，我就是个渣男，不可能为了你放弃整片森林。只要你能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介意。最近这段时间你就住在我那里吧。行吧，那我们先同居一段时间，若是不合适，我们一样要分手。好。雨瑶，你真的要跟他同居？当然，沈先生，非常感谢您的厚爱，但是我们之间真的不合适。浩宇，我们走吧。好，陈浩宇，你给我等着！查一下陈浩宇，我要他的所有资料，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。你还要搂到什么时候？天荒地老。哎呦，苏雨瑶，你压的也太狠了！多谢夸奖，你还是留着跟其他女人说吧。你说你一个绝世大美女不买跑车，竟然买这大家伙，跟你也太不搭了。那你觉得什么车跟我搭？最起码得是一辆跑车。跑车的安全性比我这强吗？那肯定是远远不如。我是医生，买车最注重的是安全。果然英明，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工资那么高，却连20万都拿不出来了，是不是全部还车贷了？还有房子的租金。停车！还有房子的租金。停车！怎么了？我要去那里。怎么了？这里的磁场不太对，难怪这个诊所要出租呢。那你还租？当然租，我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搞定这磁场。这个诊所面积大，位置好，租金恐怕不便宜。我现在是有钱人，租个房子肯定没问题。两位需要点什么？我要租这个诊所2年30万，不还价。28万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不还价。一点都不让？不让。那我走了。不送。唉，大哥你赢了，我租。什么时候签合同？现在。你不去看看其他的房子了？千金难买我喜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陈浩宇终于要大展宏图了。真是个傻子。你才傻呢，这面积这装修2年30万不亏。你哪来的30万？上午又给徐老的儿子上了一课，赚了20万，加上董华那10万刚好够租。陈浩宇，你还真是厉害呀，连徐老和他的儿子都被你给忽悠了。什么叫忽悠？我这是凭本事赚钱。钱包到账10万元，看到没有？徐海又给我打来了10万，说明我又说对了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想知道？不想。你忙吧，我走了。等等，苏雨瑶，你别想抛下我。哇，真是不错啊，苏大美女，你这1个月的房租需要不少钱吧？2万。你们女人对自己真是够狠。我看中的是龙庭居的隐私和安保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安保方面的确需要好一些。现在家里住进了一个无赖，龙庭居再好的安保也没用了。你在说我？除了你还有谁？你这是在侮辱我。你若是受不了，可以走。想让我走，门儿都没有。不走也行，必须约法3章。记清楚了，不许耍赖。那就同居愉快。你走了，我会更愉快。陈浩宇，你还会做饭呢？那是当然。重新给你介绍一下，站在你面前的是天下第一大厨，你可以管我叫厨神。不吹牛会死吗？我去，苏雨瑶你怎么不穿内衣？我去，苏雨瑶你怎么不穿内衣？逗你玩呢，吹干头发来吃饭。不错，算你还有点绅士风度。那是，毕竟你也是一道秀色可餐的大菜嘛。换作是个丑女，打死我都不跟她一块吃饭。陈浩宇，有时候我真的想把你的嘴巴用线缝起来。等吃完饭再缝。这个世界，唯美人和美食不可辜负也。那我倒是尝尝你做的到底是不是美食。陈浩宇，没想到你还有5星级大厨的水平。不要骂我好不好？那些5星级大厨连当我徒弟的资格都没有。不是跟你吹，如果你那些调料再上点档次，我做的这些菜味道起码还能好1倍。做饭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没问。夸我一顿就想让我做菜，苏雨瑶，你想的未免也太好了。那就1人1天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我做菜比你差远了。再黑暗的料理，我都照吃不误。可以。对了，明天车借我用一下，我去办个营业执照，诊所就能开业了。行啊，那等会儿你洗碗。兄弟，挂号费3000元，出诊费1万元，你这个价格比专家还贵得多。我比那些专家强了10万8千里，凭什么比他们低？够霸气！一天看3个人就是9000块，1个月下来就是27万，这都赶超我1年的收入了。不过你这大概率是没人会来了。不来就不来呗，我也不指望这玩意儿吃饭。祝你好运，兄弟。苏大美女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。以后你能不能穿一些稍微保守的衣服？什么意思？我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，而你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。你若是穿的太少，我怕控制不住自己，那就太尴尬了。你有那个胆子吗？当然有。陈浩宇，你知道你最让人讨厌的一点是什么吗？是吹牛。唉，是实力没办法。诊所明天开业，我买了大闸蟹庆祝一下，不知您老人家赏不赏脸？这个脸当赏。得嘞。等会儿我去小区散步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当然，我正好熟悉一下环境。这个小区每个位置放置的东西都很讲究，看来是得到了高人指点啊。你连这都懂，怎么还混得这么差？
苏雨瑶，你真的是狠毒蛇呀！谢谢夸奖。出事了，我是医生，请大家退到一边，不要影响通风。我爷爷有高血压和心脏病，刚刚起身的时候突然就晕了过去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速效救心丸呢？忘带了，给我5分钟，我马上回家拿。快去！你干什么？让我来。你别胡闹！我有10成把握，你有几成？你来。老爷子，您已经没事了，咱们去凉亭休息一下吧。谢谢你，小伙子。您这次发病完全是急火攻心所致，您的年龄大了，不要随便乱发火。我是被这个小子给气懵了。您这个孙子可能是有些任性，但对您还是非常有孝心的。孝心？如果不是碰到了你们小两口，我都被他给气死了。爷爷，您没事了。哼，还不如让你气死呢。爷爷，这事儿是我不对，您别生我的气了。那你今天晚上还去飙车吗？绝对不去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这次多亏了他们2位，日后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感谢他们。没问题，感谢2位救了我。你犯什么浑？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没想到苏小姐长得这么漂亮。苏小姐漂不漂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大难临头了。苏小姐漂不漂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大难临头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陈浩宇，不要胡说八道。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你敢咒我，找死！住手！清河，陈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程老，救您一命，收您10万，咱们的因果就算了了。另外20万，救你孙子一条小命。程老，您愿意吗？5分钟能救活我，说不定真有2下子。我买。爷爷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少废话，付钱。谢谢你了。你等着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。先把钱打给我再说。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记得让他佩戴好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们爷俩不太喜欢我，我就先告辞了。10分钟赚了30万，陈浩宇，你还真是一个赚钱的好手呀！你怎么不说这10分钟我救了2条人命？是，我承认你救了程老，但是程清河呢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帮我把30万打进阳光孤儿院的户头。好的，先生。先生，办理好了。小雨，怎么打了这么多钱？你做什么了？老妈，我发财了，以后我每个月会给院里打5万块，您给小家伙们多做些好吃的。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这么长时间电话都关机，你都干什么了？老妈，我跟一伙人去国外山林里挖沉香了。沉香？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是骗我吧？怎么可能？我租了个诊所，准备干中医，现在我就在诊所。您若是不信，咱们可以视频。我信你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得把钱攒下来娶媳妇儿，不用整天想着给院。您放心，我以后肯定不会缺钱了。哎呀，老妈不说了，诊所来人了，等忙完这阵子，我就去看您和孩子们。行，你忙吧。请问您是这家诊所的医生吗？是。我想知道坐诊你们这里的是哪位医学专家？这个诊所是我开的，我也是这里唯一的大夫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这位先生应该看过不少医院吧？如果问题解决了，恐怕您根本不会进我这个诊所的门，对吗？是又怎么样？看我年轻就放弃一个治疗的机会，您不觉得很可惜吗？你真的能治？医不叩门，信我就来，不信我就走。医生，请稍等片刻。陈医生，您真能治吗？他得的叫花期症候群，情绪剧烈波动时，身上会出现花瓣一样的斑，就算情绪平复后，也会留下弹痕。在我这治疗需要差不多1个月时间，治疗费需要20万。能说下治疗方法吗？每周来做1次药熏，等到浊气排尽就好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浊阵。好，如果真能治好，这20万实在是算不得什么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去蒲团上坐一会儿吧，叔叔一会儿来叫你。涵涵，真的消了。陈医生，大恩不言谢。以后您若是遇到什么难事，我们夫妇一定全力相助。你们付款，我治病，咱们是两不相欠。这是我辉煌酒店的黑钻石卡，持有这张卡的人可以享受辉煌酒店最高等级的服务，还请您务必收下。却之不恭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来了，谁呀？程老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恩人，陈先生是我的大恩人啊！我孙子清河，他找到了，他还活着呀！程老，您先冷静，慢慢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程清河怎么了？昨晚这小子不听话，偷偷溜出去跟人飙嘎撞了。凌晨3点多，在城霄路关我当场就没了，一个烧成了重伤，现在还在 ICU 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。天哪，那程清河他没事，苏医生，你敢信吗？他竟然一点事都没有，只是胳膊上蹭破了点皮。警察说他那辆车被撞得整个车头都没了，驾驶室都变形了，换成任何人都必死无疑。这个就是陈医生昨天给清河的那块护身玉坠。清河说撞车的那一瞬间，他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，等他反应过来，玉坠就变成这样了。这不可能。苏医生，求求你带我去见陈医生，我今天一定要当面给他道歉，还要再求他一块护身玉坠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，只要能保清河平安。您别激动，我现在就带您去。高人
果然是高人，不拘小节，不慕虚名，这才是真正的玄门大师风范啊！什么风范？他就是想钱想疯了。陈浩宇，别客了，程老找你有事。程老，看您这气色，应该是来道谢的吧？我就说我陈浩宇出手，从来没有失手的时候。陈大师，感谢您的救命之恩。昨天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对您多有冒犯，只求您别往心里去。3死1伤，你孙子毫发无损，对吧？是，一点都不差。陈大师，您真是活神仙。陈浩宇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真的会算命？那些玄乎的说法都是骗小孩子的。我只是看他面色极差，精神恍惚，整个人状态很不对劲，做事又冲动莽撞，不出事才怪。不过这次只是侥幸，你孙子的性子不改，下次再犯糊涂，谁也帮不了他。什么玩意儿？全是英文，在夏国的地盘上用中文写会怎样？你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怎么什么都会？还杀过牛？我以前干过的活多了，屠宰场、工地、外卖员，什么苦都吃过。至于这些本事，都是我师傅教我的。他是个老道士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收养了我，教我医术和玄门之术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师傅呢？他3年前去世了，临终前让我下山找个地方安身立命，不要轻易暴露玄门的本事。浩宇，是你吗？宇哥，真的是你！好久不见，倩仙，这位是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？陈浩宇，你是倩仙的男朋友？张明，倩仙的未婚夫，我们下星期就结婚了。那真是恭喜了，百年好合。我是浩宇的女朋友苏玉瑶，你们好。苏小姐您好，既然这么巧遇上了，不如一起坐下来吃点东西吧。我们刚上菜没多久。不了，我们已经吃完了。宇哥，苏小姐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老实交代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说呢？你刚才那表情跟见了鬼似的，他绝对不是普通朋友。蒋倩，我初恋，谈了半年，我那时候在送外卖，他是烟海大学的高材生，家庭差距太大，分了。够详细了吧？你眼光还不错，她看起来是个很单纯善良的女孩。那是当然，我陈浩宇看人什么时候错过？看你这样子，应该是彻底放下了吧？那必须的，你长得比她漂亮，身材比她好，气质也比她出众，有你这么个女朋友，还有什么前任放不下的？陈浩宇，我刚才是在帮你撑场面好不好？你别了便宜还卖乖，反正时间还早，陪我去逛商场买衣服。不要啊，逛商场比课一下伴舞玉服还难受。少废话，你刚才占了我那么大便宜，陪我逛个街怎么了？明明是你自己要当我女朋友的。唉，苏大美女，我求你了，别逛了，我的衣服够穿10辈子了。这家的裙子特别好看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只要你答应，这是最后一个店，你的衣服我付钱。那就谢谢陈先生啦。我去，一件破衬衫要8000，这哪里是卖衣服，这是明抢啊！啦啦啦啦啦啦。丫的，这女人长这么漂亮干嘛？丫的，这女人长这么漂亮干嘛？绝了！苏雨瑶，我跟你说，你绝对是选错职业了，拿什么手术刀啊？你应该去当明星，当超模。你这是在夸我吗？那必须的，哪怕是再挑剔的人眼里，你都是西施了。先生说的太对了，小姐，您穿这条裙子真的是倾国倾城。我在这儿工作这么久，从来没见过比您更漂亮的人。谢谢，我再去试试其他几件。苏雨瑶，韩翠兰，好久不见。你好，我是雨瑶的大学同学韩翠兰。这位是我江瑞丰大厦的总裁张坤。别，不用握手，不用握手，我们不熟。你什么意思？陈先生，你这也太不绅士了吧！我太太好心跟你握手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
没办法，我女朋友比较介意，我不太方便和其他异性有过多接触，主要是咱们第一次见面，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，免得我家雨瑶误会。陈先生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可没把自己的那些破事儿告诉你吧？哦，什么破事儿？我倒想听听。韩翠兰，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？全校谁不知道？你大3的时候跟一个农村来的学弟谈恋爱，谈得轰轰烈烈，还在这装什么青春玉女？哼，我当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呢？不就是谈个初恋吗？谁还没有个过去啊？总比某些人当小三的强。韩小姐，我劝你一句，最好先确认一下张先生的婚姻情况。还有啊，张先生，我也劝你赶紧带韩小姐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。他到底怎么了？传染性皮肤病。你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要告你诽谤！别，你可别激动，要是情绪激动加重了病情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要告你！张总，你老婆来了！哎呀，逗你玩呢，我又不认识你老婆，她怎么会来这儿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今天可真是够巧的，我遇到了初恋，你遇到了老同学。哼，你要是想问我那个初恋的事，就直说，不用拐弯抹角的。聪明，我就是好奇，你当初怎么会跟人分手？总不能是你甩了人家吧？是他甩了我。不会吧，这我可不信。我们在一起半年，我才发现他跟一个年长的资助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。后来我查清楚，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都是那个女人给的。我把他送我的所有东西都退了回去，跟他分了手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还以为你会像别人一样把他骂一顿呢。他也是无奈之举。你说什么？无奈之举？他一个农村孩子能考上燕都医学院，说明他心性坚韧，能让这么一个人放下尊严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急需一笔钱，而且是为了救对他最重要的人。这些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这不用算，只有经历过那种走投无路的滋味，才能明白他当年的逼不得已。如果换作是你，当年你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吗？不会。不这么做，你的亲人就会死。那我就拼命打工，哪怕去工地扛水泥，去码头卸货，先把人救下来再说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我可不会放下尊严去依附别人。你放在手心试试。我什么都没感觉到啊。哎呀，忘了，这种玉牌得用特殊手法激活才行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苏大美女，有些事情现在的科学还没法完全解释清楚，你再试试。太神奇了，陈浩宇，你怎么会这么多东西？都是跟着我师傅学的，混口饭吃而已。怎么突然谦虚了？是不是怕被人抓去研究啊？我主要是怕，你知道我这么厉害之后，会爱上我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陈医生，大恩人啊！我女儿她好了，她真的好了。叶总别这样，快坐快坐。孩子醒了之后状态怎么样？昨天醒过来之后，她不仅主动跟我们说话，吃饭的时候还给我们讲笑话，跟之前那个整天闷在房间里一句话都不说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不用这么激动，恢复的比我预想的要好。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先带孩子去医院做个全面的复查，西医的一切检查能更直观的看到孩子的身体指标。好，我明天就带他去。对了，陈医生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您一定要收下。叶总，我这里有规矩，只收治疗费，不收额外的感谢费。之前的费用已经结清了。那好吧，等孩子彻底康复了，我们两口子一定好好请您吃顿饭，您可千万不能再拒绝了。行，到时候再说。麻烦看看我的孩子，他最近总是哭闹，睡不好觉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
跟我说说，最近这1个星期有没有带孩子去什么人多杂乱或者比较偏僻的地方？偏僻的地方。哦，对了，上周我们带孩子回乡下祭祖了，在山上的祖坟那里待了1下午。回来后当天晚上，孩子就开始哭闹了。我当时就说不让你带孩子去，山上大又阴冷，孩子太小受不了。别吵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孩子只是吓着了。那能治好吗？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？放心吧，没事的，只要把孩子受的精气散出去，别让他再受到惊吓，2天就能彻底恢复。谢谢您，太谢谢您了，陈医生。可以啊，兄弟，我刚才在门口都看见了，那孩子哭了一路，到你这儿2分钟就好了，还真有人愿意花5000块钱看个哭闹啊。那是，开诊所跟做生意一样，得有真本事才行。唉，可算等到你了，再晚来2分钟，我就要被蚊子抬走了。秦医生，几天不见，你又变漂亮了。哟，陈浩宇可以啊，这才跟我们家雨瑶住一起多久，嘴就变得这么甜了？看来被雨瑶调教的不错嘛。那必须的，主要是苏大美女教导有方，我这都是耳濡目染。你们2个要是再贫，就下车自己打车去。错了，你是老大，我们闭嘴。这不是叶致远的酒店吗？这么巧。青姐跟何家红的事，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不对劲了？宁拆10座庙，不破一桩婚，这种事我不好多说，只能说他接下来会面临一个很难的选择。你们2个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神神秘秘的，不说拉倒，走吧。怎么了？沈东在前面。雨瑶，真巧啊，你也来这里吃饭。沈先生，你好。雨瑶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你的男朋友，你别被他骗了。别闹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沈先生，调查的挺仔细啊，不过你只查到了一半，我们不仅在一起，还住在一起呢。沈栋，别在酒店闹事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。随时奉陪。刚才看先生站姿挺拔，应该是常年练功夫的吧？没想到你还懂这个。略懂一点，有机会可以一起交流交流。我是盛天健肢体中心的老板，欢迎你随时过来。从没见成哥对谁这么客气啊。好，一定去。吓死我了！刚才我还以为要打起来了呢。陈浩宇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连沈东都敢惹。你知道曹成是谁吗？他爸爸是曹氏集团的总裁，资产上千亿，还是我们医院的第2大股东。放心吧，曹成不这种小心眼的人，他能静心来练功夫，说明他的人品和度量都不差，不会找你们麻烦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认识他。我看人一向很准，从来没看错过。那你看看我未来会怎么样？有雨瑶这么好的闺蜜，你未来肯定差不了。可恶！这个陈浩云竟然敢当众打我的脸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沈东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去找他的麻烦。成哥，我早调查过他了，他就是个孤儿，没背景没势力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。你仔细看过他的眼睛吗？眼睛？他的眼睛怎么了？有你我都没有的平静和底气，那种见过大风大浪什么都不怕的眼神，他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普通人。小程，这么热闹，在聊什么呢？远哥来了，没什么，就是沈东一点私事。看您这气色，小韩的病好多了吧？何止是好多了，现在完全跟正常孩子一样了。昨天还跟我说要去上学呢。兄弟们，明天跟我一起去找陈浩宇理论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招惹我沈东不会有好结果。他说的是陈浩宇。是。刚才在楼下电梯口，沈东差点跟他动手。远哥，您认识他？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神医。什么？他才20多岁啊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医术？他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治好了小韩的重度抑郁症，这样的本事，你说厉不厉害？我马上警告沈东，绝对不能让他去找陈医生的麻烦。不只是警告，你明确告诉他，敢跟陈医生为敌，史家在燕海的所有生意都别想做下去了。我知道了，远哥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老公哪有我们家雨瑶好，我就要跟雨瑶坐一起。
好吧，好吧，这一点我承认，雨瑶确实比谁都好。哈哈哈哈哈！陈医生，您来吃饭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让厨房给您准备您爱吃的菜呀。陈叔叔，我现在不怕黑了，也不怕一个人睡觉了。小韩真勇敢，太棒了。叔叔，我以后要跟爷爷学功夫，长大了保护爸爸妈妈。也要好好上学哦。我下周就要去上学啦。陈医生，小韩真的可以去上学了吗？我们还担心他适应不了。放心吧，小韩已经完全好了。陈医生，有件事想求您帮忙。我有个长辈，就是曹氏集团的曹立学，你应该听说过。他当年落下了严重的老寒腿，瘫痪在床30多年了，看了无数医生都没用。您能不能帮忙看看？曹成的父亲，您认识曹成？刚才在楼下见过一面。行吧，明天上午10点，我跟你们去一趟曹家，出诊费1万块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别说1万，100万都没问题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我只收我该收的钱。陈医生，明天就要麻烦您跑一趟了。客气了，我会尽力。不过老爷子的腿拖了30多年，能不能根治我不敢打包票。您能出手，我们就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对了，沈栋那边我已经严厉警告过了，他以后绝对不敢再骚扰您和苏医生。那就多谢曹少了。我知道我长得帅，但你也不用总偷看我呀。谁偷看你了？我就是想问问，你怎么认识叶志远的？他女儿到底怎么了？他女儿得了花期症候群，我给治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什么罕见的花期症候群？那个饭桌上又说又笑的小姑娘？确切的说，我只用了10分钟就治好了。花期症候群就是体内有浊气，找到病根解开就行了，没什么难的。陈浩宇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以后就算是扮情侣，你也不能太过分。今天你亲我那一下，下不为例。不就是亲一下吗？又不会少块肉。再说了，我都为你得罪沈栋了，你总得给我点好处吧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行，那我们做个交易，我保证以后不随便碰你，还能随叫随到当你的专职假男友。不过过2天我有个长辈催婚，你得陪我回去演一场。可以，不过以后我家人催婚，你也得帮我。成交。栋哥，成哥都发话了，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？算了，他当众打我的脸，这事怎么可能算了？曹成不让我动他，我偏要动。请问您是陈医生吗？我是。你们是来看病的？陈医生，这是我女儿苗苗，她得了厌食症1个月了，什么都不吃，走遍了全国的医院都治不好，求求您救救她吧。爸爸不哭，苗苗乖，苗苗会吃饭的。苗苗，让叔叔看看你的手好不好？2周前突然就不吃饭了，一开始还能吃点水果，后来连水都喝得很少，现在9岁了，才30多斤。医生说再这样下去，5脏6腑都会衰竭。孩子长期营养不良，脾胃虚弱的厉害。不过问题不大，你现在去门口的早餐摊买3个鸡蛋和1碗小米粥回来。苗苗从来不吃鸡蛋和稀饭，她一吃就吐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快去快回，晚了我可就不治了。乖，在这里等爸爸一下，爸爸马上就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看着叔叔的眼睛。苗苗，醒醒！爸爸，我好饿。苗苗，你说什么？你饿了？我想吃鸡蛋，还有稀饭。陈医生，谢谢您，太谢谢您了，您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！请问治疗费多少钱？1万？不是1万，是1块钱。谁是陈浩云？给我滚出来！我就是。你们是来看病的，挂号费3000，先交钱后看病。老子是来收保护费的，这条街都是我的地盘，想在这儿开店，1个月交20万，先交1年的。20万1个月，古先生，你这生意比开医院还赚钱啊！不过我听说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还有人敢收保护费？少跟我废话！今天要么钱，要么我把你这破手撒个稀巴烂！沈少，躲在后面看什么热闹？这些人是你找来的吧？这又怎么样？陈浩宇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得罪我沈栋没有好下场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莫及。我还以为曹成说话有多管用呢，
原来傅成来压我，他能不能当上曹家继承人还不一定呢。今天就算是他来了，也保不住你。哎呀，好大一只蚊子！你们都给我去死！这战斗力可以啊，早知道这么能打，刚才就不用点那么重了。住手！这家伙怎么这么抗打？好了，别打了，古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陈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没什么，他有严重的间歇性狂躁症，刚才情绪太激动，又被我点了2个安神的穴位，刺激到了神经，所以才会发作。对了，我们不是要去给曹老爷子看腿吗？走吧，别耽误了时间。我的天，这哪里是别墅区，这简直是皇宫啊！跟这儿一比，苏雨瑶住的那个小区简直就是茅草屋。志远，小韩的病怎么样了？我还一直惦记着呢。多谢曹叔挂怀，已经完全好了，下周就去上学了。小程，过几天你代表我去请你师傅过来喝酒，我刚得了一瓶30年的酒，正好跟他分享。好的爸。对了爸，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陈医生，就是他治好的小韩。陈医生，麻烦你跑一趟了。曹先生客气了，我能先看看您的腿吗？当然可以。爸，大哥也太不靠谱了吧，随便找个毛头小子过来就敢说是神医，他这个年纪恐怕连草药都认不全吧。别再把您的腿给治坏了。曹海，你说话注意分寸，陈医生的医术我和叶叔都亲眼见过。小程，你别着急，小海也是关心爸的身体，毕竟这么多年了，多少国内外的名医都尝试过，陈医生这么年轻，我们难免会有些担心。张阿姨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女儿的重度抑郁症，全世界的专家都治不好，陈医生只用了10分钟就治好了，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他的医术吗？10分钟治好重度抑郁症，骗鬼呢！我看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就算没有他，你女儿说不定自己也好了。我只需要1分钟就能确定曹先生的腿能不能治，如果不是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，我现在都已经看完了。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些全都是废话。曹叔，陈医生是我诚心诚意请来的，如果你们信不过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怀远别生气，小海不懂事，说话没分寸，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陈医生，对不起，让你见笑了。曹先生言重了，我只是想问一句，您到底要不要我给您看腿？当然要，陈医生，麻烦你了。陈医生，我爸的腿能治吗？很难。我就说吧，根本治不好。大哥，你这次可真是看走眼了。陈医生，您说的是很难，不是不能治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看来曹大少的智商确实比你弟弟高多了。你再说一遍。陈医生，您真的能治好我老公的腿？你们2个到底安的什么心？爸的腿终于有了复原的希望，你在这里胡搅蛮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爸的腿终于有了复原的希望，你在这里胡搅蛮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小程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发这么大火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闹成这样让外人看了笑话。一家人？那你们就该有一家人的样子。陈医生实在对不起，雅芝和小海也是担心我的身体，还请你多多包涵，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曹先生言重了，我刚才也是跟2少开个玩笑，咱们就谈正事吧。曹先生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如果我能治好您的老寒腿，让您摆脱轮椅，像正常人一样站起来走路，您愿意付出什么代价？只要你能治好我的腿，不管多少钱，我都愿意给你开个价。我听说你们曹家是康安医院的第2大股东，持有42%的股份。没错，陈医生，您的意思是？我要做这部分股权的代理人，为期3年。3年之内，康安医院的日常运营我说了算，期间的分红我1分不要。陈先生，你提这个条件是为了苏雨瑶医生吧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叶总，看破不说破。原来如此，好，
这个条件我答应你。曹先生，您坐到床沿上，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。陈医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特制的温浴理疗牌，专门用来去除体内的陈年寒气。等会儿治疗的时候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们都不要对外说，我不想惹不必要的麻烦。明白。啊，好暖和，一股暖流顺着腿往身体里钻，太舒服了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就是有点冷，但是里面暖烘烘的，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。好了，第一次治疗结束。曹先生，您试着动一下脚趾头看看。动了，真的动了！30年了，我的腿终于有知觉了。陈医生，您真是神医啊！爸，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又在耍什么花招？花招？你看我这满面红光的样子，像是被耍了吗？陈医生说了，最多1个星期，爸就能重新站起来走路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陈医生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不该怀疑您的医术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小海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陈医生道歉。对不起。什么？祸起桑堂？曹叔那么英明睿智，曹家怎么会出这种事？英雄难过美人关啊！那个张雅芝可不是一般女人，心术不正，野心又大。再这么下去，曹家迟早毁在他手里。是不是亲生父子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当年那份亲子鉴定，恐怕早就被动了手脚。难怪我总觉得曹海跟曹叔一点都不像。想知道真相很简单，让曹成拿他们3个人的头发去做个鉴定就行。不过这曹家的家事，我们点到为止就好。曹大少，看你这脸色，应该是已经拿到结果了吧？你说的没错，曹海真的不是我父亲的儿子。我实在想不通，当年我父亲明明亲自去做过鉴定，结果显示是亲生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是当年的样本被调包了，要么就是鉴定报告被吐改了。能做到这一点的，肯定是你父亲身边最亲近的人。您的意思是，张雅芝的姘头就在我爸身边？可能性极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父亲相信这个事实，不然你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想明天带我爸来您这里，就说您要给他做针灸巩固治疗，顺便把这件事告诉他，您看可以吗？只要治疗费到位，我这里没问题。陈医生，等这件事解决了，我一定重谢。对了，这是康安医院的股权代理协议，您签个字。青青，雨瑶跟你在一起吗？她怎么还没回家？她还在医院呢，下午3点进的手术室，做了4个多小时的大手术，晚上还要值夜班。做了这么久的手术，怎么还要值夜班？没办法，医院人手一直不够。这也太不合理了吧？还不是内科的黄主任排的。雨瑶刚进医院的时候，他就多次表示好感，雨瑶没同意，还在聚会上明确拒绝了他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经常给雨瑶安排更多的工作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去医院。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饭，看你累的，赶紧坐下吃饭。行啦，我就不在这里当电灯泡了。雨瑶，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。那是，俗话说，要抓住一个人的心，先要抓住他的胃。怎么样，有没有被我征服？汤有点咸了，还需努力。唉，你就不能夸我一句吗？好吧，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，勉强给你打个及格分。昨天收的古董赚了2万，晚上请你吃大餐。小心被人骗了。哼，开玩笑，只有我骗别人的份儿。苏雨瑶，他是谁？医院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，上班时间带外人进来，像什么样子？我女朋友刚做完大手术，累得快站不住了，送杯茶怎么了？这里轮不到外人说话。苏雨瑶，今晚夜班是不是你值？是。哼，不在岗位待命，出了急诊谁负责？出了医疗事故你担得起吗？他体力早就透支了，再值夜班才更容易出事故。医院就这么压榨医生？苏雨瑶，今晚夜班必须值，缺席就严肃处理。我听秦青青说了，主治医生根本不用值夜班，
他就是故意针对你。官大一级压死人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先回去吧。相信我吗？回家。这就对了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走，换衣服吃饭去。知道了。过来，我给你吹头发。不用了。别废话，你今天累了一天。黄桂妍是不是经常针对你？上次我3天治好他半个月没搞定的病，他就处处看我不顺眼。这个老东西，欠收拾。你别乱来，得罪了他我以后不好过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明天我陪你去医院解决。你想怎么解决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青青，怎么了？雨瑶，黄桂妍发现你没去值夜班，说明天早会要严肃处理你，还要扣你1个月奖金。完了，这次真的要被开除了。黄桂妍，找死！苏雨瑶，你还知道来？无故缺席夜班，眼里还有没有医院规定？还有没有我这个主任？我刚做完4个半小时高难度手术，体力严重透支，实在没办法值夜班。借口！谁没做过手术？别人都能坚持，就你特殊。按规定扣当月全部奖金，全科室做检讨，你有意见吗？黄主任，这不公平！所有主治医生都不用值夜班，凭什么只有苏雨瑶要值？林医生，这里没你的事，坐下。我是主任，怎么安排我说了算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大家好，我是陈浩宇，康安医院第2大股东，今天过来旁听内科会议。陈先生您好，我不知道是您，多有冒犯。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大家平时工作辛苦，敬业精神值得敬佩，但敬业不代表要透支身体，医院必须合理排班，不能让医生超负荷工作。黄主任，我刚才听到你要扣苏雨瑶1个月奖金，还要他做检讨。陈先生，我是按规定办事。他没请假不对，但刚下手术台站都站不稳，留在医院也没法集中精力。我的意见是扣当天工资，口头警告就行。另外，取消苏雨瑶的夜班安排，你重新排班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马上重新排。好了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散会。行啊你，藏得够深的，原来你是个大股东。只是挂名股东而已。挂名股东能一句话让黄桂妍乖乖听话？我看你就是故意英雄救美。青青姐别乱说。这下不用担心被穿小鞋了吧？谢谢你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不过说好了，你得请我吃饭赔罪。好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行了，我还在呢，这狗粮我不吃了，我去工作了。陈先生，我年纪大了，精力跟不上，一直想找个专业的医疗职业经理人打理医院，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？我明天有事，让秦医生代表我参加董事会吧。陈先生，秦医生是您的什么人？朋友，他业务能力强，为人正直，让他代表我放心。原来是这样，正好内科缺个主任，我看就由秦医生暂代吧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朱院长，您说让我当内科主任？没错，陈先生都推荐你了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这是医院内部事宜，您决定就好。朱院长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好，我让助理把资料发给秦医生。我在医院门口等你。雨瑶，我当主任了，这都是托你男朋友的福啊。是你自己有能力，不然朱院长也不会同意。不管，反正我要请你们吃饭。对了，陈浩宇到底什么来头？怎么突然成了大股东？他说是治好了曹立学的腿，曹家把股份转给他的。曹立学，那个患腿疾、行走不便的烟海首富，陈浩宇竟然能治好他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是不是曹家在帮你？我就说你怎么突然成了大股东？聪明，我是曹家股权代理人，我能治好曹立学的腿，让他重新站起来。对曹家来说，一个健康的曹立学比一家医院值钱多了。如果是这样，1000万股权确实不算多。不过陈浩宇，既然你有钱了，是不是可以从我家搬走了？想得美！我发现你有旺夫命，
跟你住一起，我才能大富大贵。你这么好的吉祥物，打死我都不放。对了，我帮你解决了这么大麻烦，你是不是该好好谢我？怎么谢？哼，中午请我吃饭，下午陪我买车，明天跟我去个地方。可以，现在去哪儿？诊所，曹家父子已经在等我了。不是治腿，是有点别的事要谈。看来曹家对你确实很重视。那是，毕竟我是他们家救命恩人。陈先生，您可算来了，我爸已经在里面等您了，让曹先生久等了，请。陈医生，小程，到底什么事不能在家里说，非要到这里来？曹少，你说吧。爸，您看一下吧。谁的？您和小海。好一个张雅芝，好一个曹海！我掏心掏肺养了他们24年，什么好东西都先紧着曹海，连公司核心业务都让他接触，甚至打算分给他1/3家产。没想到我竟然养了个白眼狼！曹先生，先冷静，气坏了身体反而便宜了他们。为什么做亲子鉴定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本来我不想管你们家事，但曹海自己找死。昨天在古玩城，他带人想抢我的盘龙森，还扬言要砸我诊所。我当时就发现他跟您没有半点父子相，他和廖伯达长得极像。廖伯达当年是您的司机，和张雅芝是同乡。后来我查了，他们早就认识。我不敢相信，就拿了您和他的头发做了家族鉴定，结果跟陈先生说的一模一样。不止如此，曹海最近一直在拉拢老股东，和几个副总走得很近，偷偷转移公司资产到海外。他们想等您100年之后架空曹城，把整个曹氏集团据为己有。他们竟然还敢打公司的主意，甚至您这次突然加重的腿疾，恐怕也不是什么意外。难道我腿疾加重这么多年，竟然是他们搞的鬼？你说什么？我的腿疾是他害的？我查到了监控，那天凌晨3点，廖伯达确实出现在花园里动了手脚，时间点完全对得上。您就是被害，才导致腿疾突然加重的。好得很！我纵横商界几十年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，这对母子我绝对不会放过。小程，是爸对不起你，这些年偏心曹海，忽略了你，还总误会你，你心里一定怨爸爸。爸，我从来没怨过您，我只是不想看到您被人蒙在鼓里。好儿子，从今天起，曹氏集团所有事务都由你全权处理。张雅芝和曹海那边先不要打草惊蛇，立刻查清楚他们转移的资产和勾结的人，证据确凿后直接报警。是，爸。曹先生果然是做大事的人，既然事情说清楚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下个星期我准时去府上给您治腿疾。陈医生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在燕海只要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一根手指头。客气了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陈医生，等一下，还有事？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们？之前我也做过亲子鉴定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爸，当年您派谁去做的？张超。你的意思是他做了手脚？应该不是张叔，只要张雅芝开口，找出这个人不难。陈医生有办法，给他打个电话炸一下就行了。你是想炸他？没错。是张雅芝女士吗？是，你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。如果曹立学知道曹海不是他亲生儿子，你说他会不会让你净身出户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我只要1000万美金封口费，不然立刻告诉曹立学，横竖一个亲子鉴定就能证明。我给你10秒钟考虑，10、9、8、2。你要多少钱？花旗银行1000万美金不注明支票，今晚10点我发短信告诉你交易地点。我没有钱。开什么玩笑？没钱我就告诉曹立学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曹先生，您打算怎么做？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陈先生，
那小川和小慧呢？您的面相告诉我，您有3个孩子，2男1女。老天有眼！爸，正是因为小川和小慧，我才不敢在家里说这件事。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总不能白跑一趟吧？一代烟海首富，不会光动嘴感谢吧？差点忘了，这个陈浩宇可是个爱财的主。是我疏忽了。小程，给陈医生开一张500万的支票。是。我愿意用3000万年薪聘请您做曹家首席智囊，您觉得怎么样？钱对我来说够用就好。我开诊所只是为了体验生活，没人能雇佣我。3000万不行，3000亿也不行。抱歉，是我疏忽了。没关系，以后有事可以找我，只要不违法，我一定帮忙。陈医生，你有办法让张雅芝主动认罪吗？一切交给法律，他们的罪行自然由法院判决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不行，这顿花了12000，不吃回本太亏了。你不是刚赚了500万吗？还在乎这点钱？那不一样，钱要花在刀刃上。这顿是你请的，当然要吃贵的。小气鬼。对了，曹家的事你打算插手吗？不打算，那是他们家事。不过曹成人不错，他真有麻烦，我会帮一把。你说的对，张雅芝和曹海也太过分了，骗了曹先生24年，还想害他加重腿疾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这就是报应。陈浩宇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就是个普通医生，会看病，会赚钱，还会疼女朋友。谁是你女朋友了？早晚的事。青青，怎么了？雨瑶，何家红有个5岁的僧女，孩子母亲得了绝症，她要跟我分手。青青肯定伤心坏了，我得赶紧过去。青青，别难过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过去找你。我在医院休息室。好，我马上到，你等我。青青出事了，何家红有个私生女，要跟他分手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何家红不靠谱。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？赶紧走，去看看青青。好。雨瑶，青青，别难过，这种男人不值得。我不是难过，是恶心。他竟然瞒了我5年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有孩子了。其实也不能全怪他，那个女人独自带孩子5年，现在走投无路才来找他，他不管也太不是人了。你怎么还帮他说话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现在的问题是分手还是接受那个孩子。我要分手。我没办法接受一个从一开始就骗我的人，更没办法当5岁孩子的后妈。这才是对自己负责的选择，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。青青，我支持你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雨瑶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晚上我请你们去酒吧喝酒，一醉解千愁。酒吧太乱了，不安全。有我在，怕什么？谁敢欺负你们，我让他横着出去。来，雨瑶，陪我喝一杯。别喝了，你已经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何家红那个混蛋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他了。美女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。我叫王建行，景商地产 CEO， 认识一下。抱歉，我在陪朋友。美女，别拒人千里之外嘛，就是交个朋友。我不想认识你，听清楚了吗？你谁啊？滚远点，别打扰我们喝酒。我靠！你往哪里吐呢？抱歉，你的衣服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30万。可以，
我朋友一会儿给你钱。这可不是钱的问题，你陪我喝一杯道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他喝不了，那就只能你替他喝喽。美女，喝了这杯，你朋友的事儿就算了。如果我不喝呢？那我就只能让你朋友留下来喝了。美女，我们王少跟你说话，你却要打电话，不太礼貌吧？把手机还给我。看到没有，这才是真正的绝世美女，生气都这么漂亮。把手机捡起来，还给他，然后道歉，滚蛋！哪里冒出来的穷小子，也敢管老子的事？小子，想英雄救美，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！我的女人，看不出来。小子，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我爸是王海涛，信不信我让你在烟海混不下去？你刚才说的话、做的事我都录下来了，要么道歉滚蛋，要么我报警，顺便让曹城的律师跟你谈谈井上地产的违建问题。你跟曹少是什么关系？你不需要知道，我数3收，要么道歉滚蛋，要么等着收法院传票。1、2。对不起，美女，刚才是我不对，都有冒犯。谢谢你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轻轻喝多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你真的录下来了？当然是假的，那小子做贼心虚，一吓唬就怂了。你呀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自己功夫天下无敌吗？我还以为你会打他们一顿。哼，我是守法公民，怎么能随便打架？能不动手就不动手，免得惹麻烦。你说的对。对了，明天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早点休息，明天早点起。还要早起？我买了很多东西，需要早点过去。好香啊！你做什么呢？鸡蛋饼、小米粥，还有你爱吃的炒青菜。快去洗漱，马上就好。好。我头好疼啊！你昨天喝多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雨瑶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还有陈浩宇，昨天谢谢你。光说谢谢可不行，最起码发个大红包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那就赶紧洗漱吃饭，吃完赶紧回家。你这么大的灯泡，我和雨瑶还怎么双宿双栖？滚！雨瑶，陈浩宇，我走了。我想清楚了，我选择放手。我没办法接受一段有裂痕的感情，也不想委屈自己当后妈。这才是对自己负责的选择，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。是啊，以后我还是你们的好闺蜜。走啦。别叹气，对他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，总比婚后天天膈应强。你说的对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行了，别想别人的事了。我批发了50箱鸡鸭鱼肉和12箱零食，西瓜就买了30多个，都装猛禽上了。买这么多干什么？去我的家，阳光孤儿院。小雨，你可有段时间没回来了？梁叔，眼都花了还看书呢。梁叔，孝敬您和沈叔的，一人2条。够，太够了！我这就开门，孩子们看到你肯定高兴坏了。赶紧的，一车东西再不动起来就坏了。宇哥，我们都快想死你了！宇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少来这套，我看你们是想好吃的了吧？要是有好吃的，那就更好了。宇哥，这位大姐姐是谁？长得真漂亮，像仙女一样。这是我的女朋友，你们叫她苏姐姐。苏姐姐好！你们好。虎子，快去把老妈叫过来，我买了好多东西要放进冷库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群家伙比我小时候还调皮。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以前笑得很假？啥意思？你见到孩子们的时候，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干净纯粹，
但平时面对别人的时候，笑容更像是一种武器，用来遮掩真实情绪。你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戒备心？苏大美女，你是不是感觉错了？看吧，你的假笑又来了。反正我对你没有戒备心。你有，我能感觉到。老妈，想死我了！脏死了！老妈，你这么说太让我伤心了。我的天，这是仙女下凡吗？小雨，赶紧介绍一下。这是您未来的儿媳妇苏雨瑶，康安医院的医生。医术虽然比我差一点，但在同龄人里绝对是顶级的。胡说八道！老妈您好，我是苏雨瑶。闺女，小雨上辈子积了多少德，才能跟着你走到一起啊？老妈，你儿子也很优秀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优秀行了吧？给你钥匙，你和虎子他们卸东西，我带雨瑶去我办公室凉快。没问题。闺女，别客气，喝水。谢谢老妈。你跟小雨是怎么认识的？3个多月前，我开车不小心撞伤了他，他出院后没地方住，我就收留了他。还有这种事？这小子肯定是故意碰瓷儿的。一开始我也以为是，但后来发现他确实伤得很重，昏迷了好几天。这孩子从小命苦，他是我冬天从垃圾桶里捡到的，刚出生几天冻得浑身发紫。我养了他9年，结果9岁那年被不法分子拐走了，我找了他整整1年都没找到。后来他跟着一个修行者走了，16岁才回来。什么？他被不法分子拐走过？是啊，18岁那年他说要出去打工赚钱，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。这几年他每个月都给孤儿院寄钱，从来没断过。我劝他别这么拼，他总笑着说没事。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。闺女，小雨表面上大大咧咧，其实心细如发，对感情特别敏感。他从小没有父母，特别渴望有个家。他能带你来，说明他非常信任你。我真心希望你们能走到一起。老妈，我们才认识不到1周。不着急，感情慢慢培养。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女孩，小雨跟你在一起是她的福气。老妈肯定又跟雨瑶说我小时候的囧事了。原来她经历了这么多，难怪总是用笑容伪装自己。尝尝。闺女，吃西瓜。谢谢老妈。老妈，我去厨房帮赵叔，中午给孩子们露一手。好。小虎，多吃点长高高。谢谢宇哥。他做的菜真的很好吃。是啊，跟着道士学了不少本事。以前条件差，孩子们难得吃上肉，小雨每次回来都买很多给他们做大餐。你对他们真好。小时候老妈和老师们也是这么照顾我的。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你。其实我也没那么好。小雨，雨瑶是个好女孩，千万别错过了。老妈放心，有空常回来。知道了，您保重身体。我知道自己挺帅，但也用不着这么看吧。吴妈妈讲了你很多事，跟我印象中的你判若两人。你对我是什么印象？阴险狡黠，爱财如命。不过现在看法不一样了，孤儿院出去的人很多，只有你一直劳心劳力，哪怕自己过得一团糟也不肯放弃。你到底为了什么？冬天被吴妈妈从垃圾桶里捡到的，9岁被人贩子拐走，过了1年惨无人道的日子。后来跟着师傅到处游荡，16岁才回烟海。那年师傅得绝症去世，我守着尸体3天，实在没办法，回去找老妈帮忙。那天大雪纷飞，我发誓一定要报答老妈。问这些干嘛？徒增伤悲。哎，你怎么还哭了？被你说感动了。我可没你想的那么可怜。有句歌词说：“生如浮游，却偏偏要活得荡气回肠。”说得对。嘘，里面有动静。你是谁？小然，你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的？姐，昨天回来的，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姐，这位大帅哥是谁？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好眼力，我是你姐未来的男朋友陈浩宇。未来的，意思是还没转正呗？姐，你们怎么会同居？我是穷光蛋，没地方住，你姐可怜我，收留3个月。目标是让他爱上我，这样就不用搬走。有志气，姐夫，我看好你。
小然，你姐爸妈是做什么的？我姐没跟你说。不过想成为真正的姐夫，苏家那关不好过。李小然是不是皮痒了？看来你们苏家很厉害啊。怎么，怕了？在我陈浩宇的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。那下周敢跟我去领结婚证吗？你疯了！不敢就算了。之前假扮男女朋友，现在又要假结婚，你是想逃婚吧？苏家逼你嫁给某个家族子弟？天哪，姐夫，你也太神了！我纯属胡说八道，竟然是真的。我的确是逃婚来到燕海的。跟我领证，是因为豪门不会娶二婚女人。对。那我现在跟你住一起，是不是已经被盯上了？有可能，不过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一直同居，就算不结婚，对方也不会娶你，目的一样能达到。但会害了你。我对你有好感，再继续下去可能彻底爱上你。今天说出来，是想做个了断。那你听好了，我绝不离开这里。从今天起，正式追求你。他们会全方位打压你的事业。前提是我得有事业。就那个小诊所，想打压就打压，大不了关停。这倒也是。那我们现在算男女朋友了吗？确切说是追求者和被追求者的关系。你不是说对我有好感吗？我对很多人都有好感。姐夫，你好可怜。我现在不想看到你。姐夫不会真生气了吧？他高兴着呢，回卧室是给我们腾交流空间。姐，你真要跟姐夫在一起？是。大姨和姨父那边怎么办？苏爷爷也不会同意。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，希望姐夫能扛住苏家与何家的压力。不用担心，陈浩宇不是一般人。躲在门后听了这么久，该出来了。正好饿了，走，请你们吃法式西餐，给小然接风。太好了，我早就想吃西餐了。牛排太好吃了，姐夫你太会选地方了。尝尝这个，7分熟刚好。这家的牛排太好吃了，姐夫你太会选地方了。随便挑，今天我买单。姐夫大气。别站着啊，挑一个放车上，平时看着也开心。我都这么大了，还玩这个？这个跟你一样，看着冷冷的，其实软得很。这边，车停在 B 区。姐夫，你开车技术好不好啊？我姐开车可慢了。那还用说，我当年可是差点去当赛车手的。少吹牛，赶紧开车回家。上车。怎么了？我们被盯上了，后面有尾巴，先上车，别回头。怎么办？别慌。抓好扶手。怎么样？我这技术是不是能去当赛车手了？先别吹牛，人家追上来了。看来是来者不善，真冲着我们来的。我马上叫保安。李小然，快给我下来，不然今天谁都别想走！真是一群亡命徒！他们还有同伙。听着，我开车引开他们，你们俩立刻下车，躲到那辆白色面包车后面的消防通道里，千万别出声，也不要乱跑，等我回来找你们。那你怎么办？没有你们两个，搞定这几个小毛贼轻而易举。陈浩宇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。让那小子跑了！老大，有那2个女人在，他们肯定跑不远。老三、老张，你们搜右面；大海，你跟我搜左边。 4个小毛贼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
在车那头，他在这里，快过来！鼻子挺灵，可惜脑子不够用。安分点！哎呦啊！糟了！反应不错。好险，差一点就中招了。10米之内，居然有人能躲过我丢出的石头！大海，别管他们了，你现在就走。大哥，那你呢？我自有办法脱身。想跑？留下吧！你也别想全身而逃！这小子点穴的手法，遇到大高手了，跟他拼了！好强的爆发力，居然是个入了暗境的超级高手。这么好的功夫不去军队效力，反而走上歧途，实在是暴殄天物。真太极？错，我这是自创无极拳。再来！这绝不是普通的暗劲，他才多大，怎么可能拥有这种修为？这一招不是为了赢我，他是想逼我往后退。不错，但到此为止了。他刚才根本没出力，现在他认真了。吃我一招8极拳，刚芒有余，后劲不足。再看看你还有什么底牌？你耍我！你根本没用全力！给我滚开！本来想给你最后一次收手的机会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这是什么拳？无极拳。我输了。浩宇，陈浩轩，你在哪儿？陈浩宇，你醒醒！你别吓我！你不是自称天地一神医吗？你平时欺我的本事哪儿去了？你起来救救你自己啊！哎呀，原来这母老虎早就对我放心应许了，这波挨打装死不亏。雨瑶，先别慌，他身上没有明显伤口，让我仔细看看。靠，这老狐狸眼太毒了，再装下去底裤都要被看穿了。浩宇，你没死！本来是没死，但差点被你抱得喘不过气，憋死了。太好了，陈大哥没事。苏总，我都这么拼命保护你们了，不给句英雄救牛救美的夸奖吗？混蛋！以后不许再这样吓我了，听到没有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陈浩宇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陈浩宇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李司长，我就是个会点拳脚的普通人。刚才那个刀疤脸太猛了，我差点没撑住。对了，他人呢？暂时失去反抗能力，已经送去处理了。那就是好。他功夫确实比一般人强，我最后只是拼着挨他一下，才勉强把他压住。是不是勉强？查一下路边那个监控就知道了。糟了，我纯魂本来是为了展现雨瑶的心意，顺便躲避静武司的盘问。我刚刚看不到你的呼吸，也听不到你的心跳，连脉搏都很弱，怎么监控一说你突然就醒了？陈浩一直在演吧？我都经历那么危险的场面了，哪还有心情演戏？姐夫，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，刚才真的吓死我们了。不用，受了点内伤，回去休息。雨瑶，小然刚才叫他什么？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？姨父，我们最近才确定关系，还没来得及告诉您和小姨。谢谢你救了许瑶和小然，
今晚这几个人牵扯到一起重大案件，形势非常凶险，我们追他们好几天了。现在看来，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小然，想借他逼我。至于我和雨瑶，他们根本没打算顾及。这些人太可恶了。对不起，小然，是爸连累了你。爸，我一直都以你为荣。现场视频找到了，您看一下。3分钟内摆脱4个人的围堵，其中一个还是有名的高手。陈先生，你这可不像只是会一点功夫。运气好而已。视频拍得很清楚，你一掌破了张茶的权势，他几乎没有还手余地。你刚才说2战俱伤，恐怕不太准确。陈浩宇，你就知道骗我，还不给我起来！不会给我。李司长，既然都没事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？还要麻烦你们去一趟警务司，你是为了救人，警方会如实处理。唉，我就知道躲不过。爸，姐夫不会有事吧？他是为了救我们才把危险引开的。不会，他不但不会有事，可能受到表彰。一个8级门硬拳高手练到这种地步，却走到这条路上，真是丢尽了习武之人的脸。陈先生，你也是国术界的人。不算，我属于道家一脉。可你的功夫明显在张茶之上，你练的是什么拳？我也是第一次用它应对这种场面，没想到效果还行。监控里那一掌绝不是还行2个字能解释的。这个年轻人，恐怕比今晚这起案子本身还要不简单。隔着屏幕都能感到这股爆发力，这个陈浩宇绝对不简单。必须查清他的底细，不能让雨瑶被他蒙在鼓里。爸，这都20分钟了，你们还没问完呢。陈浩宇不是普通人，我们需要给他做一份重点备案。姐夫为人幽默风趣，今天又从那几个危险分子手里救了我们，明明是个大英雄，怎么就需要重点备案了？那4个人牵扯多起重大案件，尤其是张茶。面对这种狠角色，陈浩金能在极短时间内控制局面，且丝毫不渗力。小然，这样的人若来历不清，我们就必须慎重。爸，姐夫他真的这么厉害？还来厉害？还有，不要随便叫人姐夫，这会影响你姐的名声。知道了。姨父，我认准他了。你知道陈浩宇过去做过什么吗？街头看相、替人调理身体，都因为不合规进去了。这样的人，你爸妈不会同意，我和你小姨也绝不放心。这些事他早就告诉我了。姨父，一个人有过不体面的过去，并不代表他现在就是坏人。没错，我也不相信姐国会是坏人。陈先生，你住在哪里？叠翠小区。你和雨瑶在一个小区？姨父，他一直跟我住在一起，我们早就同住了。同住？这事要是让苏家人知道，整个家非炸开锅不可。苏老爷子怕是要气的，直接把这小子赶出燕海。雨瑶，你真的决定了？想过后果吗？路是我选的，后果我自己承担。就算撞了南墙，我也绝不后悔。小然，你姐这里不方便，跟我回家。不方便我也住，我今晚就住我姐这儿，你回去跟我妈说一声。姨父，让小然住下吧，我们快半年没见，有很多话要说。行吧，拿你们没办法，我走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李司长，我知道您从心底里看不上我，觉得我这种有处罚记录社的人配不上雨瑶。如果不是我说今晚救了他们，您恐怕连正眼都不会看我。我说的对吗？对，我看过你的档案，对你过去的事确实不喜欢，但这不妨碍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救了小然和雨瑶。明白，但我救他们是自愿，不需要感激。另外，看在小然的面子上，您这2天气色不太对，出任务最好谨慎些，尤其别单独行救。姐夫，你这什么意思？陈先生，这是又给我看相了，那我要不要付你钱？不用，您信就多留个心，不信就当我没说。哼，好。如果这2天我真遇到麻烦，我请你吃。可如果什么都没发生，希望你以后别再拿这种话吓唬小然和许瑶。姐夫，你刚才不会真是在吓我爸吧？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他这2天避不过一点血光，位置大概在右臂。右臂？你别吓我！真是个不撞山墙不回头的主。姐夫，你干嘛吓我爸？我是好心提醒他，我就好小央的，没想吓他。再说了，他那点小麻烦还不至于真出大事。你把话说清楚，我姨父到底会怎么样？姐，你不是吧？这种玄乎的事你也信？我信，因为他看人的气色从来没错过。不用太担心，李司长最多受点皮肉伤，位置大概在右臂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你不是有护身符吗？能不能给姨父一个？你给他，他会带吗？他不当场扔掉就算给你面子了。表姐向来冷静，从不开这种玩笑，连她都这么相信陈浩宇，难道爸爸真要出事？苏总，别忘了，你还欠我一个2分钟的吻。忘不了，2年之内给你。选择权在我，不在你。德行，完了，自己这个高冷表姐，这次是真的彻底栽进去了。李副司长，
你还知道回来？我当然知道回来，不知道回来的是你那宝贝女儿。她不是去雨瑶那里了吗？雨瑶交的男朋友了，而且人已经住到她那里了。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今晚雨瑶和小若遇险，是那个陈浩宇站出来护住了他们。危急时候能站出来，至少说明他有担当。你听重点，这个陈浩宇过去不太规矩，还进过局子，我怎么放心？年轻时候走过弯路，不代表现在就是坏人。何况他今晚救了小饶。我感激他，但这人太不简单，我不放心。那我明天亲自去见见他。随你，但先别惊动苏家。我有分寸。昨晚的事儿你爸都说了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我已经说过他了。今天中午我过去见见你姐夫，当面谢谢他。还是我妈明事理，明明姐夫救了我们，我爸还要重点备案他。不过姐夫一早去了诊所，说有病人要看。他还会看病？会啊，我姐说他医术很高明，不然我姐那么挑剔的人，怎么可能看上他？那我更要见见了。走，去他的诊所。刘警官，怎么了？好的，李副司长受了点伤，现在在医院处理伤口，情况不严重，你别太担心。什么伤？要不要紧？右臂外侧被划开了一道口子，李副司长帮同事控制局面时被波及了。医生说只是皮外伤，休息几天。小姨，我们先去医院就行。妈，姐夫昨天说的就是右臂。走。别紧张，小伤而已，医生说过几天就好。昨晚人家提醒你小心，你还不当回事儿。爸，姐夫昨晚说你这2天会受点伤，还特意说了是右臂，分毫不差。陈浩宇真的看出来了。姨父，他这种判断已经应验过很多次了。这种匪夷所思的事，居然真的发生了。看来这个小陈，我今天非见不可了。兰姐，张总这个情况确实和生育有关，但不是1天2天造成的。他身体亏损的比较久，气血不顺。陈先生，你的意思是问题真在我身上？张总这边的问题更明显，不过你们不用紧张，这不是不能调，只是需要你配合。表面上只是精神差，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备孕状态。想要孩子，必须先把身体底子调回来。兄弟，你跟姐说句实话，有多大把握？非常大。但我不会说今天扎几针，明天就解决。你们要真想要孩子，就按疗程来。听你没乱夸夸太口，我反而放心了。我信你。费用方面，今天挂3000，后续如果调理确实有效，再补20万调理费。我不会看错人，只要真能让我们看到希望，这钱花的值。张总，放轻松。这绝不是普通的针灸。陈先生，我感觉身上有股热气在走，整个人舒服多了。有感觉就对了，别乱动。接下来我给你开个方子，连续喝1周，下周再来复诊。这段时间要避免过度亲密接触。要是你忍不住，治疗就没效果了。身体底子调顺了，备孕的机会自然会提高。明白，谢谢陈先生。兄弟，你这手针灸真是绝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姐记你这个人情。还行，调理身体的小手段而已，按时来，问题不大。姐夫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妈。林总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不用这么见外，就你和雨潇的关系，叫我林姨就行。您让我这么叫，李司长恐怕会不高兴。不用管他，昨天晚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他心里先入为主，这一点是他的不对。林姨，我喜欢您的性格。浩宇，我今天来是想亲眼看看你。雨瑶眼光那么高，能让他承认关系的人，我确实很好奇。那灵姨现在感觉如何？第一眼还不错，至于后面怎么要看你怎么对雨瑶。这个您放心，她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不会让她受委屈。你听说过苏家吗？没听说过，但能让您这么认真提起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苏家的确是庞然物，位置很高。苏老爷子父亲更是老一辈里很有分量的人。雨瑶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她的婚事从来不只是她一个人的事。所以他们想替她安排人生。至少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为他好。可雨瑶不是那种会任人安排的人。雨瑶会选姐夫，霸气。话虽如此，你想跟雨瑶在一起，就绕不开苏家。尤其是你的过去，恐怕很难符合我姐对女婿的标准。灵姨，雨瑶找的是丈夫，不是符合别人标准的人。就算没有我，也会有别人。只要她不愿意被安排，她和家里的矛盾就迟早会爆发。浩宇，我现在有点明白雨瑶为什么会选你了。那灵姨，这是支持我们？我只能代表我自己。至少在我这里，你暂时过关。徐老、徐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徐老，小陈，我们今天来是专程向你道谢的。能让许建国亲自登门道谢，这个陈浩宇到底还藏着多少事？徐老、徐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哦，是小玲啊，我们来找小陈有点事儿。你这是身体不舒服？没有，我也是来找浩川聊点事儿。徐老，您和浩川慢慢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徐老，徐总的事已经解决了，您今天来是另有事吧？有位老友的夫人因孩子失踪受了刺激，卧床3年都没醒来，多方调理都不见壮色，想请你看看。这种情况很复杂，我不能乱下判断。
也就是说，不是完全没有可能，只能说可以尝试。长期昏迷患者的情况非常特殊，没有人敢轻易承诺结果。如果家属愿意，我可以先看看。那我现在就带你过去。我不能直接去。为什么？徐老，治病讲究一个家属主动邀请。您和患者家属关系再好，毕竟不是直系亲属，没有家属明确开口，我贸然上门不合适。更何况我这么年轻，直接被您带过去，别人心里难免犯嘀咕，万一结果不好，你也会为难。你不是也有事找小陈吗？说吧。陈先生，上次是我态度不好，我先向您道个歉。过去的事儿就不用提了。徐总最近损失不小吧？确实亏得厉害，项目出了问题，桥也得重新修，违约金也赔了不少，公司元气大伤。吃一堑长一智，只要根基还在，未必不是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陈先生，我最近打算转去做网络直播公司，您眼光准，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方向？天眼开，只见他的财帛宫隐隐泛着一丝金光，一旦彻底打开，绝对会光芒万丈。我靠，这家伙可能有大财运啊！陈先生，否极泰来，什么意思？现在转去做新行业，如果后方还是一团乱，再好的机会也会被拖垮。核心岗位换成靠谱的人，资金别一次性压满，先小规模，只能做到这些，这个方向才值得继续。谢谢陈先生，我记住了。等了半个小时了，昨晚车坏了还在修，借来的这辆车开着还真有点不习惯。今天换香水了，挺好闻，随手喷的。你小姨今天来诊所见过我了。她怎么说？她说我暂时过关。那说明你表现还不错。何止不错，我觉得我已经拿下关键一票了。别高兴太早，我家里那边没这么简单。我知道，但只要你不松手，其他人再难，我也能慢慢面对。万一最后没有结果呢？你没有否认，而是进行了反问，这在心理学上说明你已经接受我了。我也有可能是在利用你。被心爱的人利用，哪怕没有结果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好吧，你赢了。这话是我从网上看到的，怎么样？这动作真是越来越熟练了，看来自己离转正的时间不长了。姐夫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我肚子都要饿扁了。谁让你赖床不吃早饭的？活该。这一系列动作竟然这么默契，看来我这个外甥女是铁了心要跟这小子在一起了。浩宇，你和徐老师怎么认识的？我看他对你的态度似乎挺不错的。这事儿雨涵知道的最清楚，还是他来说吧。那这次徐老找你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他是想让我给一个老领导的植物人家属看病。整个燕海能够让徐老称之为杨种不倒，应该就是我们夏国说退休的杨君胜将军了。啊，这位杨君胜很厉害吗？当然，他老人家在军中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小陈，如果你把杨朗老将军的夫人治好，那你以后在燕海前途将顺利很多。我没答应看病。为什么？一不叩门，徐老的关系再好，也只是个外人。我若是搞不定，那就尴尬了。难得你这么清醒，来，我祝你和雨瑶能够最终走到一起。小姨，你支持我们？我当然是支持你了。谢谢小姨。不用客气。雨瑶，在你们的事情上，我恐怕很难插上话。小姨，只需要您支持我就够了。下周周末你妈会过来给你外公祝寿，我会直接带着浩宇过去。我准备礼物。我们两个这是要大闹天宫呀！你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回答正确。公司临时来了电话，我得先带小然回去了。浩宇，下周你要跟雨瑶去给他外公祝寿，这件事可不小，礼物一定要认真准备。灵姨放心，我不会让雨瑶丢面子。这丫头嘴角的笑根本藏不住，看来是真的动心了。你外公喜欢什么东西？你真要给我外公买礼物？当然，我对你是认真的，你感觉不到吗？感觉不到。那就是我的问题，我会让你感觉到的。我外公喜欢古玩字画。古玩字画？他告诉我了，这就等于默认让我正式出现在他家人面前了。交给我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喜欢就是喜欢，藏着掖着多没意思。我可不是被几句好听话就能打动的人。那我就慢慢证明。
在梦里化身逍遥真人生活了100多年，这些宋元书画瓷器全是我当年日常用的东西。这条街上满眼看去全是不值钱的现代做旧工艺品，居然还敢卖成千上万，真能忽悠。你懂古玩？当然，对于宋元时期的书画和瓷器，整个夏国应该没有人能够与我相比。你就吹牛吧。里面有好东西。是一个价值几千万的超级大楼。你确定自己没看错？绝对没错，看我的。老板，多少钱？南宋官窑的青釉魁半玺曾经在一个拍卖会上卖出了3000万的天价，我这件只卖600万，不二价。你这个比肖历经千年依然可以保持这么好的品相，只卖600万，太亏了。要买你就买，不买你就走，废什么话？一件充满了阴湿之气的官小瓷器，应该是刚刚出土不久吧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位大哥，我对这玩意儿的来历不感兴趣，您最好不要有那种不该有的想法。目击之术。这位大哥误会了，不是国术界的人。这件笔血凝聚着强大的阴湿之气，一旦被常人买去，后患无穷。600万太高了，500万怎么样？你的拳头大，你说了算。你这话说的我好像是在仗势欺人似的。行吧，600万就600万。你不怕麻烦？你把活做这么漂亮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，能有什么麻烦？你不揭发我，算我欠了你一个人情。如果你同意，那就用这个玉如意与你的人情相抵，怎么样？这居然是一件在阴阳汇聚之地酝养了千百年的珍宝，比笔血贵重千百倍。你真的愿意把它送给我？是。这件玉如意对我很重要，我不好占你的便宜。这样吧，你把手伸过来，我帮你解决掉身体里的困扰，算是回报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做那个事有损阴德，我劝你以后换个营生。多谢救命之恩，我决定金盆洗手，回老家安度余生。你们之前到底在说什么？为什么我听得不太明白？不明白就对了。你的意思是不想向我解释，对吗？怎么会？那个人是个盗墓的，笔品和玉如意都是他从古人的墓里弄出来的。什么？你能小点声吗？我看了下那位大哥，没有牢狱之灾，可惜阳寿不永。我明白了，他之所以说欠了你一个人情，要送你玉如意，是为了感谢你没有揭发他，对吗？对。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这个玉如意千金难求。不要卖关子，给我说。这个玉如意是一把难得一见的珍品，将它放在家里，能够抵挡一切霉气。比如说你在外面受到病毒的侵害，你只需抱着它睡一觉，第2天就能缓解。真的假的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我们还有以后吗？别忘了，再过3个月你就要搬走了。要搬那是我们2个一起搬。我想好了，过段时间我去买一栋别墅，到时候我们2个在里面双宿双栖。呸！谁跟你双宿双栖？做你的春秋大梦。走吧，梦是要做的。苏大美女，我们去把这个笔砚卖掉。你不是说笔煞阴湿之气很重吗？对啊，但我刚已经把煞气搞定了。什么时候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我好歹也是一代天师，化解那种阴气轻轻松松。陈浩宇，我现在真不知道你哪一句话是真的。都是真的，你一定要相信，我对你绝不会有任何保留。哼，我才不信。好家伙，10多件宋元时期的民窑瓷器，搞收藏的果然都特么有钱。我是鉴宝阁的负责人于博，2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于先生，南宋官窑的青釉魁半玺，你们鉴宝阁收吗？官窑的青釉魁半玺，用这家伙不会是来碰瓷的吧？不过看这2人气质，这的确是一件难得的佳品。您的眼力不错，多少钱？价值太高了，我不敢定。您稍等，我们掌柜正在2楼会友，我马上请他下来。原来程老也在，行，我等。于伯，你可别看走眼了，这东西近乎绝技了。师傅，绝对是真的。陈医生、苏医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老程居然对这小子用您几称，这年轻人什么来头？程老，我刚刚淘了个宝贝，要是价格合适，我就卖给您了。陈医生，您直接给我打个电话吩咐一声不就行了吗？何必亲自跑这一趟？我本来不想打扰您，可现在还是遇上了。程老，您就给看一下吧。珍品无疑，品相绝佳，没想到还能再见一件。老程，真品错不了。陈医生，多少钱收的？5000块。太会装了，差点连我都信了。5000块？陈医生，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当然不是，卖我这玩意儿的是个农民，带了2件古董，我就用5000块买下了。2件古董？陈医生，能让我见识一下另一件吗？只是个玉如意而已，没什么纪念意义，我打算自己收藏的。老程，你到底买不买？当然买，谁也别跟我抢。老程，既然大家都看到了，理应价高者得嘛。就是老程，少来小兄弟，跟你是老相识，我肯定不会让陈医生吃亏。陈医生，上次那件拍了3100万，时隔多年，我出3600万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支付宝到账3600万元。程老，您这里应该不缺字画吧？我想买一幅。有，陈医生想要什么价位的？不能超过10万。不行，我是第一次给老人家祝寿，程老名节怎么能寒酸？太贵重了，我外公肯定不会收的。照你的要求，那还不如我自己回去画一幅呢。你若是会画就好了，自己画的肯定更有意义。程老，字画我不买了，我决定自己画一幅。陈医生，您还会画画呢？略微懂点，难登大雅之堂罢了。
您太谦虚了，我相信您书画水平绝对错不了。我们就不留了，两位慢走。老程，那个年轻人到底干什么的？竟然值得你这般放低神探去尊重？你们不懂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神人。你买这么多专业的材料，你不是真的要自己画吧？不过是一幅祝寿用的工作画而已，小意思。哼，希望你的画到时候能拿得出手。开什么玩笑？我可是逍遥真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区区一幅祝寿图，简直是手到擒来，怎么可能拿不出手？喂，徐老，有事儿？小陈，你的诊所怎么关门了？我出去办点事。我和我的老大哥已经在诊所门口了。哎呦，徐老，您这效率也太高了吧！我昨天才说一不叩门，您今天就带人过来了。若是我治不好，岂不上您的面子？面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一线希望。行，麻烦您那位老爷子等我20分钟，我立刻赶过去。得，我先把你送回家，再去一趟诊所。徐老和杨老的身份不一般，你还是先去诊所吧。那不行，在我这里你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人甭管是干什么的，都得给我靠边站。陈浩宇，你现在说话是越来越好听了。真心话当然好听。好家伙，哪怕隔着这么远，都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浓烈的杀伐之气。这气场比宋明老许，你输了，你这纯属是偷袭，让韦伯肯定。对雷时判断失误就会满盘皆输，你觉得对方会让你重新来吗？不让拉倒，这个小陈都快半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到？人家早就到了。小陈，你啥时来的？距离20分钟还有20秒的时候。年轻人有意思。徐老，这位应该就是杨老吧？你是不是听林家二丫头说的？是，灵姨告诉我，整个燕海能让您称呼老领导、老大哥的人只有一位，那就是杨君胜将军。小陈，我现在正式邀请您去给我老伴儿看病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？杨老，用不着这么正式，只要不是丧尽天良之辈，我都是能救则救。不过1万块结果如何，您都得付给我。没问题。中午我需要陪我女朋友吃饭，那咱们赶紧走吧。好，真是一个疗养圣地。小陈，你怎么看出这是一个疗养圣地来的？这里很明显是个阴阳之气交融之所，长期住在这里，能够在潜移默化间改善人的体质。如此高的身份，这么大年龄，还能自己亲手种点菜，这位老爷子身体挺硬朗的。爸，许叔，你们回来了。小陈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儿媳妇桂冰珍，冰珍，这位是小陈。小陈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在我的印象中，好像从未见过您。哦，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小陈，麻烦你了。应该的，我可以先去看一下老太太吗？当然。脉象虽然微弱很多，但胜在平稳。这不是身体原因，而是心理问题。他是不敢面对现实，不敢这件事。小陈，我们已经请了国外无数专家前来会诊，都没有任何效果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聪明，用这方式告诉我，如果方法和其他专家一样，就不用试了。那些方法既然不管用，那我们就另辟蹊径。这么做会不会发生危险？不会，我开始了。临兵斗者，阵列在前。此时不醒，更待何时？老婆子，你终于醒了。您知道自己是谁吗？我叫庄雨娟，是杏儿的曾祖母。老头子，杏儿被抓走了，你快去找啊！你别着急，我们已经全力去找了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听着里面像打雷一般？一点小把戏而已，老太太已经醒了。哈哈哈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能醒。先给老太太吃点流食，3天内少食多餐，慢慢调养。我已经让张姨去做了。老嫂子还认得我吗？老许当然认得，多亏你推荐了小陈，我才醒过来。我只是试一试，还是您吉人天相。若真有天护着我，杏儿就不会丢了，都怪我。老太太，您大梦初醒，最好不要太过激动。从面上看，你们的重孙子应该还活着。你说真的？小陈，你能不能算出孩子在哪里？陈先生，我求您帮我们找回杏儿吧。您这是要折我的寿？找不防杏儿，我都能不瞑目。老太太，我不是不想帮你们，只是玄门中有一门术法叫万里追踪术，只要有孩子的至心信物，就有机会找到他的位置。但此术极耗法力，也会折损施术者寿元。小陈，你已救醒他，找孩子的事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。以我的功力，最少能活到120岁以上，折算个3、5年寿元，倒也不是什么大事。这事儿我接了。真的，小陈，我们没有勉强你的意思。不过我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此事严格保密；第二吧，3天后让孩子父亲或母亲过来。我需要至亲信物，
第三，找到了再付300万，找不到我1分不要。就算找不到，我们也付钱。若是没效果，只怪我学不精。诸位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得回去陪女朋友吃饭了，咱们3天后再见。真是一位奇人。老许，你觉得小陈能够找回孩子的几率有多大？听他说话的语气，应该是8、9不离10。希望能够如你所料。走，咱们喝一杯。改天吧，老嫂子刚醒过来，需要好好照料。等过几天孩子回来，咱们再一醉方休。好。平时那股高冷劲儿都没了，现在这样，倒真有种人间烟火气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不出声站那儿看多久了？刚回来，看某位高冷大厨是怎么学做菜的。我自小无父无母，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在一个女人身上找到家的感觉。火是不是太大了？再炒糊，今天就只能吃白饭了。火不大，是你太投入了。我都站在这里5分钟了。那你还不进来帮忙？想看我笑话呢？我不是想看你笑话，而是想看你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苏雨瑶，在我眼中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。你没事吧？我感觉你今天状态有点不对。我没事，我自小无父无母，从未感受过来自家庭的温暖。刚刚我站在门口，看到你在厨房里炒菜的样子，突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。你可别笑话我。你不要在我面前隐藏什么，我能理解你。谢谢。完了，我的肉糊了，怎么办？好不容易快做好了。冰箱里有的是肉，我来做。你会做回锅肉？全国各大菜系基本上就没有我不会的。好吧，你厉害。你仅凭中医调理就能疏通郁结，唤醒昏睡多年的人，调理情志问题也这么厉害，也太出众了。只针对气机淤堵、神识困顿、情绪失调这类问题有效，解决各类病症，未来仍能收获极高的荣誉。各类国际医学奖项都有自身的评选标准，只是发展方向和我的行医理念不一样而已。对了，杨老没有留你吃饭吗？留了，我没答应。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跟杨老吃顿饭而不可得吗？在我这里，你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人甭管是干什么的都得靠边站。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对我这么重视？不用谢，将来嫁给我就好。看你的表现，这是肯定的。下午有事吗？我打算添置一台代步小车送给你。干什么？你以为我喜欢你送这些贵重物品？怎么会？你若是看重物质，我们也不可能走到一起。我只是想顺着心意对你好而已。你可真是够坦诚的，但是很抱歉，我下午约了青青去养生馆放松，晚上再碰面。没关系，你把证件给我就行。这份礼物花销太大，我不能收下，这是我的原则。我就知道你会是这个态度。好，我不买了，你去玩吧。今天下午我要在家里专心画画，等你晚上回来就能欣赏到我的大作了。我很期待。怎么会这样？所有修炼法门、控灵技巧早已刻入本源记忆，我的灵力根基也丝毫未损，为何会频频控灵失误？明晨，你这次千里迢迢来燕海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？叶前辈，我们八极门出了一个不孝之徒，名叫张茶。虽说早年间被师父逐出门坟，但毕竟有一段香火情。如今他在正当防卫过程中造成对方身亡，作为他的大师兄，我必须来讨个公道。是谁指使张茶离世？师父，是陈浩宇医生。我已经看了陈浩宇与张茶的对战视频，对方是个高手中的高手，前面10多招几乎都是在跟张茶周旋。当时张茶逃窜慌乱，身形不稳，陈浩宇看准空隙，只出了一掌便阻拦放倒对方。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，却说他不是国术界的人，这未免太荒谬了。我只知道张茶死在了陈医生手中，具体细节不是很清楚。我对陈浩宇没有任何敌意，只是想跟他切磋一下功夫而已。曹成，陈医生对我们叶家有恩，这个忙我们帮。叶前辈，我与陈浩宇之战势在必行，如果您顾念陈浩宇的人情，可以通知他一声，让他有个准备。给陈医生打个电话吧。是，师傅。喂，曹少，有什么事情吗？陈医生，您之前是不是在正当防卫中造成了张茶的死亡？有这么一回事，怎么了？张茶的同门师兄来我师父这里了，他想要挑战你。这简直不可理喻！张茶是个毒贩，不知道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2天前为了逃命，他更是计划去抓一个小姑娘做人质。如果不是遇到了我，他那个小姑娘已经遭到毒手了。若是让八极门的列祖列宗知道了，恐怕都会为有这样的后人感到羞耻。陈医生，稍安勿躁，您是什么意思？你告诉那位先生，我不是国术界的人，不接受他的挑战。还有，习武之人，德在前，义在后，这是国术界流传下来的祖训。八极门出了张茶这样的败类，他们最应该做的是在家里做检讨，而不是跑出来替张茶出头。陈先生，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？过分！我只是说话难听，而你们是做事难看。我告诉你，真把我惹火了，我会整理张茶全部违法线索，提交给执法部门，由官方依据公示相关案情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看来你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了。我是个医生，不是江湖中人。我只讲法律，不讲什么江湖道义。还有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若是敢找我的麻烦，我就第一时间报警，交由公安部门核查相关人员有没有涉案牵连。好了，就说到这里吧，再见。不对，我不想见到你，咱们最好是永不相见。陈浩宇，这件事我绝不会就此作罢。这位陈医生的嘴可真是太厉害了。明晨，现在你也听到了，陈医生的态度很明确，我劝你还是算了吧。曹兄弟，要不要挑战陈浩宇是我们八极门的事情，不管你与他的关系有多好，
我都希望你不要插手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是建议。家师与叶前辈是好朋友，我不想两家因为一个陈浩宇闹得不愉快。好了，明晨，现在陈医生已经明确拒绝了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自有办法让陈浩宇答应。如果必须要比武，我希望是在曹城的圣天剑体中心。好，我会在挑战书上写明圣天剑体中心。师傅，这八极门到底搞什么？竟然会为了一个张茶跑到燕海来找陈医生的麻烦？张远东这个人，他让张明晨抓住这个事情不放，无非是想把手伸进燕海而已。进军燕海，这跟比武有什么关系？他的八极门与普通国术门派不同，对商业极为重视。如今远东运输集团已经是市值100亿的大集团，燕海是夏国东部的一线城市，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。张远东早就想把分公司开到这里了。您的意思是，张茶的死给了他一个卷土重来的借口？没错，燕海大大小小的运输公司背后都有各大门派支持，只要张明琛能够击败陈浩宇，再依次挑战燕海其他门派的高手，那些运输公司就没有重运输在燕海的发展了。这个八极门还真是有些手段，师傅，你觉得会接受他的？任何人都有弱点，你再给陈医生打个电话，把我们的猜测告诉他，如何选择由他自己决定。叶老和你的分析应该是对的，张氏八极门就是想用张茶这事儿来找我的麻烦，然后以我为跳板，把势力延伸到燕海这个商家必争之地。只是他们选错了对象，把我当成了软柿子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若是他们真敢刻意纠缠、刻意刁难，我会坚守底线，依规应对，彻底厘清整件事的是非对错，让业内所有人看清何为正道本心。今天这家 SPA 的手法真不错，下次我们还来。是啊，正好放松一下。苏小姐，您好。你是谁？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是远东八极门的弟子。这个挑战书是什么意思？不会是像功夫电影里那样，两个武林高手相约比武的书信吧？您可以这么认为。张浩宇好像并不是国术界的人，你们为什么要挑战他？苏小姐，很抱歉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那你亲自去送给他本人吧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有这种东西？听大姨说，那个张茶好像就是那一派的人，不会……青青，等我一会儿，我给陈浩宇打个电话。到车上打吧，外面太阳大。哈哈，苏大美女，你这个电话来的真是时候。我刚刚画完了一幅祝寿图。现在祝寿图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给你下了挑战书。什么挑战书？是远东八极门一个叫张明晨的人要向你挑战，我怀疑他跟张茶过世的事儿有关。不用怀疑，张茶就是张明晨的师弟。之前张明晨找了曹成，被我给拒绝了，没想到他们还是贼心不死，竟然将挑战书发到了你的手中。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做美容？这说明他们图谋燕海不是1天2天了，早就把我的人际关系调查得一清二楚。不过是我倒霉，刚好张茶去世，给他们制造了机会。反正你又不是国术界的人，没必要接受他们的挑战。大不了我们就……雨瑶，你觉得他们找你容易，还是找你的家容易？他们找我送这张挑战书，是为了用我威胁你。雨瑶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对方刻意把挑战书转交你，大概率是想借你来施压，逼迫我应战。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。我是不是又连累你了？傻瓜，我愿意被你连累。我在跟你说正事儿，比武太危险了。张明晨是八极门门主，一身功夫达到暗境后期，在世俗武者里确实算是顶尖水准。雨瑶，要是我真的吃亏落败，你会不会养我？我会嫁给你，养你一辈子。太好了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那我到时候故意收敛实力，假装应付，顺势等你来负责，直接领证在一起。你到底有没有个正形？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我底蕴和寻常世俗武学完全不是一个维度，这些凡间武道手的招式在我眼里根不足为惧，应付这场比探轻轻松松。我身怀仙法天资，修行有道，区世俗武斗根本伤不到我分毫，只是不能让他知晓我的特殊身份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若是赢了，我就做你正式的女朋友。正式的女朋友？是能正式交往、光明正大在一起的那种吗？你给我滚！喜欢吗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这是我专门为你画的，也是送你的第一件正式的礼物。谢谢。
一幅画换美人的一个吻，我赚大了。是我赚大了，明天我就找装裱店把它裱起来，挂在我的卧室。以后每年我都为你画一幅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。雨瑶，看看我给你外公画的这幅祝寿画怎么样？能不能拿得出手？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琴棋书画我样样精通，就这2幅画也还只是我80%的功力而已。若是再好好练习几个月，我会画得更好。你既然这么多才多艺，以前怎么就混成了那样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的心性和福气都是极好的，和你在一起，我自然时运就来了。胡说八道！哼！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这幅画当做你外公的寿礼，到底够不够格？要不要再去买一些其他的古玩？没有什么比这幅画更让我外公高兴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在电话里说，只要我打赢了张明琛，你就做我真正的女朋友，这是真的假的？你先看看再说。先说再看，这对我很重要。你真的喜欢我吗？不是喜欢，是爱。我能确定，在这1个多星期的相处中，我彻彻底底的爱上了你。说实话，我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洒脱随性，唯独在感情上，我不敢玩，也玩不起。我也爱上你了。什么时候？你那次遇险假死的时候，我感觉天都塌了。也是那一刻，我才发现了自己对你的感情。你就是个坏。看来那次我做对了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这人的文化功底一般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你不觉得自己的关注点有问题吗？现在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吗？好了，今天几号？10号，比武时间是在后天。浩宇，我还是有些担心。该担心的应该张明琛，这次8级门挑我做垫脚石，算是打错了算盘。你真的要接受挑战？是我要挑战整个8级门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挑战8级门的所有人？我哪有这么傻？我会让8级门选出3个最能打的人，将他们一一击败。到时候远东8级门也就无话可说了。你行不行啊？我当然行。张明琛已经是暗进后期了，少贫嘴。我只对你贫嘴。张明琛让人通过雨瑶给我送来了挑战书，于后日下午3点在你的健体中心比武。牵扯到了雨瑶，我不能不应战。2个事情，第一，我会亲自写一封挑战书，挑战不是张明琛自己，而是整个远东8级门排名前3的高手。我会凭借实力正面击败他们，让8级门认分清安分守己，彻底打他们借机插手烟海事务的念头。麻烦你帮我将挑战书交给远东8级门，同时邀请烟海大大小小的国术门派前去观看。陈医生，请问您现在到什么境界了？这是秘密，不告诉你。第2件事，你借给我6位数。您是要与远东8级门 PK 这个吗？没错，我这次不要折掉他们的面子，还要让他们在资金上付出巨大的代价。陈医生，您这不是在骂我吗？这钱算我借的。你本来就不差这个东西。这样吧，等这场比武结束，我传你一套超脱世俗的顶级修身法门。陈医生，您说的是真的？他认真起来的样子还挺好看的。雨瑶，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我都没发出声音。我感官比常人敏锐得多，哪怕发丝微动，气流轻变，都能精准察觉到周遭的所有变化。那为什么我没有？因为你爱我的程度远远不如我爱你那么深。你又在说什么呢？你想不想练拳？我可以专门适配女子修习的凝身拳。练这套拳法有什么好处吗？这是一套流传1000年的古法强身拳法，可以激发身体机能，自保防身完全够用，更能调理气血气色，紧致体态线条，让人常年精神饱满，容光焕发。你不是骗我吧，陈浩宇？我现在是你男朋友，你总喊我全名，一点亲近感都没有。那我叫你什么？宇哥，或者老公，随便你选。想得美，我就叫你陈浩宇。我当然没有骗你。这套拳法核心在于疏导气血，滋养身心，养护效果远比护肤品、医美调理更扎实持久。你说的也太神乎其神了吧！你不用怀疑真实性，我用人格向你保证，句句属实。我这种完全没有功夫底子的普通人也能练吗？谁说你没有底子？你常年练习瑜伽，而且你从前练过3、4年跆拳道，根基不算差。你怎么知道？跆拳道确实练了3、4年，很少有人看得出来。我眼力不差，你日常走路抬手发力的细微习惯里藏着跆拳道的功底痕迹。你厉害，那麻烦陈师傅教我凝身拳吧。还有最重要的规矩，不准目无师长。是，陈师傅。完了。我好像给自己挖了个坑。哪有？你快教我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好，我先教你基础6式桩功。我不是陪你闹着玩的，你漂亮，多学一身本事傍身，能自己护住自己。哟，看不出来，你考虑的还挺长远。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肩膀彻底放松，腰背自然挺直，双脚扎实踩地。练桩第一步，身形绝对不能歪斜。喂，你是不是故意借机占便宜？好好教功，别耍小动作。天地良心，纠正站姿体态必须近身调整。我这是正经教学。你自己感受一下，身体是不是松快很多？咦，确实舒服多了。行吧，暂且相信你，继续教我。这就对了，跟着我的节奏，重心微微下沉，呼吸放满放匀，慢慢来。肢体舒展延展时，缓缓蓄力时，慢慢吐气，让气息跟随动作自然游走，不用刻意憋气，硬发力，足贴地气。初时人息未合，灵气如沙，聚散之中带着新手的生涩。数息微调，瞬间破境，身形气神彻底归一，灵力贴骨竹流转，一舒一敛，皆是武道陈雄的底蕴。他居然这么快就找准了发力节奏与呼吸契合度，
天赋远超想象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你骗不了我，你明明很惊讶，赶紧说实话。你的习武天赋、悟性都远超常人。看来有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男朋友还挺不错的。我身上的优点可不止这些，以后你慢慢就全都知道了。你能不能别总说这些打趣的话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难道在你眼里我一无是处？老婆，别这么古板嘛。你喊谁老婆呢？女士，请问是哪里不舒服，还是孩子身体有问题？陈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吧！大姐，千万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。孩子是不是精神状态极差，长期郁郁寡欢？是，我家孩子心里积压了太多心事，天天闷闷不乐。我听说您本事过人，能疏导心结，调理心神，我立马带着孩子赶过来了。孩子是长期高压缠身，心事淤积不泄，导致心神郁结，精气神被负面情绪困住，才会终日低落，萎靡无神。医院的检查报告给我看看。我诊所有规矩，每日接诊名额有限，心神调理的单次费用也不便宜。陈医生，他被这种低落情绪折磨太久，我做母亲的实在心疼。我破例一次，麻烦帮忙关上店门，我们去1号诊室做调理。你陪着孩子先坐好，不用紧张，我用专属静心法门帮他疏导调理。麻烦您了，陈医生，只要孩子能好，怎么样都行。你先到门外等候，我这套静心调理法需要绝对安静无扰的环境，外人在场会扰乱气场，影响调理效果，很快就好。孩子，不用害怕，放松身体，慢慢躺到床上就好。闭上眼睛，放空所有思绪，跟着我的节奏慢慢深呼吸，摒弃脑中一切杂念。你只是被心事困住了自己，不用逼迫自己事事完，不用纠结得失对错，放下心里的重担，让心神彻底松弛下来。现在彻底放空自己，进入静心冥想状态，沉淀心神，梳理所有郁结。醒来吧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浑身特别轻松，心里堵得慌的感觉彻底没了，脑子干干净净的，一点都不压抑了。我只是帮你疏导了淤积的心结，平复了紊乱心神，卸下了你过重的心理负担。后续想要彻底稳住状态，还要靠你自己放宽心态。出去找妈妈吧。孩子，你终于笑了。我已经帮他疏导心结，平复心神，但后续的陪伴和引导至关重要。不要给孩子过重的学习压力，多陪伴，多沟通，让他牢记合作，放松心态，好好陪伴孩子就好。人心郁结最是磨人，能帮人抚平心境困顿，也是一桩善事。张师兄，你暗中让人给苏雨瑶小姐递送挑战书，借机要挟，针对陈医生，手段未免太见不得光。不过是小小吓唬一下而已，就算陈浩宇不敢接战，我们远东八极门也做不出无耻为难人的事情。但你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惹怒陈医生了。怎么，他答应接下挑战了？没有，原来也只是个耍嘴皮子的小孩罢了。张师兄，你误会了，陈医生从不会被动挨打，这是他亲自拟定邮件发来的挑战书，我特意打印转交。他原话：若是八极门不愿应战，此事就此作罢；若是敢接，他会邀请整个燕海国术界所有门派到场观战，战与和由你们决定。混蛋！他这是公然欺我远东八极门无人！张师兄，数目不小，我劝你三思，回去和张师叔商议后再给我回复不迟。区区一个诊所医生，他拿得出这么多？我父亲欠陈医生一桩天大的人情，愿意全权出面为他周转担保。陈医生最出众的不仅是武道身手，更擅长疏导郁结，调理心神。日后我们曹家若有人心绪不宁，状态紊乱，还要专程请他出手调理。他这份本事远超业内所有人。你们曹家笃定他能赢？输赢我们不看重，这份人情必须要领。说实话，我们反倒希望这场比试能彻底分出高下。为何？陈医生的心神调理、郁结疏导之术，放眼整个燕海无人能及。日后家族子弟长辈若有心境问题，还要仰仗他出手相助。麻烦你转告陈浩宇，这场挑战我们八极门接了。张师兄，我劝你再三三思。不必，习武之人当勇猛精进，无惧强敌。我八极门从不畏战，替我谢过他的切磋好意。这一次，你们怕是彻底踢到铁板了。门派颜面在前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忍下这口气，必然应战。张远东大概率会亲自到场压阵，若是前2场我们这边全胜，他极有可能亲自登台出手。寻常世俗武者的修为，在我面前不堪一击。别说一个张东东，就算再来10人联手，也讨不到半点好处。我把比武的消息传遍整个燕海国术界，既然他们执意要分高下，我便陪他们战到底。雨瑶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别一惊一乍的。乐坛天后董飘飘来咱们医院精神科就诊了。董飘飘，她怎么会来精神科？不清楚具体情况，听说她状态极差，帽子、墨镜、口罩捂得严严实实，全程不敢见人。喂，哪位？
你怎么突然来我们医院了？我最近真的熬不住了，太难受了。我最近严重失眠，整夜辗转难眠，脑子胡思乱想，停不下来，神经时刻紧绷，整个人快要撑崩了。你没去燕都的顶级医院调理休养吗？遵医嘱休养吃药，一点好转都没有。你现在具体在哪儿？医院地下停车场，不知道谁走漏了消息，大门口围满了狗仔，我根本出不去。行，你在原地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刚刚打电话的真的是天后董飘飘？嗯，是她。你们居然认识？小学到高二，我们一直是同班同学。你运气也太好了，那你帮帮我，我想要5张他的演唱会门票，我爸妈、我弟还有我刚好5张。行，我帮你问问他。出来吧，没人。亲爱的，你可算来了，再晚一步我就要被狗仔堵到了。我带你去找个人，他最擅长疏导心绪，平复精神紊乱，一定能把你调理回来。欢迎。你身上缠绕着一团极重的负面心绪气场，问题非常不对劲。负面心绪气场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的意思是，他的失眠憔悴是被外界气场影响导致的？没错，这股杂乱气场日夜侵扰他的心神，损耗他的气血，再拖下去，不出几日，他的精神和身体就会彻底崩溃垮掉。我没有吓你，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夜夜失眠，难以入睡，频繁做压抑烦闷的噩梦？醒来之后越发焦躁疲惫，心神不宁。对，全部都中了。您怎么看得这么清楚？问题的根源就在你常年佩戴的这串小叶紫檀手串上。这串珠子你戴很多年了吧？9岁奶奶送我的生日礼物，10多年了，我几乎从不摘下来。你摘下来，逐颗触摸，细看，能发现有一颗珠子和其他珠子完全不一样。这一颗手感粗糙很多，颜色也比别的珠子暗沉发黑。这颗是乌木珠，外观和小叶紫檀相似，但质地更沉，是被人刻意换掉的。所以是有人暗中偷偷换了他的珠子。没错，对方刻意收集充满消极情绪的杂物，长期浸染这颗乌木珠，又放在闭塞压抑的环境中封存许久。珠子吸附了海量负面气场，自然就会这样。原来我日日噩梦，日渐萎靡，都是这颗珠子搞的。没想到有人会用这种阴私旁门的手段，暗中针对、消耗他人。这是蕴养多年的古玉，自带纯净安稳的祥和气场。我刚刚用自身灵力彻底净化温养，驱散了所有杂气。你把它放在枕边静养，体内残留的负面气场会被慢慢中和、收导干净。就这么简单就能调理好？别小看它，这般品相的护身古玉世间罕见。换做旁人出价百万千万，我都不会轻易出借。原来是稀世宝物。快进去休息，别再透支精神，越拖损耗越大。我马上休息。老婆，帮他收拾一间卧室静养。好。飘飘，住我房间，安静避光，适合休养。这颗珠子真的能持续影响人的心神状态？这种旁门小伎俩，靠着外物浊气扰人心神，上不了台面。这样就彻底干净了？能悄无声息换掉他贴身多年的手串，一定是他身边极度亲近，能随意触碰他私人物品的熟人。你提醒他，重点排查身边人。没错，外人根本没有机会下手，绝对是熟人蓄谋所为。看来他睡得很安稳，之前的失眠困扰应该缓解了。我们是现在吃晚饭，还是等他醒来一起？等等他吧，一起吃热闹些。哼。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耽误你们用餐了，我来帮忙打下手。不用，我来做饭就好，你好好休息。这古玉也太神奇了，我踏踏实实睡了一下午，一个噩梦都没做，整个人浑身轻快，太舒服了。你能彻底恢复状态就好。这宝物效果太好了，我可以。这是独一无二的护身古物，再高的价格我们都不会转手。小气，那借我用1个月总可以吧？没有它我肯定又睡不着。这事你得问陈浩宇。另外，你心里应该有怀疑的人了吧？我心里有数了，肯定是赵芷兰。半年前我当众揭穿他抄袭造假，让他口碑崩塌，名声受损，他一直怀恨在心，肯定是他买通我身边的人暗中算计我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会彻查到底的。姐夫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不行。你都不问是什么事，凭什么直接拒绝我？不用问，肯定是想打我玉如意的主意。我就借1个月，玉如意不借就算了，飘飘的难处你肯定会帮忙的吧？是不是想让我帮你找出身边背叛你的人？太聪明了，能偷偷换掉我手串的就身边2、3个人。小事一桩，
你把人叫过来，半小时之内我帮你精准找出真相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叫他们过来。叛徒早找出一天，我就早安心一天，一刻都不能等。您好，请问是陈浩宇先生吗？我是，三位请进，飘飘在里面等你们。飘飘，你彻底恢复了，之前憔悴萎靡的样子，可把我们所有人都吓坏了。我身上的怪病已经被我姐夫彻底调理好了。姐夫？这是我从小到大的闺蜜，这是她男朋友，就是我姐夫。原来是这样，太感谢二位了，真是帮了我们天大的忙。梅姨，有人暗中蓄意算计我，刻意毁掉我的状态和事业。什么人敢这么恶意针对你？有人偷偷换掉了我佩戴10多年的手串，用带负面气场的珠子日夜侵扰我的心神。能悄无声息接触到飘飘贴身物品换掉手串的，只有我们3个，不是我就是你们2个。现在主动坦白，我可以替你们求情。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，我不敢做这种事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我自己害飘飘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梅姐、飘飘姐，说不定是外人借重动手，不一定是我们。我不会冤枉任何人，也不会放过背叛我的人。我能感知人心气场，捕捉情绪破绽，片刻就能查出真相，不会冤枉任何人。周月玲小姐是你的贴身保镖，最为亲近信任，就从你开始吧。孙磊小姐，该你了。梅女士，最后麻烦你配合一下。我答应你，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拿下这场比试的胜利。他此刻心神完全松弛，心底杂念无处潜藏，你可以提问了。梅姨，是不是你换掉了我的手串？是。为什么？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醒来吧。飘飘，结果怎么样？梅姨，结果如何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还是上当了，对吗？我虽能凝神甄别，但从不操控人心。你表现出了反差的冷静。梅姨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如果我知道这颗珠子会彻底毁了你，拖垮你的事业身心，我打死都不会做。我信，你想害我有无数次机会，不会用这种手段。我儿子在国外被赵芷兰的人挟持胁迫，对方拿我儿子来逼迫我。我不怪你身不由己，但我们终究回不去了。你走吧，以后不用再出现，再也不用在圈子里立足了。飘飘，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你。张远东连夜赶来燕海，摆明了要亲自下场比武。前2场若是弟子都败了，他必然亲自登台。他亲自出手，只会输得更惨。邀请函都送出去了，全部送达。燕海所有国术门派无一缺席。很好，明日论剑堂，不见不散。陈医生，现场很多国术前辈、高手都想认识你，要不要上前结识一番？比武结束再说，我先上擂台熟悉一下场地。这就是8级宗师张远东，左侧是大弟子张明晨，右侧是2弟子张庆祥。不是普通宗师，他已经突破桎梏，迈入国术顶尖大成境界。他突破顶尖大成境了，新晋突破，实力强横，但境界不稳，掌控不足。张师兄，恭喜突破！你何时迈入顶尖大成境界的？叶师兄眼力依旧毒辣，近日机缘巧合突破桎梏，侥幸更上一层楼。我的天！燕海国术界又添一位顶尖大成高手，这等实力，放眼整个北方武道圈都是顶尖水准。完了，陈浩宇这下彻底没有胜算。年轻人，武道切磋，拳脚无眼，我劝你趁早认输。现在低头，我可以当做今日之事从未发生。前些天我去了一趟云顶别墅区，那里环境雅致，格局极佳，我准备在那里买一套别墅，作为我和女朋友的婚房。这与今天的比武有什么关系？云顶别墅区的一套别墅需要9位数，我没有那么多。此前约定的比武彩头太少，不如我们将这场武道切磋的彩头提升至9位数，敢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拿下这场比试的胜利。张师傅，你到底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打出这一拳？来了！不好！
脚下的木板全都被震碎了，这爆发力也太吓人了！难道他也是一个化境高手？姐夫太牛了！赢了就好。第一次发现这家伙原来这么帅，难怪苏婆子会喜欢上他呢。还好没有大碍。你师弟不行，不知道你这个八极门门主能不能接我一拳？我们看走眼了，想不到你的功夫这么好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不管你的功夫有多好，我都要打败你。你的力量还是太差了。你输了。为什么手下留情？夏国国术界出一个暗境高手不容易，更何况你还有机会突破化境。你没有伤我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但我要告诉你，等我习武有成，还会找你比武。随时奉陪。就是化境大宗师在我面前，也不过3拳2脚的事情。可笑的是，你们远东八极门为了在烟海立足，竟然想拿我立威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好大的口气！张老先生，你借助药物突破到化境境界，这属于投机取巧。真正自实力攀升到化境的大宗师相比，差得远了。充其量顶多算得上是个伪化境。那就让我这个伪化境试试你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接我一拳。好强的劲力！这股阴阳交融的劲力，只能硬拼了。咦，不错。张师兄，不要打了，你已经输了。你练的是什么功夫？道家无极拳。你是什么修为？我们道家的功夫与国术不同，没有具体的修为划分。非要对比的话，确实已经超过了化境。多谢告知，这一战我们远东八极门输了，约定的款项我会让人尽快打入你的账户。姐夫太帅了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厉害？苏婆子，我好像也喜欢上你男人了，这可咋办？你没希望了。不一定哦，别忘了你和陈浩宇之间还隔着苏家呢。要是你越不过去，那陈浩宇可就是我的了。苏家挡不住我，更挡不住他。陈先生，恭喜您击败了远东八极门。我本不想与之为敌，可坏事与愿违，我和远东八极门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。远东八极门的人向来睚眦必报，您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若是他们敢耍什么阴招，我不介意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陈先生，约定的首笔款项已经打入您的账户了。我看到了。曹少，这次多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我也是有私心的。帮我和雨瑶各办一张卡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晚上过来传你功夫。以你的资质，最多3天就能学会。陈先生，您的功夫这么好，有没有想过收几个徒弟？怎么，你打算另投师门？小心叶师傅揍你。我师傅非常开明，不仅不阻拦我学习其他门派的功夫，还鼓励我博取众家之长，像孙路微堂先生那样融会贯通，开创自己的武学。你有一个好师傅，我想正式聘请您担任我们圣天健体中心的总教习。我不喜约束。您不用天天来，每个月只要来3、4天就行，时间完全由您定，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这么好，那你打算每个月给我开多少工资？50万。你这健体中心这么赚钱吗？每月纯利润大概在200万左右。你给我1/4的利润，还不用我天天上班，我这便宜占的也太大了。您能轻松击败化境高手，称得上是国术界顶尖的存在。区区50万月薪，我都觉得亏待您了。行，这事儿我答应了。能有个月薪50万的工作，我也算是金领了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准备合同。不着急，明天晚上我过来教你功夫的时候，咱们再签合同。好，好。师傅，要不要我去干掉陈浩宇？师傅，要不要我去解决陈浩宇？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你觉得你能对付得了他吗？偷偷动手和光明正大比武不一样。我进入化境之后，五感比之前敏锐了10倍，不管外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哪怕只是一个带有敌意的眼神，我都能察觉到。陈浩宇的功夫比我高出太多，对危险的感知只会更强，想要偷偷对他动手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师傅，陈浩宇的功夫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我还试不出他的深浅。陈浩宇根本没有用全力，而且他的修为绝对在化技之上。 20多岁的年纪，功夫竟然如此强大，
难道世界上真的有武学天才存在？有，海外有不少化境修为的青年高手都突破了化境。听说他们经常在各种危险环境中磨练自己的功夫，只要能活下来，修为必然会有所突破。师傅，我想去海外。不行，你是8级门的门主，不能轻易涉险。正因为我是8级门的门主，才更要去。我已经停留在暗境后期多年了，没有外界的刺激，几乎看不到突破的希望。这事儿不要再提了。明晨，你让人把4亿打到陈浩宇的账户上，我们不能做言而无信的人。还有，没有我的命令，绝对不要去招惹陈浩宇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鬼鬼祟祟干嘛呢？同居这么久，你从来没锁过卧室门。我能有啥事儿？就是想安安静静看会儿书而已。解释的这么认真，这可不像你的一贯作风。起开，我检查一下。没什么好检查的，你到底找我啥事儿？小姨给我打电话了，明天上午我妈来烟海。距离你外公生日不是还有10天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她肯定是知道我们的事儿了，想在外公寿宴前单独找你谈谈。我这个未来丈母娘几点到？上午9点半抵达烟海机场。完了，我明天早上要去杨老那里，恐怕没时间去接她。想什么呢？我哪敢让你去接？万一你们在机场里吵起来多不好。不会的，就我这人的脸皮，怎么可能？喂，你干嘛？陈浩宇，你关着门在刻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。我能刻什么？这是在帮人找孩子。找孩子用得着关着门偷偷刻珠子？你跟我说实话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老婆，你能不能对我多一点信任？换你突然看到我关着门，在一颗珠子上刻别人的名字和生日，你不会多想？杨信，杨君胜的重孙，今年6岁。你觉得我会闲着没事儿去刻一个6岁小男孩的名字？谁让你平时总没个正形？对了，你这个珠子真的能找到孩子吗？不知道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用。希望能够成功。雨瑶，你可千万不要跟你妈吵起来，她这次来本来就是带着火气的。妈，这一路上您都已经说过6次了，您没有说烦，我们都听烦了。小姨，您放心，我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希望如此吧。姐，半年不见，我怎么看你年轻了不少呀？你是在说你自己吧？大姨好。小然都成大姑娘了，看来我们不服老不行了。大姨，您一点不老。若是我到您的年纪，能够有这么好的状态，让我少活10年都愿意。哎呦，你这张嘴跟你妈一样，糖度最少5个加号，比起你姐强多了。苏小姐，见到我不知道打个招呼吗？妈，欢迎您来燕海。你那个男朋友陈浩宇呢？他连面都不敢露吗？我老公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处理，等他忙完了，我会带他见您。你管他叫什么？他是我的男朋友，也是我未来的丈夫，叫他老公有什么问题？苏雨瑶，你还要脸吗？比起把女儿当成交易筹码的人，我的脸皮应该不算厚。姐，别生气，这里人多，咱们有事回家再说。先去他那里。好。这是你未来老公的资料，算卦行医，坑蒙拐骗，几乎什么都做过。这么一个劣迹斑斑的男人，你都看得上？苏雨瑶，你的眼光什么时候这么差了？我老公就是再差，也比姓何的那个人渣强。不说其他，光是他私生活混乱，就足够让我感到恶心了。他已经改了。妈，请您记住一句话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林青，你应该见过陈浩宇了吧？见过一次。你怎么看他？说实话，我很喜欢陈浩宇这个孩子。就因为他卖给了你几块翡翠？我还没有那么肤浅。那是为什么？幽默风趣，心地善良，有责任心，做事正派，这就是我对陈浩宇的真实看法。林青，你确定是在说陈浩宇？姐，想要了解一个人，光看冷冰冰的资料是不行的。你这幅肖像画是谁给你画的？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是工笔画中的人物画，带着一种自然随意、清新脱俗的意境，非常不错。姐，这幅画放到市面上能卖多少钱？这幅画的作者署名逍遥散人，没什么名气，就算质量很高，价格也有限。如果请这位逍遥散人的单独定制一幅肖像画，那就不一样了，破100万也不是不可能。100万？大姨，您没搞错吧？你大姨是晋城书法协会的副会长，怎么可能搞错？雨瑶，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？
我也想让他帮我画一幅。小姨，这个逍遥散人您也认识？我认识。谁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妈，您真笨，除了姐夫还能有谁？陈浩宇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老公琴棋书画、传统医术样样精通，区区一幅人物画算不得什么。他最擅长的其实是山水画。我能去他的卧室看一下吗？随便，他的卧室就是靠近门口的那一间，平时从不关门。这都是风水算命类的书，怎么，他还想重操旧业？浩宇是个非常念旧的人，这些书是他师父留给他的唯一念想。没事的时候，他经常拿出来翻读。就是把这些书全都背得滚花烂熟了，又能怎么样？妈，您看不懂，不代表别人看不懂。老祖宗的东西，历经数千年依然能够传承下来，自然有它的可取之处。姐，陈浩宇真的挺厉害，就连徐老都对他非常推崇。你说的是哪个徐老？当然是许建国中将。前几天我在陈浩宇的诊所里见到了徐老，两人的关系非常不错。徐老找他做什么？是为了请他给杨君胜上将的老伴看病。杨老和徐老亲自把他请到了疗养院。听说杨老太太已经醒过来了，精神状况好了很多。这么说，他也不是一无是处。他没去机场接您，是因为和杨老约好了今天去寻找杨家走失的那个孩子。怎么找？只要把这些书融会贯通了，应该就能找到那个孩子。若是陈浩宇真的帮杨老将军找到走失的重孙，那杨家就会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。不对，应该是2个。毕竟他还唤醒了杨老太太。林青，陈浩宇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肯这么卖力的为他说话？我看你们是中了陈浩宇的毒。苏雨瑶，你是不是在故意哄我？他的床上怎么连个枕头都没有？浩宇休息方式是打坐，不是睡觉，所以不需要枕头，甚至都不需要床。哼，苏雨瑶，你这个解释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妈，我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并不是在向您解释什么。你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别吵了。小陈，这就是你要的最详尽的夏国地图。这么大？这是军用地图，长5米，宽3.6米，行政级别到了村。挺好的，杨老，我们把它平铺到地板上吧。好。徐女士，我需要您提供一根您的头发丝，这样才能精准定位。没问题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都不要出声打扰我。落。孩子就在余家镇青山村。我去过余家镇，距离燕海只有200公里左右。孩子有什么胎记吗？没有。但是只要让我看见，我就一定能够认出孩子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对待收养孩子的那人家？如果对方是人贩子，我会把他们送进去；如果对方是老实人家，又对小信很好，我会给他们一笔钱，以示感谢。这就好。小陈，怎么了？不要紧，幸好孩子距离燕海不远，要不然我就得进医院待几天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孩子。杨老，青山村我恐怕是没有办法陪您去了。我们过去就行了。小陈，我这就派人送你去医院。不用，这是施展这种远距离追踪手法，消耗太大，回家调息一番就没事了。之前我以为要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，现在看来顶多半个月，我这次算是赚了。小陈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以后你若是遇到什么难事儿，只要不违法，我们杨家一定竭尽全力的帮忙。我希望这辈子都不要遇到难事儿。看我这张嘴，真是不会说话。杨老，事不宜迟，您还是赶紧启程去找孩子吧。好，我安排人送你回家。陈先生，真的不用去医院吗？刚刚这一路上我都在疗伤，你看看我的脸是不是比之前好看不少？确实。陈先生，您这是气功吗？算是吧。刘师傅，您是不是练过金钟罩、铁布衫之类的功夫？我练过鹰爪铁布衫。您现在每天晚上骨骼就会传来剧痛，对吗？对，您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是个医生，又会点功夫，看出点门道不奇怪。我在特殊兵种服役过，执行任务时碰到了一个高手，导致身受重伤。每到晚上，骨骼就会传来一阵阵刺痛。
那个打伤你的人最差都是个暗劲高手，他用暗劲伤到了你的骨骼，致使你压不住以前那些旧伤。您既然能看出我的问题，是不是有办法治好我？没错，天下间任何一门横练功夫，最重要的从来不是练功的法门，而是养身的法门。我可以教你，不过是以后的事情。你现在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调养，要不然你的身体将会出现大问题。我会向杨老辞职。没有这个必要，等你好了，可以继续做他的警卫。杨老是我爷爷的老领导，曾经救过他的命。我之所以能够做杨老的警卫，拿到每月1万多的津贴，都是杨老为了报答我爷爷的恩情。我一直在打调离报告，但杨老担心我的身体状况，就是不同意。现在你有办法治好我，杨老应该会同意我离开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想过要开个武馆。我可以介绍你去圣天健体中心，我是那里的总教习，你来做我的助手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给你开个药浴方子，连续浸泡1个月，你的问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。太好了，陈先生，多谢您。不用客气，刚才不过是运气调整了一下气息，装作元气大伤的样子而已，让他们知道我为了找孩子付出了很多，杨家欠我一个大人情。老婆，我忙完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在我外公家里。和阿姨没有起冲突吧？没有。那就好，要不要我过去一趟？今天就算了吧，你在家休息，抽时间我再带你见他。好，听你的。雨瑶，是你那个男朋友打来的电话吧？是。怎么不让他到家里坐坐？我挺想见一下这个小伙子。爸，我坚决不同意他俩在一起。你是不喜欢他的人，还是不喜欢他的家世？爸，你不知道他以前干了什么。我早就看了陈浩宇的资料，这孩子不容易，即使人生遭遇过重大挫折，依然坚定不移地资助孤儿院的那些孩子。他借受伤住进雨瑶家，还不是为了接近雨瑶？只要成了苏家的女婿，他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了。妈，他根本不在乎所谓的钱财权势，他拼命赚钱都是为了孤儿院的那些孩子。姐，陈浩宇的身家已经近11个亿了，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小然，你来说吧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江湖那套？若是雨瑶真的嫁过去，那太危险了。他是为了救我和小然才惹上麻烦的。他救了你，我们理应感谢，但并不代表你要以身相许。姓何的那个渣男没有救我，那你和爷爷凭什么将我许给他？你公公是什么意思？非要让雨瑶嫁给何顺东吗？非常坚决。那就让他去嫁。苏家既然已经没落到用女儿的婚事做交易的份上，我看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哼，何家那个大少就是一个花花公子，雨瑶交给他，那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。那也不能让他嫁给陈浩宇啊！明天我就去和陈浩宇登记结婚，就算将来过得不好，我也认了。你这是在故意气我吗？雨瑶，不着急，你明天上午把他带过来，我跟他好好聊一下。好。苏家与何家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公公的意思是，在建里升任地方高级管理岗位前，不能与何家交恶，所以只能委屈一下雨瑶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雨瑶的问题，他怎么就突然间喜欢上陈浩宇了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先接触一下陈浩宇吧，不管他的家世如何，只要人品端正，是真心对待雨瑶，我就不会有二话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恐怕你又要委屈一下，扮演一个恶丈母娘了。这不是正好吗？我可以借机试探一下这个陈浩宇的真实性情。顺东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林阿姨，听说您提前去燕海给林老祝寿了。对。那您见到雨瑶了吗？别提了，我都快被他给气死了。林阿姨，不用着急，您放心，我会亲自去燕海处理陈浩宇的问题。你要来燕海？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9点就到了。林阿姨，明天我想去看望一下林爷爷，您看方便吗？当然方便。明天雨瑶要带陈浩宇过来，若是你能全方位的打压住他，让雨瑶彻底看清楚陈浩宇的真实面目，那就更好了。没问题，林阿姨，我们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何家着急了。若是不能在何老生前与苏家联姻，何家未来的日子将会非常难过。不管怎么样，绝对不能把雨瑶嫁到何家。您放心，我公公也是这么说的。那就好。刚刚你让何顺东打压陈浩宇是为了试探他。没错，若是陈浩宇连他这一关都过不了，那就彻底离开雨瑶最好。雨瑶好不容易喜欢一个男孩，希望他不要让我们失望。跟你妈吵架了？她对你有极深的偏见。很正常。一个母亲在得知女儿喜欢上一个进入过看守所的男人后，若是表现得无动于衷，那才是大问题。现在有个人应该可以帮我。你是说杨君胜上将？没错，
杨老的儿子是省级主官，杨家本身实力不在苏和两家之下。等他找到了自己的重孙儿，我就去向他好好请教一番。你为杨老找孩子，是不是也有这层考虑？没办法，我是个孤儿，家世与你差得太远，只能依靠外力来弥补这个巨大的差距。总不能让你为了我去跟自己的家人决裂吧？谢谢你这么为我着想。这是应该的。曹总，久等了。陈医生，您看一下这份协议，没问题的话，咱们立刻签约。什么协议？你怎么没告诉我？主要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我能看一下协议吗？当然。曹先生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上面的条件未免也太好了，简直就是给人送钱啊！苏小姐，陈医生击败了一位化境大宗师，足以称得上是夏国国术界第一高手。别说50万了，就是100万，我们盛天健体中也是只赚不赔。你觉得呢？我答应做这个总教习，主要是希望能找到几个好苗子，把我师门的武学传承下去。陈医生，你觉得我能不能传承您的师门武学？等你什么时候练到化境再说吧。放心吧，你是个不错的功夫苗子。等你达到化境，我会从中选出一套适合你的武学。多谢陈医生，不，以后我就叫您老师了。你这是要赖上我呀？没错，老师，我就是赖上您了。曹大少爷，你这厚脸皮的劲儿倒是跟我挺像，这说明我们是臭味相投。妈，他是我男朋友陈浩宇。阿姨好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顺东是专门来给你外公祝寿的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我当然有意见。雨瑶，好久不见。我希望咱们永远都不要见。苏雨瑶，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？妈，我带男朋友过来，主要是为了看望外公，不想跟你吵架。你好了，小妍，来者是客，我们都应该以礼相待。知道了，爸。刚刚我和小何聊起茶道，小何在这方面造诣颇深，让老头子受益匪浅。林爷爷过奖了，只是我爷爷喜欢喝茶，我跟着耳濡目染，不敢称造诣。小陈，你平常喜欢喝茶吗？喜欢喝些绿茶。巧了，我们现在喝的就是绿茶，你尝尝味道如何？好茶。不知陈先生觉得这茶好在哪里？雨后清风过竹林。漂亮，说得太漂亮了。看来陈先生对茶道也很有研究呀。我只是单纯喜欢喝。老祖宗发明茶字的时候就说明了一切，人在草木间。不管什么茶，只要能让我们感受到草木悠悠之情，那就是世间最好的茶。说得太好了，人在草木间，这个解释真是妙不可言。喝茶不过是小道而已。爸，您可能不知道，顺东19岁就成立了连锁酒店，现在东来客栈已经遍布北方12个省市。他还创立了紫气东来俱乐部，光是会员费每年利润就高达1个亿。是吗？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！小何，跟你一比，我这把年纪真是白活了。林爷爷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这都是沾了家族的光，不像您，您是真正的白手起家。我最佩服的就是您这一辈人的开拓精神。你说的我这张老脸都要红了。陈先生，不知您在什么地方工作？我和雨瑶是同行。你不过是开了个小诊所而已，就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诊所也好，医院也罢，都是救死扶伤的地方。阿姨，我与雨瑶情投意合，还请您能成全。陈浩宇，我和雨瑶已有婚约，你难道还要抢婚不成？何先生，两情相悦才是男女在一起唯一的条件。雨瑶，只要我们结婚，我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爱上我。昨晚很忙吧？你说什么？印堂灰暗，眼圈发黑，精神萎靡，这都是长期作息不规律、身体严重透支的表现。你在污蔑我！是不是污蔑？你自己应该很清楚。你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，若是依然不加节制，不出半个月，你的身体机能恐怕会出现严重衰退。我老公在看病方面从未出过错，我劝你还是去医院好好查一下吧。雨瑶，你不要听陈浩宇胡说八道。如果你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，可以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，只要查出你没有问题，我保证让我老公向你道歉，同时赔偿你1000万的名誉损失费。
苏雨瑶，你好歹也是个大家闺秀，让客人跑去查体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我不喜欢这位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客人。老公，我们走。顺东，你去给我查一下陈浩宇的诊所，明天我要单独跟他谈一谈。好的，灵姨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看何家的意思，他们似乎想要在换届之前逼迫我与何顺东完婚。何顺东的身体出了大问题，急需好好休养。只要让他跟我一样在医院里躺个100天，那一切也就万事大吉了。你要对何顺东出手，这不行。万一何家查到是你，那就麻烦大了。何顺东的身体本来就出了大问题，哈哈哈。为了面子，他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去医院就医。我帮他个忙，让他不得不接受治疗。何家应该感谢我才对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什么都不做，等着气急败坏的何顺东来找我。到时候，我自有办法。爸，事情就是这样。陈浩宇太嚣张了，根本没把我们何家放在眼里。凌言在演戏。爸，林姨一直在为我说话。他和雨瑶的矛盾看起来也不像是假的，怎么会觉得他在演戏呢？凌言在处理女儿婚姻的问题上，与平日的精明睿智差了太远。我基本上可以确定，凌言是在演戏，在拖延你和苏雨瑶完婚的时间。爸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过几天，你爷爷会亲自去苏家提亲，争取在换届前让你们完婚。太好了，爸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那个陈浩宇是怎么回事？之前苏雨瑶出了一次车祸，撞上了陈浩宇，他在医院里躺了3个多月，很有可能是雨瑶找的假男朋友，想用他来解除我们2个的婚约。想得美！你找到陈浩宇，给他一大笔钱，让他滚蛋。不行啊，爸，陈浩宇是个功夫高手，在一场比武中击败了远东8级门，赢了10个亿，想要用钱打发他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既然是个功夫高手，那就让你吴叔去一趟烟海吧。不管怎么样，苏雨瑶必须要嫁到我们何家。哈哈哈，小陈，我来给你报喜了。杨老，看您这样子，肯定是有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我呀。没错，你那个独家追踪方法简直太神了。我们昨天去了青山村，虽然小信离开了3年，但我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孩子。然后呢？我让医务人员给孩子抽了血，当场做了检测，他就是我那个可怜的重孙。杨老，以茶代酒，恭喜您找回孩子。小陈，是我们杨家应该好好感谢你，没有你，恐怕这辈子我们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。也许这就是我与你们杨家的缘分吧。没错，这就是缘分。对了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早就没事了。通过这次施法，我发现了这门万里追踪术的一些奥秘，那就是被追踪者距离我们越近，对我们施术者的影响就越小。幸好孩子跟我们只有200公里的路程，若是相隔几千里，恐怕我就得在医院待上几个月了。只要你的身体没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小陈，这是300万的诊疗费，还请收下。杨老，钱我不要了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这世上还有你搞不定的事情，说来听听。燕都苏家，您应该不陌生吧？当然，我和苏老虽然不在一个系统里，但关系还算不错。怎么了？我和苏老的孙女苏雨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您知道，我是个孤儿，没有什么长辈，而苏家是高门大户，若是不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帮忙上门提亲，实在是有些不合适。小陈，你应该知道苏家与何家联姻的事情吧？您放心，我会搞定何家，让他们心平气和地解除婚约。到那时，我再请您帮我提亲。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刘猛的。猛子跟我说了，你能治好他的病，还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，我真的是非常感谢。只要您不反对就好。我和盛天健体中心的老板谈过了，刘猛身体复原后会在那里交权，月薪5万，足够他生活了。刘猛能够得到你的青睐，真是他的福气。本土国术没落，能出一个刘猛这样的暗劲高手不容易。我主要是想给国术界多留几个活。阿姨，外面有人一直盯着这儿呢，咱们这戏该怎么演还得怎么演。这件事不要告诉雨瑶。我明白。阿姨，我是真的爱雨瑶。放开，离我女儿远点。吴叔，什么情况？陈浩宇与凌言似乎闹翻了。这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哼，一个进过数次看守所的人，苏家能看上才怪。我去会会陈浩宇。好，您小心。不是说夏国国术已经没落了，怎么还有这种高手？我来看病。扫这儿，3000。现在可以看了吗？看完了，你没病，可以走了。你在玩我？别说的这么难听，
是你先来消遣我的，我是一报还一报。我要跟你打一场，我赢了，你立刻跟苏雨瑶分手；我输了，立刻走人。何家让你来的？是又怎样？何顺东自己做鸵鸟，把你这位画境巅峰的高手推了出来。这规则也是他想出来的吧？我赢了屁好处没有，输了老婆就没了。换成是你，你会打吗？不会，但你没有其他选择。刘猛你认识吧？比起你，他倒是差了不少。你认识我师弟？他的伤只有我能治。你若是对我动手，他的死活我可就不管了。你不配做个武者，简直是在侮辱你的师门。我是个道士，压根儿不是什么武者。况且我师门就剩下我一根独苗，侮辱就侮辱吧，无所谓。我知道你是圣天剑体中心的总教系，你不跟我打，我就去挑战圣天剑体。尽管去，刘猛也已经在那儿签约了，到时候你可千万别留手。他嘎了，我们还能少支付5万的月薪。真卑鄙！真卑鄙！若是你治不好刘猛的骨伤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这个家伙挺有意思。老苏，什么事儿？老姨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她向上面推荐了我，还提到了杨老。是陈浩宇帮了我们大忙。雨瑶找的那个男朋友，他怎么可能和杨老扯到一块儿？杨老估计知道他和雨瑶的关系，才向老一递了句话。有了老姨的推荐，我的成功率至少高了30%。何家呢？有了老姨的推荐，何家已经无法左右战局。不过雨瑶与何顺东的联姻得妥善解决，毕竟这次是我们理亏。陈浩宇说他有办法处理。什么办法？他没说，不过看上去十分自信。老苏，这个年轻人深不可测，抽时间你跟他见一面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雨瑶啊，你这到底是找了个什么老公啊？老公，这人就是你说的刘猛吗？他的鹰爪手似乎非常厉害。马马虎虎吧。刘师傅，您的鹰爪手实在是太棒了，若是同台较技，我恐怕连3招都接不住。过奖了，与真正的高手相比，我这功夫差远了。各位兄弟，我隆重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刘猛刘师傅，一身鹰爪铁布衫，天下无双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圣天剑体中心的教习，大家掌声欢迎。还有件事要宣布，我们很荣幸请到陈浩宇先生出任圣天剑体的总教习。他和远东8级门的比武，你们都见过，这份身手世所罕见。陈老师上台讲2句吧。我要拜你为师，陈老师，我想学拳。您在比武场上的游姿简直帅呆了。去吧。帅呆了，陈老师，您的功夫是天下第一。我这一脉名叫逍遥宗，创派祖师是逍遥真人。他老人家在116岁的时候创出了这套无极拳，取的是无有穷极的意思。陈老师，我们能练吗？无极拳不仅仅是武学，更是道法，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练成。你能打一遍给大家看看吗？无极拳重内不重外，就算打100遍，你们也看不出其中的奥妙。不过既然做了圣天剑体的总教习，总不能让大家伙失望，给大家演示一套降龙掌吧。我的天，这还是人吗？金刚立柱都能一掌拍断，这得是多大的力量啊！太霸气了！老师的降龙掌刚猛到这个地步，实在是有些触目惊心，很难想象世界上有谁能够击败他。我也这么觉得。陈老师，我能学降龙掌吗？只要人品没问题，谁愿意学我都可以教给他。不过有2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一是要有画境的修为，2是加入逍遥宗，正式拜入我的门下。第2个条件没问题，可这第1个条件太难了。陈老师，我们是不是永远都没办法学降龙掌这样的功夫了？这本来就是逆天而行，若是强行修炼，轻则全身瘫痪，重则能去跟阎王爷喝茶。那能不能学其他次一等的功夫？我可以教大家一些增强气血的基础性功夫，基础练好了，可以不断进阶深造。我今天大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小猛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陈老师给我开了个药浴方子，连着泡了2个晚上，现在一点都不疼了。陈老师，你说的是陈浩宇？也就是说陈浩宇已经给你治疗了，对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你的身体能够没事儿，我很欣慰。就不应该这么快治好你，这下他倒是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原来是刘师傅的师兄驾到，真是有失远迎。曹关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我叫吴英强，此次是陪何先生过来的。原来如此，我叫曹成，是圣天剑体中心的老板，不知道何少光临，所谓何事？找他。不知道何少光临，所谓何事？找他。何顺东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雨瑶，婚事是2家老爷子定下的，不是你想取消就能取消的。只要你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这场婚约自然就会取消。可我同意。你这些年祸害了多少女孩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若是不想让2家关系破裂，劝你主动一些，免得到时候太过难看。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有这种事儿？这下子有好戏看了。打了我们何家的脸，
你们苏家会有天大的麻烦。如果苏家需要靠我联姻才能活下去，那早就不存在了。何少，苏小姐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就请离开，我们要练拳了。我这次过来要挑战你们圣天剑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上午陈浩宇不敢接受吴叔的挑战，没办法，只能来这儿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次向他挑战。大师兄，你这是在助纣为虐！何家出钱救过我的母亲，我答应要为他们卖命5年。我能感应到陈先生的功夫了得，是我求而不得的好对手。大师兄，别打了，你打不过陈老师的。我已步入化境巅峰，陈先生，当着这么多学员，你不会还想做缩头乌龟吧？吴师傅之所以不跟你比武，不是因为怕了你，而是条件不公平。你想要什么？若是我赢了，我希望何家能够主动取消与我老婆的婚约。做梦！你不相信吴师傅能赢，何必让他来向我挑战呢？雨瑶，他把你当成了赌注，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。你跟着他，早晚都会后悔的。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，我相信我老公会赢。你要是敢，就签了对赌协议；要是不敢，就立刻离开，别影响我们练拳。苏小姐说的对，不敢的话就赶紧滚蛋。他们是在用激将法激你签订对赌协议。你有几成把握打赢超宇？1成都没有，连1成把握都没有，那还打个屁！完了，老婆，和顺都没上当。很正常，他是个渣男，又不是傻子。吴英强人品不错，功夫也厉害。如果比武不能了结2家的婚事儿，我想把他弄来做逍遥门。你想用我换吴英强？当然不是，你看着就行了。陈先生，我只是何家一保镖，苏何2家的事情我无法代治。同为习武之人，我只是见猎欣喜，想与您比试一场而已，还请成全。吴师傅，比武可以，必须要有一个彩头。什么彩头？你来砸场子，让我们圣天剑体中心上上下下非常不开心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输了，那就离开何家，来做我们这里的教拳师傅。能和大师兄一起工作，真好。要是他肯在这里教拳，再加上深不可测的陈浩宇，圣天绝对变得翻天覆地。除非何家人同意，否则我不能答应。那就没办法了，你们那就滚吧。陈浩宇，如果吴叔赢了，你就会远离雨瑶吗？那不行，顶多1年之内不会和雨瑶领结婚证。你啥意思？老婆，相信我，这场比武我吊打他。好，这场比武我代何家答应了。曹老板，拟定协议吧。我马上拟定对赌协议。老师，吴师傅，2位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我没问题。何少，你最好给你父亲打个电话。这点小事儿，我还做不了主。放心，吴师傅，我对你的功夫很有信心。吴师傅，不要放水啊，让我看看传说中的化境巅峰高手到底有多厉害。得罪了。哇塞，好厉害！这就是化境巅峰高手吗？简直太牛掰了！怎么可能？竟然有人能将龙拳练到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！一掌击败化境巅峰高手，这绝对是天下第一！带降龙2个字的掌法都强大的不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努力，争取能学到降龙掌。大师兄，没事吧？陈先生在最后收手了，否则我已经……知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功夫？怎么会出现龙吟？降龙掌是1000年前天下第一高手逍遥真人创造的顶级武学之一。难道还有更厉害的武学？陈宗主的镇邦武学是无极拳，降龙掌还要次一级。承让了，我习拳30多年，到化境天峰自认无敌，今日方知坐井观天，佩服佩服。欢迎吴师傅的加入。我明白，何少，再会了。吴叔是故意输的吧？你在侮辱我！你想干什么？你辱没武学大宗师，若成法制保护，仅凭此言，吴叔父能把你挥扬喽。放他走吧，我会亲自与何家解释。功夫再高也怕菜刀，给我一支现代武器，能把你们全扫成蜂窝。屁话真多。哼，陈浩宇，你个野种，想当苏家的乘龙快婿，做梦得了。骂我，正好借机接近他，把劫脉针法留在他身上。找死！放开何少！大胆，何顺东，拿命来！老公，别冲动，若是把他杀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还不快滚！你在等什么？还不赶紧走！快走！好了，大家开始练拳吧。吴师傅，咱们去会客室聊聊，如何？
好，欢迎吴师傅正式成为圣天健体中心的拳师。大师兄，咱们又能在一块练武了。这是我的荣幸。陈先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。你想问我是什么修为，对吗？没错，自身境界我也难以自辩。化境之上为丹境，丹境之上乃刚境。你一掌败我，修为至少比肩刚境。我卡在化境巅峰年，听闻小猛岩贵派武学高深，不知陈先生可否指点一二？欲学降龙掌这等顶尖武学，须备2事：其一，修为达化境是根基；其二，入我逍遥宗成为真传。我愿意加入逍遥宗，拜您为师。真是个武痴，敬茶吧。请师傅喝茶。师傅，请。师傅有点突兀。这样吧，我叫你老吴，你叫我老师。是，老师。好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咱们逍遥宗的大师兄了。二位不是逍遥宗的人吗？只有化境高手才能成为逍遥宗的真传弟子，标准是不是太高了？陈老师，你有没有想过将逍遥宗的功夫发扬光大？没有，我想要自在一点。你能眼睁睁地看着好功夫失传吗？说的有道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提议您于健体中心重旋逍遥宗牌匾，效仿名门，广收门徒，传承宗门武学。我最多收12个徒弟。世上高手寥寥，望您稍稍放宽入门门槛。说得对，化境挥缺，我自行培养；化境为真传学顶尖武学，暗境为内门做储备。那明境武者呢？连暗境修为都达不到，哪有资格入我逍遥门下？那您还有其他要求吗？有教无类，品行端正，有心向武，资质尚可，便可受益，不问出身门派。如此说来，家师门下弟子若有意，皆可学习逍遥宗武学。当然。可我愁的是数十套武学尽存脑中，整理成册需2、3月，费时费力。这不简单，录视频啊！今日起封你为传功长老，则30门武学录制由你保管。没问题，里面有无降龙掌之类的功夫。顶级功夫只能亲传，就这么定了。曹成，还差12招练体术，今晚练完，明晚录视频，兼授老吴降龙掌。你真要重新立起来呀？我必须担起责任。老婆，你可要加油了，争取把冰玉功练到大成。那是什么境界？国术分2道，一修肉身，打破虚空，见神不坏，授予150。此道女子先天吃亏，难修成；二修心神，至诚可预知吉凶，是圣人境。如遇暗藏凶险，常人无感，自身却能明明察觉避险。第6感？对，至诚之道的人却能完全掌控。太厉害了，我能做到吗？我会帮你的。太好了，那以前有多少人练到至诚之道了？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，但老婆你天资聪慧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哼，谢谢你啊。别忘了我明晚的演唱会啊！忘不了。董大明星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搬走？明天早上。太好了。陈浩宇，你就这么盼着我走吗？废话，这么大个电灯泡，谁能高兴？哼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模样。董飘飘，就凭这一句，你的清纯人设要崩掉喽？无所谓，姐靠才华吃饭，不靠人设。牛叉。好了，飘飘，等你结束，一起去庆祝一下，如何？必须的。少来，每次都是有事儿才想起我，谁让你对我最好嘛？董飘飘，我发现你这脸皮比我都要厚不少。谢谢夸奖。不扯了，我去书房写东西。观察了这么多天，我发现他真的挺不错，可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属于我的就是我的，你别看他平日傻了吧唧，眼光可高着呢。我真为你高兴，等你结婚，我给你做伴娘。我们举行道家婚礼，没有伴郎伴娘，那是什么流程？不知道。这人的专注劲儿真奇怪，这都没发现我，真是个工作狂。怎么还没睡？看你灯还亮着。不用管我，快去睡吧。我陪你一会儿。12门功夫的修炼要点总算完成了，就在这儿好好睡吧。浩宇，醒醒！青青刚发信息给我，说何顺东昨晚在一个外国女人身上晕倒，直接被送进了急诊。这事儿与你无关。老婆，我又不是神仙。太巧了，你之前说要让他出丑，结果真出事了。我靠，连你都认为是我做的，那何家会不会也这么认为？以何家的势力，想要调查我很简单，真是百密一疏。我明天去医院上班，
刚好去打探一下情况。怎么又上班？不是调整了吗？医院上午比较忙，我闲着没事不好。作为康安医院的第2股东，我真欣慰啊。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练拳。不愧是天才，才4天就把冰玉拳打得有模有样。要不是我直接得了逍遥真人的传承，纯比资质我还真比不过他。董飘飘，你干嘛老这么看我？陈浩宇，你是个医生，应该知道讳疾忌医的故事吧？当然。你要是有毛病，就去看一下。几个意思？飘飘，他的身体好着呢，你有话直说，不要打哑谜，行不？你昨晚是不是在他书房待了一整夜？我睡着了。你在书房，他睡沙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想说什么？这么个大美女陪了你一整夜，结果你自己跑去睡沙发了。陈浩宇，你还真是逊啊！董飘飘，你给我闭嘴！都什么年代了，你们还那么纯情，我也是服了。服药过多导致精神紊乱，极大概率变成植物人。雨瑶，我问过周老师了，这小子就算醒过来也废了，恶有恶报。出现了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婚约就无效了？如果还要点脸，他们就得主动解除婚约。嘘。喂，妈。雨瑶，你在康安医院吗？刚到不久。妈，你是不是要问何顺东的情况？对，他怎么样？吃那种药物过多，极有可能成为植物人。方便出来吗？陈浩宇诊所的斜对面有一个聚源咖啡厅，我想跟你聊聊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的婚事应该是有变化了。青青，我需要用一下你的车。赶紧去吧，那真是恭喜你了。妈，出了这样的问题，您是不是有些失落？我为什么要失落？你不是一直都很看好何顺东，想让他成为你的女婿吗？雨瑶，你阅历太浅，在涉及到自己的时候，你得学学陈浩源。你私下见过我老公？看来他并没有告诉你。你们谈什么了？谈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们终于有正当的理由取消你与何顺东的联姻了。真的？整个燕都都在谈论这件事，何老更是气得中风，差点没有抢救过来。你爷爷已经放出话了，就算决裂，也不会将你嫁给那个混账。何父携4位御医半小时到康安医院，他若主动退婚，再好不过，执意纠缠便终止2家合作。那我爸怎么办？你爸打电话说，老姨会力挺他，无需担心你爸那边的问题。是爷爷还是他？你觉得呢？他原来有这么大面子，我们都小看他了。就是因为这件事，你爸的晋升也有合适的理由了。雨瑶，这也太巧了吧？你是觉得这都是陈浩宇的计划？如果这不是误打误撞，那陈浩宇这个年轻人就太可怕了。昨晚何顺东找麻烦，被老公羞辱了。他早说过让那混账昏睡2、3月，换届后才唤醒。今天早上他说不可能算准所有的事情，唯独没算到瞎搞。那明白了，他应该是用了术法，目的是拖延婚期，等尘埃落定后，他再用救治何顺中来逼何家取消婚约。现在我们有了理由退婚，他就没必要再这么做了。妈，这些年你们是不是在故意逼我离家出走，目的在于搪塞婚期？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了。陈浩宇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？是，人家可不像某个人被我养大，结果跟仇人一样。这是您自找的。雨瑶，你和陈浩宇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有没有做那个事情？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，不是夫妻。你真的打算跟他在一起？是，妈，我非常喜欢他，跟他在一起我很幸福。我和陈浩宇只接触过2次，他给我的感觉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：可怕。20多岁却有不下于你爷爷的眼光和城府，表面幽默，骨子里比谁都狂傲霸道。雨瑶，将来婚姻出了问题，受伤的人一定是你。妈，我看你是被他的一番谋划给吓着了吧？您不了解他，他性子败懒，喜欢逍遥自在，费尽心机做这些完全是为了我。妈，您不会反对有用吗？他已成苏阳合作的纽带，就算你想分手，家里都不会同意。我去找他问个清楚，这混蛋，我饶不了他。养了20多年的带白菜就要被人抱走了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你，你这诊所好像不怎么样啊。我这里是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。你当自己开的是古玩店呢？这还不到1个月，我已经凭诊所赚了1000多万了。尝尝最上乘的西湖龙井，8万块1两。你的生活标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？曹城给的，他们曹家在杭州有茶园，前几天送了半斤，挺不错。色泽翠绿，香气清幽，口感甘醇，确实是好茶。我不喝茶不代表不懂品茶，我爸、爷爷、外公都喜欢，耳濡目染也懂一些。老公，刚刚我和我妈见了一面，她把所有事情告诉我了。不好，老婆大人来兴师问罪的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老实回答我。你问，知无不言。你让杨老帮你提婚，是不是为了达成苏家和杨家的合作？有这个想法，但不确定能不能实现。杨老出手帮你们苏家了，对吗？对。那就好，看来我这个人情挺值钱。何顺东昏迷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是，昨晚我悄无声息给他下了点佐料，
想用他的小命逼何家取消婚约，没曾想这傻逼好色成性，搞出这种事，应该用不着我出手了。老公，何家不是好惹的，他们会对你大打出手的。何家2代3代没出色人才，全靠何老撑着。他们若不老实，我不介意让何家人下去跟阎王爷喝茶。你疯了！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对我们不敬，不死谁死？你这也太霸道了吧！逗你呢，老婆。犯法的事情我是能不做就不做。你吓死我了！我和他的婚事是不可能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唤醒何顺东？那就要看何家什么时候来求我给何顺东治病了。我的要求不高，给我5000万。老公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过分？何顺东毁了多少女孩，他做的难道就不过分了？你就这么确定别人治不了？听说何家带了4个大内御医过来，就算来400个大内御医也没用。老婆，你放心，何家让你难受了这么多年，我这次一定给你好好的出一口恶气。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？不用谢。只要你让我晚上去你屋里睡觉就行了。想得美，我走了。顾老，怎么样？我和其他3位的诊断完全一致，有可能是今天，也有可能是一辈子都醒不过来。嫂子，惭愧，顺东做出了这么丢脸的事情，都是我教子无方。您和凌小女士、雨瑶能来看望他，我真的是非常感激。这是应该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顺东的病治好。雨瑶，你曾经在斯坦福医院进修过一段时间，认不认识神经方面的专家？斯坦福医院的院长克莱尔先生是西方最好的神经学专家，如果能够将他请过来诊治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我们知道克莱尔的大名，今天就会派人去灯塔国请他。雨瑶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，关于你和顺东的婚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孟阿姨，我的态度您应该非常清楚才对。玲姐，当初苏老让雨瑶与顺东订婚，你们好像并没有执行吧？我们怀疑你们苏家一直在耍我们何家，现在顺东出事了，你们便赶着解除婚约，你们不觉得很过分吗？孟秋竹，你这是在说我们苏家，还是在说你们何家？从18岁上大学开始和顺东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换衣服还快。孟阿了您愿意嫁给一个好色如命的渣男吗？你给我走开，我们不欢迎你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的态度是绝对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好色无度的渣男。小青、雨瑶，我们走。看何家收与孟秋竹的态度，他们似乎已经做好了与我们苏家决裂的主意。妈，浩宇应该能让何顺东醒过来。你确定？姐，您忘了，他将杨老夫人给唤醒了。雨瑶，你给陈浩宇打个电话，问他能不能来一趟。喂，老婆，什么指示？我靠，谁跟你在一起？妈，小姨和姨父都在我身边。完了，我这光辉形象算是跌落到谷底了。陈浩宇，你觉得你的形象很光辉吗？这倒也是。好了，不跟你贫了。我妈想请你来医院把何顺东唤醒。阿姨，我觉得这事儿不用着急，还是等他们找遍了国内外的名医，始终束手无策，濒临绝望时，我再去一趟吧。让何家求您帮忙找我治疗，和我主动去治疗，完全是两码事。你确定国内外的名医都治不好何顺东？确定。您和苏老无需在雨瑶的婚事上与何家纠缠不清，我会利用何顺东的事儿，让他们主动取消婚约，同时让何家欠你们一个人情。如此一来，既达到了我们的目的，又不伤两家的和气，一举两得。小陈，忙不忙？我把小信带来了，你给我看看。我说杨老，您不在家陪曾孙玩，跑我这儿干嘛？阿姨，我这里……你忙吧，帮我向杨老问个好。明白。杨老，谢了。我只是帮忙说了2句好话而已，人家同意推荐，主要还是看好你那个未来岳父的品行和政绩。你若是真的想谢我，就帮我搞定小信不爱说话的事儿。怎么了？去医院检查了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小信到现在都不会说话。去医院看过，医生说一切正常。不是生理上的问题，那必然就是心理上的问题。所以这不来找了你吗？你神通广大。这孩子被抱走后，应该是亲眼看到了远超心理承受能力的事，甚至与说话有关，才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。小信，到哥哥这里来，好不好？这是小信第一次看到陌生人不害怕。来，过来坐到哥哥腿上，我给你变个魔术。你先摸一下我的手，是不是很烫？我能让这只滚烫的手瞬间变得寒冷如冰，你信不信？这样吧，咱们2个打一个赌，如果我的手不冷，算我输，我就带你去商场买玩具，那就是我赢了，你只要叫我3声好哥哥就行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厉害？那我是不是赢了？既然你输了，是不是该叫我3声好哥哥？好哥哥。孩子终于开口了。宝贝儿，哥哥的耳朵不好使，听不清楚你说话的声音，你能不能大点声？好哥哥。我怀疑这是自闭症，小信应该是被某个可怕的事情给吓着了，导致他不敢出声。会不会是那些可恶的人贩子导致他不敢再说话了？有这个可能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跟你能够正常交流呢？只要在我周围10米的地方，不管什么样的孩子都会愿意跟我亲近。这么说吧，
方圆10米的范围就是我的道场，越是心思纯净的人，心中就越会跟我亲近。小陈，你既然看出了小信的问题，那也应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吧？灭魂术。什么叫灭魂术？这名字有点吓人。所谓的灭魂术，并不是要灭掉人的灵魂，而是清除人的记忆。小信的年纪太小，那件不好的事儿对他的影响太深，长期下去，自闭症只会越来越严重。所以最简单、最稳妥办法就是清除记忆，一切从零开始。这个灭魂术会有什么负面作用吗？他会忘掉以前的一切人和事，相当于清空大脑，但会保留基本的生活技能。杨老，小信应该不认识你们了吧？能认识才怪，就连他的母亲，他都有点害怕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现在就是施展灭魂术的最佳时刻。杨老，您还是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吧，我也需要时间制造灭魂针。乖，我答应你，明天还来找你玩。好。老婆，明天上午我去杨老家做客，你有空吗？要不要一起？我去的话，会不会不太合适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咱们两个的事儿，杨老都知道了，还答应将来帮我去你家提亲，于情于理，你都应该去跟他见个面。只要你觉得合适，那我就去。对了，礼物呢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总不能空着手吧？我画了一幅山水画，明天早上再去买点好一些的水果就行了。山水画的确是最合适的礼物。走吧，演唱会快开始了。我靠，怎么都来了？这阵容简直是全家总动员啊！老婆，你妈也喜欢看演唱会？我妈和飘飘很熟。老婆，你说董飘飘不会公报私仇，把我给弄上去？不会吧？你这个闺蜜心眼坏得很，搞不好我就知道这个董飘飘没安好心，想让我上台出丑。现在幸运歌迷找到了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帅气的先生上台，好吗？姐夫好可怜，这次他算是被飘飘姐坑惨了。他不知道自己要上台？当然，除了我们3姐妹，谁都不知道。这下子有好戏看了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您贵姓？姓陈，您可以叫我陈逍遥。陈先生，您这名字还真是超凡脱俗呀，请问您常喜欢听我的歌吗？抱歉，我是陪我女朋友来的。我的歌，你真的一首都没有听过？是，我看您还是换一个人上来吧，我真的不会唱您的歌。今天能从数万歌迷中抽到您，这就说明我们有缘。不会唱我的歌没关系，你也可以演唱其他人的歌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您都得表演一个节目才能下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陈先生，您看表演什么节目呢？我看到您的乐队里有笛子，我可以借用一下吗？您会吹笛子？会。完了，这下玩脱了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听一下陈先生的笛子演奏。陈先生，这首曲叫什么名字？我好像从未听过。没名字，您可以随便给起一个。这是你写的？是。你真是太厉害了。一般，世界第3，世界第3。现在我可以下去了吗？不行，各位歌迷朋友们，我需要大家重新介绍一下这位陈逍遥先生。其实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歌迷，而是我的姐夫，是我闺蜜的男朋友。我和我的闺蜜本来计划说是想捉弄一下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深藏不露，真是让我大吃一惊。姐夫，在数万人面前表演节目，感觉怎么样？我的腿没有发颤，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。董飘飘，你们两个可真行。这是你家领导提议的，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老婆什么性格我能不知道？别开玩笑了，一定是你想让我出丑，故意搞了这一出。姐夫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我可以下去了吧？当然，刚才我和我姐夫的互动不算，咱们重新抽取幸运观众。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来真的。老公，做这个恶作剧的是我，你会不会生气吧？哼，苏瑶女士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腹黑的一面呢。别生气了，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你打怎么道歉？怎么都行。好，回家之后我会给你一个道歉的机会。这么说，你还会弹琴？用得着这么惊讶吗？古琴虽然麻烦了一点，但学起来并不难。那你还会什么？古琴、笛子、琵琶、箫、二胡、笙鼓、编钟，反正古代的这些乐器我基本上都会。
陈浩宇，你就是个禽兽！一个人学习了近10种古典乐器，确实是够禽兽的。多亏了逍遥真人的传承和天师过目不忘的能耐，这些乐器我早就烂熟于心，只要稍微复习下，绝对能达到宗师级水平。我们去吃烧烤怎么样？飘飘姐，你不知道烧烤是我们女人的天敌吗？搞不好才瘦多少碗斤肉，偶尔吃一顿没关系的。小然，你说想不想吃吧？想，超级亲你娘呢。不过你的身份特殊，最好去找个可以在包厢里吃烧烤的地方，免得被人拍到。好。好漂亮！我靠，是我看错了吗？那个戴口罩的好像是董飘飘。老板，4个人有包间吗？有，6号，菜单在里面，您点完交给我就行了。老板，麻烦快点儿。我靠，陈大师！老刘，我刚进来的时候就看你有些眼熟，可你丫的一直在打游戏，头都没抬，我也没敢认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半年前就出来了，我就联合其他育童友开了这么一个烧烤店，他们找不到工作，我就把他们给弄进店里了，够义气。你这些年干嘛呢？行医还是算命？开了个诊所，行医算命两不耽误。什么时候能忙完？我去找兄弟们喝一杯。等会儿我带他们去6号包间找你。哈哈哈，力哥海豹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我不知道这里有3位大美女在，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吃饭了。老刘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婆苏雨瑶，这是她的妹妹李小然。至于这位音乐天后董飘飘，我去，陈大师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刘大哥，快请坐。这个我们都是粗人，还是不打扰你们了。这次过来主要是想跟陈大师喝一杯。老婆，我跟老刘他们出去聊聊天，你们吃完了给我打电话。好的。那个董小姐，我是您的粉丝，您能跟我合个影吗？当然没问题。能不能再加上一个我？都可以。兄弟，你太牛了，竟然找了一个天仙做老婆，还跟董飘飘那么熟，你这是要混娱乐圈了吗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开了个诊所，董飘飘是我老婆的闺蜜，她这次来开演唱会，一直住在我们那里，差点没把我气死。宇哥，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若是董飘飘住在我那儿，我就是少活10年都愿意。没出息。对了，你们怎么就突然决定改做烧烤了？说实话，我现在是悔不当初。如果当年不是太过冲动，如今我兴许已经是公务员了。谁说不是？我之前跟的那个老大犯了事儿，去工地搬砖都没人要了，更别说进什么大公司了。幸好碰到了刘哥。不管怎么样，有了这么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最起码大家未来都有着落了。这里也快经营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我看店里的生意挺好呀，房租调到了1年40万，我们1年累死累活也就60万左右的利润，给他40万，我们还不得去喝西北风啊？他是不是看上你们的烧烤生意了？是红六。红六，他也出来了。红六，3天前，红六带着手下来吃烧烤，与我们起了冲突。原本已经签完合约，同意把房子做给我的房主，宁愿给我3万的房金，打把价提到40万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不干了。你也知道，我让他们去学维修了，准备搞一个大型汽车维修厂。这么讲义气的老大，的确是少见。一个大型汽车维修厂建起来，恐怕需要不少钱。你搞定了吗？我能拿出80万，再去银行贷款120万，应该就能搞定了。老刘这面相，未来的财运竟是出奇的好，可不能白白浪费了。老刘，不用去贷款了，咱们合伙搞一个厂子怎么样？陈大师，你这话啥意思？一个维修厂的利润让近30个兄弟分，最多只能维持正常生活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在沿海的4个方向各开一个中型汽车维修厂，形成一个连锁汽车维修。若是你的管理能力足够好，兄弟们的技术能力足够强，说不定还真能做大做强。陈大师，你知道4个中型维修厂需要多少钱吗？最少700个，我给你800个，利润4-6分，我4你们6。如何管理和运营的能把7日收钱搞起来？我不介意再给你们只收几百个。老刘，我就问一句，敢玩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只要给我机会，我保证能把汽车维修厂干起来。我现在需要你找到开维修厂的4个位置，同时给我写一份规划书。什么时候把2个事情搞得差不多了，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打钱。1个月之内我就可以搞定。宇哥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小龙，别瞎打听。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前些日子我买了一块石头，开出了棕榈翡翠，赚了8000多万。我靠，宇哥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。谁说不是？自从跟我老婆谈起了恋爱，我这财运是一路爆棚呀。这次投资你们的汽车维修厂，我相信也一定能够成功。那还等什么？为了汽车维修厂的成功，大家干杯！刘大胖子，你给我出来！是红六，他肯定是来找麻烦的。靠，太欺负人了，老子跟他拼了！合约到期，我们自然会走。上一个合约是你和房主的事儿，跟我无关。再有半小时，这个店铺就是我的。只要你不把里面搬干净，我就全给你砸了。你可能忘了当初我是怎么进医院的了。我缝了12针，这个数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看来我们之间是无法和平共存了。你说对了，我的目标就是让你和你的那群兄弟全都去喝西北风。你就不怕我们？就是给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你他妈敢吗？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搬！你敢？红六，你动我这里的一张桌子，我就要你的命！把兄弟都叫过来，跟他们干！然后呢？所有人都再次进看守所，待上个1年半载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任由他把我们的店给砸了吧？
为什么不让他把店砸了呢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我们用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狠狠地坑他一笔，只要他敢砸，我们就敢要个10万8万的。小龙，东西不值钱，值钱的是人，碰瓷儿会不会？还有那个无良的店主，没等合约到期，他就把店租给了别人，这严重违背了租赁协议，必须赔偿。高啊，陈大师这招借力打力。老刘，只要你们4个人把戏演好了，这不比打架进看守所强？宇哥，这也太阴险了！从今天开始，您就是我崇拜的偶像。对付卑鄙无耻的人，你就要比他们更加卑鄙无耻。视频的事好办，我这里有好几个针孔摄像头。这群人真是无法无天。小然，你能不能给你爸打个电话，让他派附近的警务人员过来？我担心老刘他们会有生命危险。姐夫，你不是说自己的功夫很厉害吗？难道连这些混混都对付不了？主要是我怕来兴趣了，控制不好力道。小然，赶紧给姨父打电话。好，我这就打。爷，我还想看一下热闹呢。等打起来的时候，我把车停在正门口，刚好可以让你们看到整个场面。这个主意不错。洪六，现在这是法治社会。刘大胖子，我还以为你能召集多少人过来呢，闹了半天，原来就你们4个呀。看来你是真不行了。洪六，你要干什么？刚子，你带一些兄弟给我把店砸了，其他人跟着我狠狠的就教训一下他们。上！姐夫，你不去帮忙吗？老婆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这么损的主意应该是你出的吧？什么叫损？这明明是智慧的体现。姐夫，原来你是在利用我呀！你为什么不帮他们？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我能做的是帮他们找到出路。人可以失去一切，唯独不能失去精气神。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。苏婆说的没错，这个陈浩宇还真是个拥有大智慧的人。警察来了，快跑！该我出场了。给我滚！哎呦！真倒霉！我是医生，可以给伤者做一下紧急处理。你跟这4个伤者是什么关系？朋友。行，麻烦你帮忙看一下。明天一早，我会带律师去医院看你们，一定把自己的伤往严重了说，明白吗？什么情况？相当严重，必须立刻去医院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。救护车马上到。这位警官，燕海的治安什么时候这么差了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出现这种事情。放心，我们会秉公办案。干嘛呢？吓死我了！你和董票票联手打趣我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心眼？不过开个玩笑而已。今晚折腾这么久，累了吧？你看着随性洒脱，心里最通透善良。你费心给他们铺路，谋长久出路，这份格局很难得。也就你能看懂我这点心思。您怎么称呼？朱贵东，朱律师。我这4个兄弟什么情况？验伤报告显示都是重伤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对方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3年以上的监禁。能私了吗？同意私了，每人的赔偿金最少200万。后面的事儿就麻烦您了。我现在就去找那个洪六谈谈。这是要把建厂的钱都赚回来呀！机会当然要好好把握了。伤没事吧？洪六明显留手了，他会不会宁愿选择进局子，也不跟我们私了？洪六的那些纱厂一年能收入多少钱？怎么着也得500-600万。进去3年，损失1800万，私了只需要赔偿近1000万，还能获得3年的自由。换你，你怎么选？肯定私了。如果洪六还是选择公了，那我们就认了。放心，什么都别说，一切交给朱贵东律师解决。我是小信的父亲杨明宗，杨先生，这是我女朋友苏雨瑶。爷爷，陈先生和苏女士到了。前世做了多少善事，才能得到苏丫头的垂青？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帅，性格好，气质佳。杨老，我小时候见过您，您还给了我几颗奶糖。一转眼20年了，我也变成了一个老头子，你这是要让我犯错误呀？
这幅画可费了好大的功夫呢。谁画的？天下第一书画大师。说的是哪位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画的？当然，画得好，阳刚雄浑，大气豪放，这绝对是大师之作。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好的画工，堪称天才中的天才。论气势，这幅字当为第一。杨老，这幅画您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我就送雨琦外公去了。要。你现在的画不值钱，我这不算犯错误。我的字画都只送不卖，最多出现在慈善拍卖会上，不用担心。我有洁癖，不希望自己的书画沾铜臭味。反正我将来肯定不缺钱。陈先生清风明月，令人钦佩。别，书画不卖钱的前提是我不缺钱。真要是穷的吃不上饭，我连自己都卖。小陈，我们决定清除孩子的记忆。什么时候动手？越快越好。就今天上午吧。啊，不需要准备吗？安神针我早就做好了，同意就施行。要多久？不超过5分钟，保证半点副作用都不会有。那就好。好哥哥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？什么游戏？你盯着我的眼睛，10秒钟之内我就能让你睡着，你信不信？不信，我一点都不困。陈先生，麻烦你了。那就走吧，把窗帘拉严，门反锁好。陈先生，听说这是术法界不容的针啊。就像菜刀，放在厨师手里就是做菜的工具，放在匪徒手里就是杀人的利器。小信，你记得我是谁吗？不记得了。那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但是我感觉跟他很亲。他叫杨明宗，是你爸爸。小信，让爸爸抱抱好不好？那你能给我买好吃的吗？能，当然能。谢谢爸爸。小信，刚刚你叫我什么？爸爸呀，你不是我爸爸吗？我当然是。你能多叫2声吗？爸爸，爸爸。大家都在外面等着呢，我这就带孩子出去认人。陈先生，大恩不言谢，今后若是遇到难事儿，您尽管找我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杨老都帮我娶到媳妇儿了，这点事儿不算什么。小信，好好认一下，这是曾爷爷和曾奶奶。曾爷爷、曾奶奶好。这是奶奶。奶奶好。这是妈妈。爸爸，我要妈妈抱。我的小信终于开口说话了，我的孩子回来了。哎呀，翡翠手镯太贵重，我们肯定不能要。老太太，您若是真的想要谢我，就把杨老珍藏的好茶送我点儿，我保证不会跟您客气。前几天刚好有人送来了半斤碧螺春，我都给你包上。老太婆，你多少给我留点啊！留什么留？整天就知道坐在那里喝茶，也不知道帮忙干点活。陈先生，接下来我们需要为小信做些什么？现在的小信就像是一张白纸，如何塑造他的脾气性格是你们要考虑的问题，其他的就没什么特别了。明白了，谢谢陈先生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可真是太巧了。杨老，我这次专程过来，是真心感谢您出手相助，帮了我们苏家极大的忙。这么说，事情顺利办妥了？办妥了，1周后官方就会正式公示结果。审批速度这么快，足以说明上级领导十分认可小苏的工作能力与处事担当。我不过是为国建才，顺水推舟罢了。就算没有我从中周旋，凭小陈的能力，也能帮苏家化解难题，稳住局面。杨老，您可别给我戴高帽，我实在担不起这份夸赞。杨老这番话意在何为？难道建里这次晋升真正的幕后助力是陈浩宇？你不必过谦，区何家的刁难根本难不住你。对了，听说何顺东突发意外入院，这件事当真和你毫无关联？何顺东落得如今下场，纯属自身行事不端，咎由自取，和我没有半点关系。以你的本事，应该有办法调理治好他吧？不好说，他的情况和老太太完全不同，长期作息紊乱，透支身体，伤及神经根本，问题根深蒂固，调理难度极大。若是你能出手治好何顺东，化解两家矛盾，对你自己都是莫大的好处。何家如今对我成见极深，根本不会接受我出手诊治，这件事只能暂且搁置。被晚辈错事气到中风卧床，因果循环，便是自取其咎。立身不正，齐家不严，家族游资衰落也是必然。在修身立家、教子育人这方面，何老确实该多向您取经学习。你这小倒是很会拍马屁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我略懂官人识人之道。今日初见宗明兄，观其气度沉稳，前程明朗，近期必有晋升喜讯。那你看来，宗明未来能走到什么位置？大概率会出任地势2把手，担起一方重任。小陈，我问你，倘若由你主政一方，统筹市级经济发展，你会优先选择富庶之地，还是发展薄弱的地区？分年岁而定。若是年近半百，阅历沉稳，我会选择富庶地势，稳扎稳打，守住经济基本盘，深耕民生时事，稳步提升百姓幸福感。
那若是正值20-30岁，年富力强呢？自然是择奸而行，扎根基层，心怀理想的从业者，当有开拓实干、破局攻坚的魄力。心怀抱负的年轻人，若是畏惧困难、规避难题，不敢啃硬骨头，不肯破困局，便永远无法真正成长，担当重任，难成一番事业。说慎言，这番话说的太过刚直，万一触怒养老，反倒弄巧成拙，这下糟了。好，说得好，你我二人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陈先生，我与爷爷想法完全一致，乱世显风骨，困境见担当，甘愿主动担责，无功即退。你当真舍得辛苦打拼的仕途？大丈夫立身于世，当以实教立身，以初心立身，无愧于民，无愧于心，有何不舍？宗明兄，我信你定能成事，改日有空，咱们好好小酌一杯。我很欣赏你的格局与担当。明知我爷爷有心试探，你依旧直言本心，坦荡敢言，这份真性情我也极为欣赏。小玲，中午就留在寒舍用餐吧。雨瑶和小陈也在，没有外人，不必拘束。那就多谢杨老打扰了。不过是添一双碗筷的小事，有你坐镇在此，某人也不敢肆意耍赖，漫天要价。奶奶早已应允赠我茶，您该兑现的承诺可不能少。你这小子还真想把我的珍藏一扫而空。那碧螺春是200年老茶树所产，全年产量不过20-30斤，我全年也仅分得半斤，极为难得。这样，我送你1两。你爷爷也太惜茶小气了，我爷爷视茶如宝，能舍得送你1两，已是天大的情面，连我都难得品尝。行，1两就1两。不过今日登门，总得让我们尝尝老爷子的手艺。您亲自泡一壶，若是味道一般，我还真不稀罕。你呀，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红六，进去吧。你的律师已沟通好探视和解事宜，时间有限，抓紧和受害人协商赔偿，达成谅解。狮子大开口，私了赔偿高达1000万，几乎掏空我全部积蓄。可若是拒不和解，必将面临严厉处罚，多年打拼的基业也会彻底付诸东流。刘兄弟，是我不对，今天专程过来跟你道歉，咱们好好谈谈和解的事情。刘大胖子，你敢跟我玩阴的？警察同志，这人说话太臭，麻烦你们把他带回去吧。红六，如果你的态度不好，只能走法律途径了。洪先生，从相关证据上看，您的刑期应该在5到9年之间，以我的能力，最少可以判您7年。如果您觉得1200万比7年的牢狱之灾还要重要，那咱们就没必要谈了。爽，一顿揍换1200万，我的天！刘大能，我认栽，但是1200万我实在是拿不出来。你能拿出多少？400万。红六，我们4人全都被你打成了脑震荡，你想用400万了结？换了你会同意吗？你敢说？当时不是你们4个故意凑到我面前让我打的？洪先生，您不仅没有表现出要和解的诚意，甚至还在这里污蔑我的当事人，这是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吧？刘大能，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拿不出1200万，大家相识一场，没必要赶尽蛇绝吧？商量赔偿金之前，你是不是需要给我们道个歉？毕竟是你把我们给打进了医院。士可杀不可辱，哼，道歉对你来说就是侮辱。红六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若是敢砸我的店，那就是在与法律为敌。态度有了，下面可以商讨一下赔偿金的问题了。1100万，这是我们的底线；500万是我的底线，再多我宁愿坐牢。一顿揍换850万，刘大能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？就凭你们4个猪脑子，能想出这样的损招？红六，敢当着我们的面说这种话，你是在向我们警务司挑衅吗？不敢。朱律师，2位警官，我们既然已经和解，我和兄弟们是不是可以离开了？洪先生，刚刚签的是您个人和他们4位的和解书，并不包括其他人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除了要赔偿刘先生的损失外，还要在看守所里最少待1个月。朱律师，谢谢了，相关费用我出院之后会立刻付给您。我只是跑了个腿而已，没有帮多大的忙，律师费就算了，没有其他事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好的，朱律师，慢走。小陈，你别嫌弃，有些人太抠，把茶叶都藏了起来，我没有找到。没关系，当将军的嘛，比咱们普通人抠点很正常。反正茶叶就这些，你说的再多，我也不会多给你半两。小陈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既然是个孤儿，又是怎么知道自己姓陈的？我本不知身世，名字是师父不悔道人所取，他俗家姓陈，我便随了陈姓。桂姨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那我们走了。冰珍，你是看出什么了吗？爸，我初见小陈就觉得眼熟，今天细看，他眉眼很像我表弟陈明廷。你确定？不太确定。明廷出国后，我和他3年没见了，但他确实有个孩子出了意外。那个孩子不是已经确定了死讯吗？当时大家都以为孩子在洪水遇难了，没找到尸体。他要是活着，正好和小陈一般年龄。陈明廷身份特殊，他的明廷集团关乎国家能源安全，没确定关系前，千万别声张。我明白。明廷集团已有优秀继承人，小陈若真是那孩子，怕是又要掀起一场大风波。老头子，我看你是在杞人忧天。什么意思？小陈超凡脱俗，就算真是陈明廷的儿子，也绝不会继承明廷集团。财富动人心，这么大的产业，换成任何一个人，恐怕都不可能无动于衷。我对小陈有信心。
希望如此吧。顺其自然吧，兴许桂姨是搞错了。贵宾真定是看出我与某人相像，那人极可能是我亲生父母。贵姨熟悉的人非富即贵，我应该没那个运气。小陈，假如你父母是坐拥千亿产业的大富豪，你会怎么做？林阿姨，您是问我会不会继承吧？我明确的告诉您，不会。为什么？明乐与我如浮云，区区数千亿资产根本困不住我。妈，您就不要试他了，名利太小，这不是我们想追求的。你们两个真是够傻的。阿姨，谁傻谁聪明，不到最后还真不好说。也许你们才是对的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没你，雨瑶他爸不会顺利走上那个位置。阿姨，光说没用，您真心谢我，就来点实际的呗。你还真是会顺杆爬，那你想让我怎么感谢你？我的要求不高，只要您同意收我做女婿就行了。你们的事儿，我的意见好像并不太重要。谁说的？婚姻大事，女儿嫁人得不到父母祝福，会是一生的遗憾。你真没这么想？当然，得不到你们的祝福，不只是雨瑶的遗憾，也是我的。小陈，只要雨瑶同意，我和他爸不会有任何意见。妈，你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妈，谢谢你。进，我不是治水的大禹，到了家门都不进去。妈，你就不该问。外公好。你叫我什么？阿姨同意了我和雨瑶的婚事，我提前叫您外公练练，您别介意。哈哈哈，你来认亲却空着手，未免太没诚意了吧？外公，这是夏国顶级碧螺春，我从杨上将那儿弄来孝敬您的。真的假的？能好茶吗？能不好吗？爸，还没喝就被老太太分1两，心疼坏了。外公，你应该感受到我的诚意了吧？感受到了，但想让我认你这个外孙女婿，得先跟我下盘围棋。外公，您确定要跟我下围棋？怎么？不会？不是，我在想赢您多少子才不丢您面子。小陈，你这牛皮吹的未免也太大了。别说赢3子，你能跟他下平就算很厉害了。我学棋以来从没遇过对手。哦，那你之前打败过多少对手？外公，您误会了，我是说学棋以来从没跟人下过，自然没遇过对手。小陈，我老头子真是服你了。来，咱们手底下见真章。好。白子逼得黑子举步维艰，棋力更胜专业选手。小陈，你最后要是没失误，我至少得输你10个字。外公，您忘了，我说过只要赢您3个子就好。你不会真的只赢了我3个子吧？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，你最后的那个失误是故意的。我故意让了几个子，不然早赢大了。外公，您大老爷们儿不会说话不算话吧？你这么不给我面子，还指望我支持你吗？我觉得下棋故意放水，不尽全力，才是对对手最大的不尊重。外公，我已经拼尽全力了。哈哈哈，算你会说话。你们2个人的事儿，我全力支持。谢谢外公。今天下午不要走了，咱们爷儿俩喝一杯。外公，我实在没空，待会儿要去医院探望朋友，晚上还得去圣天剑士中心教拳。你这是要做教拳师傅呀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我主要是想把师门的功夫传承下去，不跟人动手打架。那他们1个月给你多少钱？50万。50万，这么高？这个月薪不高，但我传授的都是古门派镇派绝学，最差一套拍卖都值2、3亿。小陈，你会多少套功夫？近100套。照这么算，单凭这些武学秘籍，身价轻轻松松就能2、300亿。不止，足上千亿。师门高阶武学，单套便能价值几十乃至上百亿。你不会是在忽悠我吧？怎么会？试想一门能助人活到120、130岁、延年益寿的功法，各大富豪怎会不争抢？有吗？当然有，但都需要在年轻时候开始修炼。那太可惜了。我明白。外公、阿姨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我送你们。别，您和阿姨若是送我，会让我感觉你们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。行，那我们就不送了。世事洞明皆学问。小妍，你这个女婿了不得呀。如果他有点上进心就更好了。
太过要强未必是好事。凭他的本事，真惹出大乱子，苏家未必扛得住。这倒也是。大能，听说你们跟洪六签了和解书，拿到了850万的赔偿。对，多亏了宇哥你扎招。关于投资修理厂的事儿，我们想等你先看看我们搞得怎么样。等修理厂成功了，你们再找我投资，那我岂不是成摘桃子的了？这样吧，咱们弄4个大型修车厂，我们各出一半，咱们风险共担。若是成功了，我再往里面投钱，心里也不会觉得膈应。宇哥，我这是担心会把你的钱给亏了。我不差钱，等你们养好身体就启动。行吧。不过宇哥，洪六已经猜到主意是你出的，我怕他报复你。好办，你透给洪六，我老婆姨父是副司长，他不敢找麻烦。明白。气沉丹田，血走太阴，夏天健身中医炮车。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您的每一个动作都拍得清清楚楚。挺好，这视频加我写的注意事项，不会功夫的人也能听明白。老师，还要录吗？我先教老吴降龙掌，再录一套拳。老吴，降龙掌气血运行的法门都记住了吗？倒背如流。好，我们去其他练功坊。降龙掌至阳至刚，威猛绝伦，重气血尽力，不重招式。此招尽力在沉。老师，我感觉到了，气血随心运转，这法门太妙了。你本身就是化境大宗师，对身体的把握极好，才半个小时就学会了这12招降龙掌。来，一连打3遍我看看。是老师。老婆，不想晚上去圣天健体，就别去，不用牵着我。谁说我不喜欢？2年前我到烟海办了健身卡，有空都去练，才1个月就不去了。为什么？还不是每次去都有好多人盯着我看。谁让你长得这么好看呢？气质偏清冷，但身材很出挑。你的意思是你喜欢的不是我这个人？不对，我先慕你容字，后倾心于你本身。时间不早了，老婆你好好睡一觉，我回去了。行，那你回去吧。喂，您哪位？兄弟，我是张楠，你的诊所被人给砸了，你赶紧过来吧。诊所被砸？砸我的诊所，肯定是洪六。谢谢你，我马上到。兄弟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得罪了一个开纱厂的老板。这就是了，开纱厂的老板都有黑背景，下次说不定就会动手。我倒宁愿是。还好你这儿没什么值钱的，不然亏大了。张老板，你知道这一盒茶叶值多少钱吗？多少？35万左右。什么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是一个朋友送我的，而且有价无市。我打算报警。我出去看了，周边摄像头全被他们毁了，想找打砸诊所的证据不容易。老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得罪人了呗。连您的诊所都敢砸，真是胆大包天。老师，有目标吗？估计是洪六。老师，这事儿交给我吧。行，这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可别闹出人命。您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小程，赶紧派人给你老师收拾一下，我这就打电话。老天，那不是烟海第一富豪曹立学吗？他儿子还喊陈医生老师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曹总，看你走路的样子，似乎没什么问题了。我这老寒腿白天不太要紧，但晚上还是有点疼。是寒气没清干净，之前备好的用不了了，我得去趟玉店买块和田玉重做。陈医生，您需要多长时间？应该用不到1个小时，您可以在车上等一下。要不要我派车跟您一起过去？不用，我很快回来。好浓的灵气，比之前的还精纯，看似普通和田玉，难道出自风水宝地？张老板，您这些和田玉卖不卖？当然卖，只是不太便宜。钱不是问题，关键是看玉的质量符不符合我的要求。兄弟，你这是发财了？的确发了笔小财。这6块和田玉多少钱？兄弟，先跟你说清楚，这些都是很好和田玉，每块都20万以上，你确定要买？张老板，说个价格吧。160万。
再送我6块普通和田玉，150万，成交！哈哈哈，90万进货的货品，转手150万成交，净赚60万。这笔买卖性价比极高，实在太划算。碰上这么个冤大头，这买卖赚翻了！我靠，这竟然是特殊器具才有的升级之气！难道这是天才地宝自己长成的高阶材料？这150万花的太值了！雨瑶是个普通人，正缺个防身的东西，这块高阶材料简直是雪中送炭，正好给他做个顶级的防护系统。靠，我也太笨了点儿！为什么一定要制作一个作用单一的能量模块呢？我完全可以在上面设计一个小型的复合结构系统，主功能负责正面输出，辅助模块负责防护，这样整体会更安全、更稳定。驱寒装置搞定。老师，我想请人给您的诊所重新设计一下，您觉得怎么样？那感情好，不过我这里是中医，最好多一些古风。您放心，等他们的设计图出来，您看谁的合适，咱们就用谁的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对了，你爸呢？去商场买菜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他一个沿海第一富豪亲自去商场买菜？我爸的厨艺非常好，在没有瘫痪之前，经常自己买菜下厨。托您的福，他现在恢复得非常不错，便又动了做菜的念头。这是最后一次治疗，我们要开始了。早就等待这一天了。老师，我记得上次驱寒装置好像失去威能，断成了2节，为什么这次会完好无损？转动一下，你应该就能想明白。小程，你可真是够笨的。我腿上的寒气只剩下了一部分，哪里能用得完驱寒装置中的灵力？我确实够笨的。老师，这次治疗结束，我爸的腿是不是就彻底恢复正常了？还需要泡药浴吗？药浴不用泡了，以后应该不会再疼了。一是加强锻炼，没事的时候多走走多逛逛；二是严禁用冷水泡脚，注意腿部的保暖，千万不要为了风度连秋裤都不穿。陈医生，听小程说您想买一套平顶别墅区的别墅，对吗？对，平顶别墅区的空气好，环境优美，是个风水宝地。上次过去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那里。曹总，我是不是没有资格买那里的别墅？怎么会？您能驾临平顶山，那是让我们整个别墅区蓬荜生辉啊！我的意思是，您可以和苏小姐去看看，喜欢哪一套，我送给您。曹总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个礼太重，我受不起，也不敢收。再说，您之前已经支付给我高昂的治疗费用了，若是再加一套价值不菲的别墅，那我真的是受之与愧了。陈医生，送您别墅是感谢治腿，也是拜师礼。先别急，等他练到化劲再说。化劲？我师傅练一辈子都没到暗劲巅峰。你师傅是你师傅，你是你。你最大的问题是根骨差，只能后天改。我教你的道家练体术，除了能让你迅速进入暗劲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作用，那就是改变的根格。只要按部就班的练个7、8年，你的底子就能夯实。7、8年？老师，7、8年之后我都37、8岁了，难道就没有加快修炼速度的办法吗？有，只要是300年以上的野山参，加上蛇胆、虎骨以及其他一些珍贵中药，泡一坛龙虎酒，足以改变你的根骨。老师，这些东西我会全力去寻找。你如果真的搞到了这些东西，尤其是300年以上的野山参，必须分我1/3，就当是我技术入股了。今天把龙虎酒的事告诉这父子俩，就是想借助曹家的财力和势力来寻找这300年的野山参，能找到最好，找不到也无所谓，聊胜于无嘛。中午看完别墅我就不回这儿了，装修的事交给你，我待会儿直接去一趟圣天剑士中心。老师，你觉得我练得怎么样？登堂入室。老师，我能感觉到降龙掌带给我的进步。过段时间你可能就感觉不到了。我明白，等会儿我可能需要去一趟康安医院探望何顺东。应该的，你最好不要把拜我为师的事情告诉何家魂，要不然他非得劈头盖脸骂你一顿不可。何家红对我有恩，但就何顺东做的那些事情，我都想宰了他。你把找何顺东报仇的人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，我让他们答应在我做何顺东保镖期间不要找他报仇，然后就把他们放走了。你做得很对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赶紧去吧。老吴，作为顺东的保镖，你不仅没有好好保护他，还跟陈浩宇那个混蛋搅和到了一起，你对得起我们何家吗？我们需要一个解释。何顺东没有告诉你们吗？你打定主意要离开何家了？是，何先生，我一个堂堂武学大宗师给您的儿子做了4年的保镖，期间救过他3次性命，已经是对得起你们的恩情了。我希望咱们能够好聚好散。你救过顺东3次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孟女士，这些年你儿子做了多少恶事，强了多少女孩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若非我在他身边，他就是有10条命也被人给宰了。他们人呢？放了。你为什么要放掉他们？功夫练到我这个境界，只要周围有杀气，我就能立刻感应到，所以
每次我都会在他们出手前制止。他们既然没有做出杀害何顺东的行动，那我有什么权利不放他们走？你故意的。是，他们不应该死，应该死的人是他。如果不是你们当年对我有恩，像他这种无恶不作的混账东西，我怎么可能容许他活到现在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用了你们何家的钱，欠了你们何家的人情，让我成为了何顺东胡作非为的帮凶。何先生、孟女士，我最后给你们一个提醒，想要杀何顺东的人有很多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我们真是瞎了眼，帮了这么一个混蛋。老吴一向高傲，从不说假话，求你告诉我，顺东是不是真的做了很多畜生不如的事情？老公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没有听到吗？想杀顺东的人很多，这个很多到底是多少？我不是很清楚。我这就让人去查，必须把有可能找顺东报仇的人全部罗列出来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好。12条，他竟然敢无法无天到这个地步！别说那些受害人了，就是我自己，现在都忍不住想要为民除害。老婆，吃饭了吗？正准备去食堂。有事儿？你下午应该可以出来吧？可以。我想等会儿接你一起吃中午饭，然后去平顶别墅区看一下那3栋别墅，最后去看看新车。真的要买啊？必须的，车和别墅都不能少。行吧，你多长时间能到？我已经在你们地下停车场了。老公，我真是服你了，等我5分钟。4分46秒，老婆，你这时间观念真是不错。没有时间观念的医生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任。说得对，我们出发。曹成，你安排个人过来带我们去看一圈就行了，用得着亲自上阵吗？你这是准备给我们当售楼员吗？算是吧，不过我不太会讲解，最多是带你们过去瞧瞧，反正都是毛坯房，也没什么好介绍的。你这售楼员明显不合格呀。您就将就着点吧。坐谁的车？坐他怎么样？咱们先逛上一圈，看看整个小区的环境，然后再去看那3套别墅。停一下。老师，怎么了？这里住着谁来着？夏华通讯公司的总裁任庆一老爷子。老公，出什么问题了吗？他的家里有脏东西，估计是得罪了什么人。老公，在这个事情上，你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？我都不认识人家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曹成，任老爷子从来都是深居简出，几乎不参加任何活动。我爸跟他顶多就是点头之交。那怎么办？不着急，贸然去跟人家说你家里有脏东西，换成谁都会觉得你有神经病。咱们还是先去看房子吧，以后再说。平顶指数区剩下的3套别墅分别是14号、24号和34号，全都带着4，4与死谐音，有些不吉利，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买。罗阳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是个他愿意买4号别墅？罗阳说他的幸运事物是4，8年前光明网络公司成立，剪裁的时间就是月4日4点44分。这个罗阳挺有个性的。走，咱们去看看这带着4的别墅。这是34号别墅，占地面积736平，相比其他别墅面积要小了不少，价格也低了不少，7亿5千万。这是24号别墅，占地面积1000米，价格10亿6千万。老婆，你想要哪一套？34号。因为便宜？这只是一个因素，更重要的是面积相对小一些，打扫起来方便。我不喜欢让外人进家里清理卫生。行，曹成，我们就要34号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稍后我会让人把设计图和效果图发到你们的邮箱里。喂，什么事儿？行，知道了。老师，您猜的没错，的确是红六的手下做的，查出来了。忘记告诉你了，我的诊所被红六的人给砸了。老师，您不打算教训他一顿吗？没这个必要。等我的诊所重新装好了，你把费用清单给我留下。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笔钱就由他来付吧。老婆，你想要一辆什么样的车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车子的外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安全性能。老婆，那就买一辆库里南吧。他们2个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车，能放在一起比吗？在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，劫匪会管你驾驶的什么车吗？老婆，听我的。好吧，反正不是我出钱。雨瑶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厉先生，雨瑶这个名字不是你能叫的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和雨瑶是同学，
那就叫苏同学或者苏女士，再不行陈叫夫人。好了，老公，我们去看车吧。原来姨父查到的消息都是属实的，他早已不再行医，一直依附格尔斯珠宝公司的女总裁生活。You stood by in total silence and ignored everyone just now. Isn't that incredibly rude? 老婆，这位女士刚刚说的话我没太听懂，你明白她的意思？还以为是什么有见识的人，没想到连基础外语都听不懂，与你沟通实在让我觉得很无趣。这位女士，还请你懂得入乡随俗，在我们国家汉语是通用交流语言，来到这里理应尊重本土沟通习惯。倘若你自认高人一等，大可不必来到烟海发展，请收起你的傲慢姿态，不必处处摆出优越感。你清楚自己在和谁说话吗？我是格尔斯珠宝亚洲区总裁艾米丽·奥琳娜，你言行失礼，我要求你向我诚恳道歉。单凭你的傲慢态度，想让我低头道歉，绝无可能。厉风华一味迁就你的处事方式，不代表旁人也要这般迎合。在我看来，一味依附他人的选择，实在不算体面。厉风华，你当真一点分寸感都没有？当初大学时，你为救治亲人做出妥协选择，尚且情有可原。可时至今日，一味依附旁人，失去自我，实在太过可惜。堂堂一个男子汉，本该自立自强，一味依附别人度日，实在辜负自身底气与旁人期许。你才只会胡乱揣测别人。你处处维护他，你们之间关系亲近，毋庸置疑。你敢说他不是依附你生活吗？厉家培养出你这般丢失主见的人，实在愧对长辈栽培。你满口偏颇揣测，肆意非议他人。雨瑶，你怎么会选择和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在一起？我丈夫行事坦荡有原则，做人光明磊落。反观你并非如此。厉风华，我早已找人了解过你的近况，你敢否认自己长期依附艾米丽生活吗？厉风华如今更名克拉克，已取得海毛国籍，属于外籍人士，和本土再无牵绊。原来如此。方才是我判断片面了，你谈不上辜负本土名声，毕竟你早已选择改换身份。克拉克先生，既然你已经选择新的人生轨迹，安稳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，不必主动前来招惹是非。另外，我妻子的名字你没有资格随意称呼。别继续争执了，时间也快要4点了。我打算订购一台库里南，哪位同事愿意接待我办理订单？我来接待您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厉，刚刚那位女士是谁？你们之间是什么渊源？她名叫苏雨瑶，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。我再三叮嘱过你，不要对我隐瞒任何过往。她也曾是我的初恋女友。倒是有意思，刚刚那个男人当众折辱你，你心里不想讨回一口气吗？我当然想。你乖乖配合我的安排，我有办法让苏雨瑶重新回到你身边，也能给那个处处挑衅你的男人一个不小的教训，让他再也不敢肆意张扬。我具体该怎么做？给你3天时间，全面查清陈浩宇所有社会人脉、工作背景相关资料，等拿到完整信息，我自有权对策。好，我一定办妥。真是走到哪儿都能碰上他们。我们是过来选车的，没必要主动起争执，只要对方不来刻意挑事，我们不必主动招惹。知道了。老婆，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？木山紫配色，寓意紫气东来，气质和你很相配。别打趣我了，苏女士，如果您都算不上出众，那实在很难找到气质相派的人了。你说的很中肯，这辆车报价多少？这是燕海一位女士专门向劳斯莱斯总部定制的版本，不管是操控性能还是安全配置，整体规格都远超普通款库里南。就在今天早上，我们接到通知，这位车主的丈夫卷入刑事案件，被依法处理。无奈之下，门店只能对外转售这个宗。你说了这么多，核心就是这款车定价偏高，是吗？没错，定价1500万，对比当初定制落地价已经让了100万，1500万差不多能入手2台普通版本了。这个价位确实超出预想。老婆就定这台吧，我觉得它很适合你。还是算了，价格实在太高了。既然预算不够，就不必勉强纠结，别站在车前故作姿态，看着未免让人觉得别扭。我们是否购车，似乎和你没有关系，自然有关系。我同样看中了这台库里南，我懂先来后到的道理，所以一直没有上前打扰。我不妨直白问一句，你们到底要不要入手？若是无力承担，就别站着位置犹豫不决。我们确定要购买。老公，他这是在用激将法刺激我们。我心里清楚，但我是真心看好这台车。你一向最看制版防护、行车性能都优于普通车型。再者说，也得算是一种缘分。车主变故的消息刚传来，我们恰巧就过来了，冲着这份机缘入手也值得。老公，你这口才不去做销售，真是屈才了。我请问这款车现在有配套优惠政策吗？合适我们现在就敲定成交。我们全款支付，麻烦直接开具购车发票。好的，您稍作等候，我马上办理。现在我算是见识到，有人愿意为一时赌气大手笔消费了。愿意为心仪之物投入预算，至少心里有所取舍。反观有些看似气场十足，实则只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未必真有出手的底气。老婆，刚刚对方原话怎么说来着？既然预算不够，就不必勉强纠结，别站在车前故作姿态，看着未免让人觉得别扭。没错，就是这句话。现在看来，这番话反倒更适合形容某些人自己。陈浩宇，你口口声声说买车送给雨妖，怎么车辆登记写的是你自己的名字？和二位无关。销售人员，请问后续手续多久可以算结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办理提车？先生，现在时间已晚，车管所已经下班关闭业务，二位想要提车，最早也要等到明天中午。行，那我们明天中午再来办理提车。老婆，不想继续在这里面对他们，我们先走。好。
在这件先天灵宝和田玉上刻制术法阵，绝不能受到外界任何干扰。成功了！只需要开个光，就能成为厉害的法器。不过，这阴阳两仪阵竟然消耗了我80%的天师级法力。这个坏蛋到底在做什么？一晚上了还没完成吗？老公，你的脸色非常难看，你真的没事吗？精气神消耗过大，需要一段时间恢复，你不需要担心。老婆，车和房的事儿只能你去忙了。那我去给你做早餐。不用，我修炼期间不吃饭不喝水，心跳和脉搏都会降到最低，就像是一个活死人，感受不到外界的任何动静。你只要给我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就行了，别的都不用管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有我的手机，你帮我拿着，开机密码是你的生日。知道了，老公。你锁上卧室的门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需要管我。好。姐，我真是太羡慕你了！1500万的库里南，8个亿的平顶别墅，你这是找了一个金龟婿啊！我可不是为了什么车子房子才跟他走到一起的。今天去提车看诊所装修，累死我了。正因为如此才让人羡慕呀！这个男人要财有财，要钱有钱，对你还好得不得了。你甚至都不需要处理婆媳关系，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将由你做主。姐，你简直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啊！你说的倒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姐夫呢？闭关了，大概明天晚上才能出来。闭关？跟武侠高手似的闭门修炼神功吗？我哪知道，这事儿不要传出去，我可不想大家把他当成一个另类的人。明白。姐夫什么时候闭关的？应该是昨天晚上开始的。他不需要吃饭喝水上厕所吗？不需要。我的天，姐夫真是个神人。我倒是希望他只是个普通人。行了，别说废话了，赶紧帮我参谋一下别墅装修的问题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。设计师的修改很专业，我完全同意。好嘞，那我立刻安排最好的装修团队进驻别墅，马上开工。老公，你总算醒了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老公，饿不饿？都快饿得前胸贴屁股了。我去给你做饭。不用，我叫个外卖就好。行吧，外卖能快点。老公，你点了这么多，还有3斤酱牛肉。我这已经是非常收敛了，再来几斤牛肉也没啥问题。老公，你觉得这装修图怎么样？我老婆搞的装修方案，就是顶级设计师都比不上。当然没问题了。过度的夸张只会让我觉得你的话不是由心而发。那我跟你说真话好了，其实我不懂装修，也没干过装修。从小到大，我住的地方就没超过20平，哪里能懂这玩意儿？等以后换房子的时候，我保证跟你好好的探讨一下。当初他说这件玉如意价值无可估量，我还以为他在吹牛，现在看来是我短浅了。前天晚上，我在这件带有灵气的玉器上刻下了一个阴阳两仪阵，由带有攻击性的五雷正道咒和防守型的护身符咒组成。如此一来，它可以给你用于防身。老公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我半生孤苦，跟你住在一起之后，才有了一种家的感觉。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老公，你快把我弄哭了。明天我去首饰店把这块玉穿起来，你要24小时佩戴在身上，身体会越来越好。老公，你这个法器好像跟玉如意不太一样，没有散发出那种清凉的灵气啊。我现在尚未给它做起灵，所以它跟普通的和田玉没有区别。那你现在累不累？我还从未看到过有人给法器起灵呢。法器起灵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繁琐，只是这件法器内蕴含的是法阵，需要你的一滴血，相当于玄幻小说中的灵气认主。哦，那还是明天吧，我这里没有采血设备。伸出左手中指。干嘛？好清凉，一股清凉舒爽的气息传过来了，手臂、脖子蔓延到了四肢，精神大振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他唯一的主人，也只有感受到你的气息，他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。如果你这辈子没有任何意外发生，他就能护你一生。好厉害！老婆，我去练拳了，你就别去了，好好休息。回来我给你带早餐。陈浩宇，我要跟你事先说清楚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能在我洗澡的时候闯进浴室。没问题。昨天晚上你太累了，多吃点鸡蛋补一补。你真是个大坏蛋！老婆，你知道吗？刚开始跟你接触的时候，
你高冷的就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等跟你熟悉了以后，我发现在你那高冷的外表下，有着小女孩般的纯真和可爱。去你的！雨瑶，半小时前，烟海高速发生了重大车祸，死伤100多人。我得赶紧去了。不要着急，多吃点东西补充体力。我将和田玉弄好之后给你送去，有他的灵气辅助，哪怕是高强度的工作，你也能支撑得下来。老公，有你真好。先生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我要一条铂金链子，把这块玉牌串起来。没问题，请跟我去挑选合适的铂金项链。不愧是燕海最好的医院，厉害。你是哪位？我是咱们医院的陈浩宇。原来是陈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是医院外面的人呢，我去忙了。老公，快帮我把床推到手术室。是不是肋骨断了，插进了肺里？你怎么知道？脸色惨白，休克，呼吸困难，胸口起伏剧烈，偶尔咳血，很明显是肺部出了问题。这位苏大夫的男朋友好厉害，竟然可以在不依靠医疗设备的前提下，准确说出病人的问题。2根肋骨分别插入了一个肺叶，一深一浅，非常的危险，必须立刻做手术。你小心点儿。放心吧，老公，我这里没事，你回去吧。你们这是忙完了？忙完了。陈总，您这是看什么书看得这么入迷呢？哎呀，你这是真的要做大生意啊，竟然学起英语了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雨瑶，可以啊，你是用了什么方法把男朋友调教的这么上进呀？我可没有那个本事。告诉你们，在家里的时候，老婆让我向东，我绝不向西；老婆让我打狗，我绝不撵鸡。如此说来，你狂啃英文大焦点，也是你老婆让你这么做的？这倒不是，我是深感英语的重要性，这才想着好好学习一下。别闹了，我的3个患者刚刚做完手术，需要观察一下情况，今天下午就不回去了。中午饭总是要吃的吧？我们一会儿去职工食堂。陈总，雨瑶早就吃够职工食堂了，你要是心疼媳妇儿，就给她点几个外卖呗。哼，再顺便给大家点几个，对吗？明白了。今天中午我请咱们内科所有的医生吃饭。耶！陈总霸气，陈总万岁！我们一共20个人，你打算请我们吃什么？辉煌酒店的饭菜不错，我让他们做16个菜送过来，怎么样？这还用问？我们肯定是求之不得呀！老公，他是何顺东的父亲。陈先生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您认识我？你抢了我们何家的儿媳妇，我当然要好好的查一下你了。何主任，你这话说的未免太不责任了。这个儿媳妇的称呼您最好是收回去。其次，何顺东那方面的能力肯定是保不住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一个太监。任浩轩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何先生，千万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跟我玩，你们何家玩不起，何顺东更玩不起。我的话你听清楚了吗？我们说笑的陈浩渊只是表象，这才是他真实的样子。陈浩宇，你太嚣张了！你儿子现在成了植物人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儿子醒过来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何先生，您既然调查过我，难道不知道我曾经唤醒过杨老太太？你愿意帮忙？3个条件。哪3个条件？你确定要在这儿听？去会议室吧。陈先生，这里没有别人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顺东的昏迷是不是你造成的？何先生，我可没这个本事。顺东晚上跟你起了冲突，4个小时后就彻底陷入了昏迷。我在雨瑶外公家里见到你儿子的第一眼，就看出他不行了。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儿子在林老和林阿姨面前出丑，明知自己行房是需要依靠药物，还是死活不肯去医院。书上说极度的坦诚就是无坚不摧，你今天算是把这句话演活了。何先生，我和雨瑶彼此相爱，唯一的障碍就是你儿子。现在他成了全燕都的笑柄。第一，你要说服我未来丈母娘，让她亲口请我给你儿子治病。确实没意思，这个条件我答应了。第二，你回到燕都后要代表何家亲自去苏家退婚，并向苏老道歉。可以。第三，我穷得很，你们要给我5000万治疗费。你想钱想疯了，我们家哪来这么多钱？可以，但你能保证一定可以治好我儿子吗？等吃完中午饭，我会去他的病房看一下。若是没有把握，所有的条件取消。好，我在病房等你。
老公，你是不是不想让何家神知道我妈同意咱们的事儿了？第3条是我刻意加的，何家神给钱最好，不给必会求你母亲，给足你妈面子。她一出面我就应允，让她欠我5000万人情，日后不好拦我们成婚。老公，我感觉在你面前我就像是个傻子。傻妞有傻福，现在快给你妈打个电话，说明一下情况，这可是解决苏何两家矛盾的好机会。喂，妈，对，是这样的。哎呀，这事儿真是多亏浩宇。我去和顺东的病房看看。我也去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明知我是唯一希望，还摆臭脸，简直脑子被驴踢了。光靠看，我不确定能不能治好他，需要针灸试一下。可以。你竟然只扎了3针，他就坐起来了。你儿子是不是把那种药当饭吃了？神经系统都差点崩掉。能治吗？能，但需要时间。我刚施的叫火龙针，能刺激神经系统，他对针法有反应，说明还有救。要没反应，那就没希望了。这会伤到他吗？你这是侮辱中医！中医治本，西医只治局部，才会有副作用。那你需要多久？半年以内。半年内我有把握治好。但何先生，你也务必答应那3个条件。如果没行呢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要1个亿。我要5000万的治疗费，你张口向我要1个亿，何先生，你比我狠多了。行，这事儿我答应了。我去准备协议。我希望能尽快看到5000万，最迟明天就会把钱给你。那就好，继续吃中药，打营养针，找人给他按摩。10天后我会再来。老何，他靠谱吗？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？灵言小姐，之前的事情实在抱歉，今天来是正式向您道歉，同时取消2家的婚约。太好了，这门麻烦的婚事总算退掉了。既然何叔叔都这么说了，那这婚约就作废吧。不过我听说陈浩宇竟然向你们要了5000万的治疗费，简直趁火打劫。您放心，我让他把这5000万的治疗费取消掉。林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这笔钱我们何家出得起。是啊是啊，这是我们跟陈医生的交易，不麻烦您了。真是奇怪，我帮他们省钱，怎么还死活不愿意？蒋小姐，昨天跟你说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厉主任，我刚结婚，这与约陈浩源吃饭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让你跟他干嘛，是不是你丈夫不同意？不是，只是我不想伤害宇哥。你还爱他？没有，我不想害别人。蒋倩，在这个社会，你不伤害别人，别人就伤害你，不是谁都能当上珠宝店副店长的。以你的能力嘛，错过这次升职的可能性可就不大了。除了副店长的位子，我把奖金调到30万，怎么样？好，钱是你的了，你知道要怎么做吧？到时候录点你和他视频就行了。你要不放心，我可以让你老公在酒店房间里等着。好，蒋倩答应了，非常好。那东西效果怎么样？我会让他身败名裂。那不行，他是我的，到时候你跟你的女神玩，我跟她玩。真是个疯女人，不过只要能得到苏雨瑶，倒也挺刺激。喂，哪位？宇哥，我是倩倩。倩倩，有事吗？宇哥，我能借你点钱吗？1年之内保证还您。借多少？50万。可以。你老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没有敢告诉他。哦，什么时候给你？今晚可以吗？我想请你吃顿饭。吃饭就算了，你找个地方把地址发给我就行。好，谢谢宇哥。对了，这事儿最好
要让嫂子知道，以免影响你俩的感情。我明白。老公，你若是开家餐厅，我觉得一定会爆火。我可没时间整天待在厨房里。对了，老婆，今天我前女友给我电话，让我借50万。那就借给她呗。怎么，怕我吃醋？哼，哪里，只是当然什么事都要让老婆大人知道。表现不错，只是我有些想不通，他怎么会跟你借钱？这些年我从来没有跟他联系过，我甚至连他电话都没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一个刚刚结了婚的女人，为什么会突然向我借钱？以我对蒋倩的了解，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里面有问题，是有大问题。刚结婚就去找前女友借钱，还借出来了，你会怎么想？还有，她老公张明，我一眼就看出这家伙心眼比针眼还小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当然是要去见一面了。只要让我看蒋倩一眼，我就能确定她到底有没有害我的心思。我陪你。你在车里等我就好，最多10分钟我就出来。你把手机保持在通话状态，我想听听你们说些什么。怎么还不放心你老公我？宇哥，这里。谢谢，祝你新婚快乐。宇哥，您不用如此，讨个喜气而已。对了，忘了问你，你为什么突然要这么多钱？我爸生病了，急需一笔钱，可我们的钱都投进新房子里了。宇哥，我知道当年我爸妈很过分，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必要再纠结过去。宇哥，我以咖啡代酒，谢谢你不计前嫌，借给我这么多钱。小事而已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我去，怎么这么烫？倩熙，我的手机没电了，想用一下你的手机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倩倩，你在什么地方工作？我在一家珠宝公司做销售。是格尔斯珠宝公司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切西，你是个单纯善良的好女孩，我不希望你掺和进我和她之间的争斗中。宇哥，我不明白您说什么。七夕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厉风华那么恨我，你听了他的，你的下场会是什么？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觉得还有必要瞒着吗？宇哥，对不起，他是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能这样做？他给我50万，还会提拔我做一家珠宝店的副店长。你很缺钱？我爸得病了，医疗费需要100万，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，只好用我来换钱，对吗？对不起。你最好以后离开公司。厉风华这么恨我，你没完成任务的话，这杯咖啡我会喝。以后我们之间的情分也到此为止。你疯了，知道有问题还喝？我只是吓唬蒋倩而已。厉风华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真下毒呢？我喝掉主要是为了辨别厉风华给我下的什么药。不管是什么，先去医院，实在不行就洗胃。用不着，天下之间没有什么药物能够对我构成威胁。你没事？当然没事了，我这么厉害。你干嘛？当然是把咖啡给吐出来了。搞定。老公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明明喝了咖啡，却一点事都没有。等你把功夫练到化尽，便能够自由控制体内五脏六腑的蠕动。只要你想，就可以让胃一动不动，把之前吃的东西、喝的东西都储存在里面。至于是吐出来还是进入体内消化，随你选择，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原来如此，厉风华太可恶了。老公，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的放过他。不用着急，我先跟他聊聊。我是厉风华，您是哪位？厉风华，别装了，蒋倩能有我的手机号码，难道不是你给她的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都无所谓。我打这个电话只是要告诉你一声，你想要让我犯错误的计没有成功。我希望你不要气馁，再接再厉，争取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对付我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当然是圣天健体中心，我已经3天没过去了，也不知道老吴的降龙掌练得怎么样了。
你是不是累了？我先送你回家。我一点都不累，正想打上1小时拳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好，咱们出发。老吴，降龙掌练得不错，多谢陈先生指点。老婆，练痛快了吗？咱们该回家了。痛快，走吧，老公。你老婆就是个蠢货！我已经说过了，她不会骗人。她就是不会骗人，也不能蠢到把所有事情都告诉陈浩宇吧？厉主任，整个过程你都亲耳听到了。陈浩宇之所以发现你的存在，完全是因为他拿去了窃西的手机，看到了你们的通话记录。在那种情况下，就算是你能不给他用手机吗？既然这个事情你们没有搞定，那就把30万还给我。厉主任，你喝多了吧？你的人亲眼看到陈浩宇已经喝了那一杯咖啡，但是很明显，你的咖啡没有对陈浩宇起到任何作用，也就是说责任不在我们这里，退钱是不可能的。厉主任，忘了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叔叔在税务科任职，我大伯是警务司办公室主任。你们想对我动手，大可以试试。你该死，这小子背后居然有税务司和警务司的背景，早知道就不该把30万提前给他们。外公好，各位好。外公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好，来了就好。小陈，听雨瑶说你给外公画了一幅祝寿图。没错，我本来想去买一幅名人字画送给外公，可雨瑶说太贵重的外公不收，便宜的吧，画的还不如我呢，所以我就去买了文房四宝，自己画了一幅。你这废话真多，赶紧打开让我看看。好画，好画呀！何止啊，小陈画的这幅画颇有意境，比那些所谓的大师之作好了不是一星半点。外公，我老公才20多岁呢，哪来的几十年功底？所以说，小陈是个书画天才。这幅画真是送到我的心坎里了，下午我就把它挂到卧室里。只要您喜欢就好。不过书画创作只是我的兴趣爱好，这话你在家里说说也就罢。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所谓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陈浩宇，你真是走到哪儿吹到哪儿，咱能要点脸吗？这跟要不要脸没关系。圣人都说了，过度的谦虚就是虚伪。还有你姨父也荣升为了烟海警务司司长。成了，姨父，恭喜了。这要多亏你爸帮我疏通关系。关系只是一方面，最关键的还是政绩。雨瑶说没错，现在不比以前。想要升官，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，没有超强的工作能力，就算别人想帮都帮不了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小陈，你的能力和才华，就连我这个老头子都非常的佩服。难道你不想去外面施展一下拳脚？外公，跟您说实话，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成就一番所谓的事业。问题是我也不缺钱呀，赚钱比喝水还容易。这也太凡尔赛了吧！所以您还是让我顺其自然吧。陈浩宇，你若是到外面去说这话，我估计肯定会被人给揍一顿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言归正传，昨天何家兴到家里来找我了，说是同意苏何两家友好退婚。雨瑶，恭喜你，总算是摆脱了何家的纠缠，我终于可以回燕都了。这都是小陈的功劳。小陈，你是不是向何家要了5000万的治疗费？什么功劳不功劳，他就是为了自己娶老婆。小姨，您说的对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对，我要了5000万。姐夫，难怪你说赚钱跟吃饭喝水一样轻松呢，你这也太狠了。何顺东伤害了不少女孩，我给他治病，相当于违背天道，助纣无虐。小陈，何家与我们苏家关系莫逆，你能不能少要一些钱？阿姨，何家魂应该没有求您帮他缩减治疗费吧？没有，我甚至都提出来了，他也没同意。因为我们签署了一份协议，如果在半年之内我无法让何顺东苏醒，那我就需要赔给何家1个亿。何家柱担心我不尽力医治何顺东，就想用这1个亿约束我。原来是这样。阿姨，我之所以要这5000万，并不是为了赚这笔钱，而是想着让他来求您，送您一个人情。没曾家的底子这么厚，竟然连5000万都没有放进眼里，这让我的计划彻底破产。姐夫，你当然没吃亏，这可是5000万，不是5000块。我若是有这么多钱，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辆超豪华的跑车。你喜欢什么跑车？当然是那是我的最爱。今天下午我带你去买一辆不就完了吗？真的？不行。我就知道。小陈，谢谢你对小然这么好，但是镇南还在位置上，小然不能太过于高调。我大姑父也在位子上，我姐怎么就能开一辆价值1500万的呢？什么？车的主人是他。阿姨，您放心，不管是车子还是房子，都在我身上挂着呢。等结婚之后，我再给过户给雨瑶也不晚。你买房了？大姑，你还不知道呢，姐夫花了7亿5千万买下了平顶别墅区34号别墅，我正打算过几天去参观一下呢。小陈、雨瑶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怎么不告诉我？阿姨，一套房子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等去了燕都，我还打算在那里买几套四合院呢。小陈，我知道你跟人对赌赢了10个亿，但也经不起你这么造啊。李叔，
钱这玩意儿只有流通起来才有用，不流通跟废纸没什么两样。就是姐夫，不如你去买辆马，我没事开着过过瘾就行。可以，中午吃完饭我们就去买，你喜欢哪一辆我就买哪一辆。谢谢姐夫。小陈，别去厨房凑热闹了，陪我下棋。今天我非要一雪前耻不可。老爷子承让了，12个子。我这棋艺不行，老李你也上。李叔，老爷子该你们了。爸，老李，小陈一心二物，你们都下不过，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点儿。让我说别下了，免得输得太惨，不好看。雨瑶，你给小陈发条信息，让他放放水，不要让老爷子输得太惨。外公输了，第一局早就输了，小陈赢了12个字，现在是第2局，小陈一个人同时跟你外公和姨父下2盘棋。虽然棋局只进行了一半，但看他们翁思苦想的模样，胜负应该是已经分出来了。我姐夫真是太厉害了，琴棋书画、功夫术法、医术相术，全都是样样精通。以后我找男朋友，只要有姐夫一半厉害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姐夫，你怎么才到啊？那辆海王粉开起来真是爽爆了。李小然同学，车可以给你开，但是请你不要开得太快，这你得学学你姐，好看是次要的，最主要的是安全。姐夫，你怎么跟我解释的这么多废话？这不是废话，而是金玉良言。知道了。小陈，你还真把车买来了？车库还有几个位置，就当是充实车库了。用1200万的车充实车库，你可真够奢侈的。小陈，你手里还有多少钱？应该有个3、4亿吧。小姨，您是需要钱周转吗？还是我来说吧。如今的翡翠市场非常火爆，半个月后缅川翡翠公盘开幕。你小姨想去参加公盘，买些高等级的翡翠来补充公司的货源。本来她计划向银行贷款，是我觉得有你这个大富豪在，还不如从你这儿借呢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没问题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把我也带上。你去干嘛？赌石？没错，争取再开出几块老坑玻璃种极品帝王绿。老公，你当帝王绿是萝卜呢？你想开就能开出来？普通人当然做不到，但我是普通人吗？我只会用1/4的资金，正好可以看看我的眼力准不准。你疯了，花这么多验证眼力？老婆，1亿而已，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算了，反正那是你的钱，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吧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不要迷上赌石。我怎么可能迷上这玩意儿？我就是去玩玩而已。你去不去？去，我得看着你，免得你胡来。行，那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姐夫，我对赌石那是相当在行，能不能给我点钱，让我过过瘾？给你3000万去玩，输了算我的，赢了咱们对半分。耶，姐夫万岁！我说要带你去了吗？妈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这么扫兴？就算你不带我去，我也会偷偷溜去的。缅川那里可不安全。雨瑶，我不建议你和小然去玩。那您一个人过去就安全吗？我会雇佣几个保镖。您觉得有哪个保镖会比这位天下第一高手更厉害？没用的，人家手里有枪。小姨，上次我吃过枪的亏，所以我随身带有小钢珠。如果连我都保护不了，您就算请100个保镖也没用。老公，可以把吴英强和刘猛叫上，有他们在就能放心了。对呀，我怎么把他们给忘了？雨瑶，你说的吴英强是不是何家的那个保镖？他现在已经脱离何家，加入圣天剑体中心了，还拜了浩宇为师。原来如此，如果吴英强能去保护你们，我相信安全方面肯定没问题。我晚上去剑体中心问问他。小姨，您觉得呢？我当然同意。那就这么定了。这就是南方咏春的张铁拳。张师傅，承让了。我技不如人，无话可说。张师傅，你要挑战我们总教习，无非怕抢走你2个徒弟。不过你那2个明镜修为的徒弟还没资格入我逍遥宗。曹成，你好像也只有明镜修为吧？你怎么就能加入逍遥宗？宗主嫌麻烦，让我当了传功长老，管着30套高级拳法。说起来是我赚了天大的便宜。逍遥宗内门弟子最低修为是暗境，真传弟子至少是化境。吴英强先生是目前唯一的真传弟子，威力如何？您应该领教过了。这个曹成把逍遥宗搞得挺好。曹成可是燕海首富的儿子，管理一个小小的逍遥宗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这倒是。我练了一辈子拳，没想到连进内门的资格都没有。李阳、陈潇，你们加入逍遥宗吧。师傅，我们不学了。这不是气话，你们资质也不错，兴许有机会冲击更高境界。张师傅，您难道就不想冲击拳法中的更高境界吗？我今年36岁了，恐怕已经是有心无力。只要有上武之心，39岁也不晚。老师，各位学员，我们逍遥宗不讲究这些规矩，你们这一喊，搞得我还以为自己进了黑社会呢。张师傅，你离暗境境界只有一步之遥，若是肯苦练3年逍遥宗的功夫，没准40岁能入化境，还有资格冲击丹境和钢境。真的吗？不少大师30岁才开始学功夫，凭什么他们可以，你就不行？张师傅，圣天剑体中心欢迎你们师徒3人的加入。不是逍遥宗，等进入暗境之后，若还愿意加入逍遥宗，那时候再谈吧。我愿意加入圣天剑体中心，更愿意加入逍遥宗。太好了！月薪3万，我来学拳不但不用交钱，还能赚钱。张师傅，按照圣天剑体的规矩，明镜高手月薪3万，暗境月薪5万，化境月薪10万，您无需过意不去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我们需要做什么工作？很简单，教那些学员练习基础的太祖长拳。您觉得怎么样？你说了算。
不过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做点生意，来弥补你这健体中心的损失。不说别的，光是教练的月薪每月都要大几十万了。没关系，我不缺这点钱，但我们会感到不好意思。老师说的对，咱们最起码要做到自给自足。问题是做什么生意呢？难道去卖保健品？我可丢不起那个人。逍遥真人发明了一种由人参等20多种药组合而成的药酒，在补气宽络、增强体质等方面都有着不错的效果。您的意思是咱们弄一个药酒厂？不错，药酒的主要成分是10年以上的人参，得找到一个长期提供人参的公司。必须是野生的吗？山上种植的就可以，但是年份必须够。这事儿简单，咱们可以直接买个人参培育基地，用多少挖多少。对呀，曹成，我列张单子，你去买药，我先弄些药酒送检，如果没问题，那就开搞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对了，老师，还有件事儿。啥事儿？对了，老师，还有件事儿。啥事儿？半个月后，佳慧拍卖已会在缅川翡翠公盘拍卖一只300年野山参，我打算去把它买下来。哼，真是够巧的，下午才决定跟着雨瑶的小姨去参加缅川翡翠公盘，正想把你们叫去保护几个人，没曾想那里竟然出现了300年野山参，这正说明咱们与这野山参有缘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你们有空吗？有。好，那咱们就一起去。老婆，格尔斯珠宝公司做不做翡翠生意？来国内发展的珠宝公司几乎都会做翡翠生意，他们也不例外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也有可能参加缅川翡翠公盘，对吗？不是可能，是肯定会去。去年格尔斯珠宝花3亿美金买下了1号翡翠标王，开出了价值高达4亿3千万的翡翠，赚得盆满钵饱。这次奥丽娜和厉风华应该都会去。那正好。你是想在缅川找他们的麻烦？他们敢去，就把他们留在缅川。老公，你千万别冲动。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，上次那杯咖啡里的催情东西可彻彻底底的把我逼向了死路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他们的死活我一点都不关心，我关心的是你，万一被查出来可怎么办？老婆，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贤内助，放心吧，这2人的血太脏，我可不想沾。那就好。小陈，你和雨瑶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等缅川翡翠公盘结束后，我会正式拜访您和叔叔，然后去探望老爷子。得到了老爷子的同意后，我们再考虑结婚的事情。那得是什么时候？妈，您就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？对，我现在只想让你们赶紧结婚，给我生个大胖孙子。一个可不行，争取生一对龙凤胎。那就更好了，我在蓟北等你们小两口大驾光临。阿姨，我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您和叔叔，思来想去，最后做了对健康玉符。那就谢谢了。妈，您现在就带着玉符上飞机，一路下来，相信您应该能体会到它的作用。咦，是不是感觉不错？确实非常舒服，这东西真神了。这是您的女婿费了9牛2虎之力才做出来的，等回到家记得给爸也带上。别人送烟酒，你送健康。小陈，谢谢你了。应该的，阿姨，这玉符您和叔叔千万别往外传。你放心，我明白怀璧其罪的道理，不用送了，咱们蓟北见。老公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当然是那2个玉符了。这是应该的。你想想，我都把他们最珍贵的宝贝给搞到手了，区2个健康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什么叫搞到手？你这话也太难听了。行吧，那我重新换个说法，是我陈浩宇死皮赖脸追求我们苏大美女，终于打动了美女芳心，从此2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这还差不多。亲爱的苏大美女，请问你想去哪里？医院，今天下午我有3台手术。你可真是够忙的。陈大师，好久不见。洪先生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陈大师，上次我的几个手下胆大包天，砸了您的诊所，我是专程来道歉的。这是200万，还请您能够收下。这是200万，还请您能够收下。六哥，大家都是进过看守所的人，虽说有点矛盾，但也不至于不死不休吧？对，您说的都对。说实话，让你损失了800多万，你是不是特别恨我？刚开始的确是特别恨您，要不然也不会派人砸了您的诊所。现在不恨了。为什么？您想要把我弄死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，还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。我诊所里面的东西不值钱，真正贵重的是烟海首富的大公子曹成送给我的半斤茶叶，关键是有价无市。陈大师，您与曹家是什么关系？我勉强算是曹成的师傅吧。是我有眼无珠，陈大师您说个数，我回去砸锅卖铁也要赔给您。我不是要坑你，是想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找刘大能他们的麻烦。装修加上你砸坏的东西，你给我80万，再签一个私了协议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陈大师，我多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还是谢谢雨瑶和李振南吧，要不是他们，我怎么都坑你一笔。希望你本本分分做生意，别再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。是，谢谢陈大师。全都是红木家具，这曹成办事还真靠谱。喂，赵先生，你这间商铺出售吗？1500万，不讲价。行，我买了。真的吗？你可别耍我。真的，我就在这儿，下午3点在诊所签合约。好。喂，老公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那得看是谁。你苏大美女找我，我肯定有的是时间。少臭贫，我2个大学室友来燕海了，晚上我打算请他们吃顿饭。我一个大老爷们跟你们3个女生吃饭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他们都带着男朋友，要不然我还不找你呢。行，我去接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开车过去就行了，地址发你手机了。好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。
亲爱的，想死我了！珊珊，我都快被你给拍死了。不错嘛，高冷校花居然学会开玩笑了。看来爱情果然都改变一个人呀。你也变了，说的话都这么肉麻。菲菲倒是没怎么变，依然喜欢做一个安静的大美女。哪有？2年多了，你这动不动就脸红的毛病还没改呢。他这毛病估计是这辈子都改不了了。雨瑶，郑重的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帅哥是菲菲的男朋友卢定坤，正科级大佬。苏小姐，很高兴认识您。卢先生，你好。老卢同志，我们家雨瑶可从来没有与男人握手的习惯。是吗？不好意思，职业习惯。没关系。珊珊，这位应该就是你的男朋友了吧？他叫郭靖，经营了一家酒厂，是还在考察期的准男友，将来怎么样还得看他的表现。别说，郭先生倒是和郭大侠有几分神似，连脾气秉性都一样。他爸给他起这个名，真是一点都没起错。你老公呢？他怎么没来？他去了趟房管司，离这儿有点远，又赶上高峰，估计再有10分钟就到了。咱们不用管他。那可不行，我现在特想采访一下他是怎么把我们学校最美校花给勾搭到手的。他一定会说是靠自己的魅力。苏小姐，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？也是一位医生吗？算是吧，他开了间诊所，不过通常只待1上午。说他是医生，不如说他更像自由职业者。你男朋友倒是挺有性格的。他有钱，任性一些也没什么关系。我去，雨瑶，你这是找了一个富二代啊！我老公是个孤儿，在社会上混了10多年，这才有了现在的身家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这啥意思？你们别误会，我老公叫陈浩宇，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。老婆，趁着我没来，你是不是在抹黑我的光辉形象了？你的形象还用得着我抹黑吗？这倒也是。这是珊珊和林飞。我发现你们燕都医学院的美女，怎么比燕都电影学院的美女都多？陈浩宇同志，我终于知道你是怎么把我们学校的校花搞到手的了，原来是会夸呀。岳珊珊女士，你的答案是错的。我之所以能够和雨瑶走到一起，完全靠的是我的个人魅力。亲爱的，你真是太了解你老公了。他就这样。好了，人凑齐了，咱们点菜。还是你们3位美女点吧，我们吃什么都行。还是陈同志会来事儿。陈先生，听苏小姐说您是自由实业者，老婆，你就是这么介绍我的？再怎么说，我好歹也是拿月薪的白领，怎么成自由职业者了？我还真把你的工作给忘了。重新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老公是圣天健体中心武术总教师，也算是一个白领吧。陈浩宇，你会功夫？当然，不会功夫怎么教学生？这个工作稳定吗？相当稳定。圣天天体中心的老板是烟海首富的儿子曹成，算是我的徒弟之一吧。靠，真特么能吹。郭总，有没有想来燕海搞一个酒厂？我们家的酒厂在2线城市都经营不下去了，哪敢来燕海这个1线国际化城市？圣天健士中心准备弄一个药酒厂，需要一个懂酿酒技术、人品信得过的厂长。郭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我不懂药酒，你只要给我酿出50多度的纯粮食酒就行了，其他的不用管。陈浩云，如果郭爵来做这个酒厂厂长，你们能给他开多少钱的薪酬？你们想要多少？烟海的房价贵得要死，若是月薪不够买半平房子，那还是算了吧。烟海的平均房价刚刚公布出来，每平方差不多6万，那就是月薪3万。都行，关键是郭总肯不肯来。烟海的平均房价刚刚公布出来，每平方差不多6万，那就是月薪3万。都行，关键是郭总肯不肯来。您知道为什么毛酒比其他酒好喝吗？工艺只是一个方面，更重要的是适宜的土壤、气候和水质，这关系到酿酒过程中微生物的生长繁殖。与其您耗费财力在烟海建厂，还不如直接买下我们家的酒厂呢。我们酒厂酿的高度酒，口感不比毛酒差多少。你带酒来了吗？我是开车来的，后备箱带了3箱新酿的高度酒。太好了，走的时候你送我1箱，我让他们尝尝。如果酒的味道不错，我们就去收购你们家的酒厂。郭健家的酒厂可不便宜，好几千万呢。陈先生，你能做得了这个主吗？卢先生，横竖只是个几千万的酒厂而已，别说曹成了，就是我老公一个人买下都没有什么问题，您大可不必这么担心。雨瑶、陈浩宇，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，我和郭介都要敬你们一杯，感谢你们的帮忙。咱们姐妹之间用得着这么生分吗？这是礼貌。什么意思？刚刚的感谢不是真心的？当然不是，别忘了我可是你的恩人，当年要不是我率先发现了厉风……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有些口无遮拦了。没关系，我和厉风华的事情他都知道。岳珊珊，原来厉风华的事儿是你告诉雨瑶的，那我得敬你一杯，感谢你发现了真相，把我老婆从泥潭中拉了出来，要不然现在恐怕都没有我的事儿了。刚刚吓死我了，若是因为我多嘴影响到你们的感情，那我真就是罪该万死了。这点破事儿若是都能影响到我们的关系，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感情太脆弱，跟你没关系。没错，雨瑶，那你知道明天同学聚会的事情吗？什么聚会？我不太清楚。
咱们燕都医学院在烟海生活工作的同学有8、9个，厉风华邀请我们本地的同学一起聚一聚。我没有接到通知，就算接到了，我也不会去。雨瑶，你和厉风华的事儿都已经时过境迁了，你还在耿耿于怀呢？当然不是。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在烟海见过厉风华，他与上大学时相比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阴狠毒辣、卑鄙无耻，简直刷新了做人的底线。反正只要有他的地方，我肯定不会去。这么严重？雨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我不想在背后说人的坏话。总之，你们2个要格外的小心他，千万不要跟他单独在一起。我跟你们说这些，主要是让你们对他多留个心眼。反正我和我老公肯定是与他老死不相来了。我靠，亲爱的，你这车是不是传说中的库里北？刚买来不久，太漂亮了，多少钱？这是别人在劳斯文斯专门定制的车，后来对方出了事，取消了订单，我们就以1500万的价格把它买了下来。我靠，亲爱的，你这车是不是传说中的库里北？雨瑶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这是他的车，我只是借着开而已。陈浩宇，你啥意思？给雨瑶买辆车，你都写自己的名字，你不会是没有跟雨瑶结婚的打算吧？怎么会？因为他爸身份的关系，在没有结婚前，雨瑶需要注意一些影响。对了，雨瑶，你家到底是干嘛的？我跟你4年室友了，都不知道你家的情况。菲菲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就雨瑶的气质来说，我觉得很像是哪个家族的大小姐。精准。真的？雨瑶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就算你是哪一家的大小姐，也用不着瞒着我们吧？我爸也是在时代大楼工作。这么说，叔叔和坤哥是在一个办公楼工作？苏小姐，您的父亲是不是叫苏建礼？是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哪里还敢打苏雨瑶的主意？你认识雨瑶的父亲？我记得那里新上任的老二好像就是这个名字。我的天，亲爱的，你爸真是卢定坤他们那儿的新老二啊！你能小点声吗？没想到我最好的闺蜜竟然是苏建礼的女儿，以后看谁还敢欺负我。亲爱的，以后我就跟你混了。那你叫声姐来听听。呸，你比我小了1岁半，还想让我管你叫姐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告诉你，不管你爸是谁，我也是你姐。是，你永远都是我们宿舍的大姐大。老公，你怎么看卢定科和郭靖？跟你的看法一样。你怎么知道我的看法？所谓相由心生，2个人，一个腹黑，一个敦厚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。我担心菲菲那个傻丫头将来会受伤害。你是在杞人忧天。我偷偷给王林飞和卢定聪看了一下面相，2人没有缘分，这辈子不可能走到一起。还有，这个卢定聪可不止王林飞一个女朋友，他花心着呢。什么？不行，我得跟菲菲说一下。用不着，他们的姻缘线马上要断了。我估计是卢定坤脚踏3条船的事儿，快被王林飞知道了。3条船？你的意思是他同时交了3个女朋友？他们的姻缘线马上要断了。我估计是卢定坤脚踏3条船的事儿，快被王林飞知道了。3条船？你的意思是他同时交了3个女朋友？没错。哼，你们男人真是没一个好东西。老婆，你可不能一棍子把所有男人都打死，尤其是我。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和卢定坤一样变成渣男？因为我家里有一个天仙般的老婆。少来。老师，这个青玉酒是哪儿来的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说有这个品牌？是雨条闺蜜的男朋友带来的酒，他们家酒厂经营遇到瓶颈，正打算转让，我想盘下来做成咱们的养生酒厂。你们老实说，这酒的味道真的可以吗？相比毛酒少了3分醇厚，多了3分清香，比起市面上的其他名牌酒不差分毫。老师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咱们还是赶紧把酒厂买下来吧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觉得咱们应该谈一下药酒未来的利润分配问题了。直接给成天健体中心不就行了？这可不行，以后若是药酒像毛酒那样，您岂不是损失巨大？咱们健体中心可不能占您这么大的便宜。对了，老师，您的这种药酒1个月能出多少？最多1万斤。这么少？少个屁！你以为酿制药酒很简单吗？它不仅需要药材浸泡，还要找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布下聚灵阵，让药酒吸收灵气。只有拥有了灵气的资源，才能让药酒彻底发挥作用。这岂不是灵酒了？老师，您打算卖多少钱1瓶？一坛20斤，怎么着也得100万吧？老公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夏国有钱人多的是，每月1万斤酒还不一定够他们分的呢。对了，聚灵阵需要有法器作为阵眼。老婆，咱家那个玉如意恐怕要贡献出来了。你拿去用就是了。老师，我看这个酒厂是由您来独资吧？咱们健体中心实在是玩不起，更不占您这么大便宜。行，我就不矫情了。这样吧，负责安排大家去藏酒库区值守安保，我每个月给大家1000万，用于薪酬发放和健体中心的日常运转。曹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1000万是不是太多了？行，我就不矫情了。这样吧，负责安排大家去藏酒库区值守安保，我每个月给大家1000万，用于薪酬发放和健体中心的日常运转。曹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1000万是不是太多了？不多，一旦成功，所有人的薪酬都能提升个2、3倍，加强大家对健体中心的归属感。同时，大力招揽名气以上的高手，把逍遥宗武学彻底发扬光大，成为真正的武学圣地。真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。大家先不要太过期待了，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。
能不能做到还得看药酒能不能酿出来。若是酿不出来，那就玩完了。老师，我相信您一定不会有问题。希望吧。曹成，青玉酒厂的事儿你帮我去办。如果觉得这个酒确实不错，有成为名牌白酒的可能，我觉得你可以将它买下来，创办成一家白酒企业，兴许真就能火起来。我明天请一些酿酒师和品酒师去一趟青玉酒厂。这几天我会在烟海周边到处转转，找一块风水宝地，把它买下来，专门用于存放药材和泡酒。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上2000斤酒，我先试验一下。没问题。怎么了？10分钟前，一个叫曹成的人给郭靖打了个电话，说是明天想去青玉酒厂考察，如果没问题，他就会收购这家酒厂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个曹成是燕海知名实业家曹立学的儿子。珊珊，你不会以为我老公今天晚上是在吹牛吧？之前确实是这么觉得，现在我信了。明天让郭建好好把青玉酒介绍一下，若是能够得到曹成的看重，以曹氏集团的实力，说不定真能将青玉酒打造成夏国名酒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保留一点股份？青玉酒的酿酒技术很独特吗？明白了，股份的事儿我们就不想了。那郭靖呢？他还能不能做青玉酒厂的厂长？如果曹成真的要将青玉酒打造成夏国名牌，以曹成的能力和性子，恐怕很难做这个厂长。你放心，在曹氏集团那里，我老公是能说上话的。亲爱的，谢谢你了，不用客气。对了，你现在说话方便吗？怎么了？对了，你现在说话方便吗？怎么了？就是想跟你说，菲菲的男朋友卢定坤，我非常不喜欢他。这个卢定春，我在燕都见过几回，给我的感觉可以用2个词来形容：腹黑、奸猾。但是没办法，菲菲好像认定了他，搞得我很是郁闷。我找我爸的秘书询了一下卢定香的情况，他好像在石城已经有女朋友了。看来这撒谎还真不是男人的专利啊！什么？这个瘪犊子竟敢脚踏2只船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不行，我必须把这事儿告诉菲菲，不能让她上当受骗。珊珊，你不要冲动，咱们无凭无据就去告诉菲菲，你男朋友脚踩2只船。换了你会信吗？那怎么办？这样吧，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，我让人在石城找证据，你保护菲菲不跟卢定公去外面过夜。明白，我这就去找他。老婆，看不出你这样的大美女挺会撒谎呀。我这是善意的谎言。菲菲本性善良温柔，我真的不希望她受到伤害。这些矿泉水、饮料、啤酒、白酒之类的区域靠近水源，空气清新，灵气比较充足。这饮料厂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，唯一的优点是靠近黄清江，可以抽取地下水源的灵气来温养药酒。年轻人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老爷子，我想向您打听一下咱们饮料厂的事情，它是已经破产了吗？3个月前就破产了，直接卷钱跑路。上个月法院进行了拍卖，硬是流拍了。为什么？难道是卖的太贵？底价只要1000万，但是必须接手饮料厂欠银行的1.2亿贷款，根本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冤大头。确实有些贵了。老爷子，我能进去参观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走，我带你去。每层差不多300平方，只用第1层就足够。把所有窗户全封死，摆上钢制货架，500坛药酒绰绰有余。聚灵阵布置也简单，撬开4座肉地板，往下挖几个洞，埋入聚灵玉牌就行。用地底的水灵之气来温养药酒，效果应该会非常不错。浩宇，红宝饮料厂的事搞定了，我亲自带人做了评估，跟燕海市政府磨了2个多小时，明天中午相关手续就能全部办下来。太好了，辛苦楚大哥了。老师，好消息！专家一致认定青玉酒的酿造工艺极具投资价值，我决定以5000万买下酒厂，就让你说的郭靖来专门管理生产。这倒是和雨瑶的想法一致，不过我手头暂时不太方便，前期的资金就要麻烦你先垫付了。没问题，酒我明天派人给你送去，等你回来再把钱还我。亲爱的，不好了，菲菲出事了！不要慌，出什么事情了？今天燕都医学院同学聚会，谁知酒到半途，卢定坤在冀北的女朋友却带人来了。真被浩宇看中了，他的相术也太厉害了吧！珊珊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那个女人叫林林，是石城银饰产总裁的女儿，也是卢定坤谈婚论嫁的正牌有理。卢定坤呢？别提了，这个怂货一句话都没敢说。其他同学呢？没人能搞定林林吗？几个同学在，但没人敢管。林林在酒店订了个包间，手下一直在楼道里盯着我们，一旦菲菲离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给我半小时的时间，我马上过去。菲菲，没事吧？雨瑶，我真的不知道卢定坤有女朋友，我不是第三者。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除了你和林林之外，卢定坤可能还有一个女朋友，他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。他同时交往了3个人，谁打的你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琳琳了。他一冲进来就打了菲菲一耳光。走，我们找他去说理。雨瑶，别去，他们有很多人。放心吧，辉煌酒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。这些大哥都是你叫来的？我也不知道。请问您是陈浩宇先生吗？没错，我是陈浩宇。我们是接到了老板的命令来保护王玲飞女士。老板说，等您到了之后，我们48位安保人员全部听从您的吩咐。哦，那就谢谢了。厉大主任，你不是说这些大哥都是酒店看在你的面子上过来的吗？看来事实好像并非如此。珊珊，别这么说，厉风华也是好心，
他在装呢，你忘了？他刚刚还让你去向琳琳道歉呢。你这一道歉，岂不是承认自己是知小三做小三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我只是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想要帮王凌飞度过这一劫。用不着，我们去找琳琳，他敢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，那就不用跟他客气了。王凌飞的脸是被你打的，是又怎么样？我帮他还给你。霸气！你敢打我？你应该庆幸自己是个女人，要不然我把你们这群人打残了，扔进黄浦江里喂鱼。卢定坤，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不赶紧说说自己是怎么同时和多位异性保持交往的？什么意思？他很会安排自己的私人时间，同时和你们3个女人交往。我不知道。你胡说八道！你的手机在身上吧？你可以把它打开，自证一下清白。把手机给我！你不要相信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用得着查吗？喂，老公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3天后我就到石城。你是卢定坤的什么人？我是他女朋友，你是谁？我也是他的女朋友。不可能！关小姐，你是什么时候跟卢定川在一起的？我们上大一的时候就在一起了。卢定坤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只要你在石城1天，你就1天别想有好日子过。我琳琳从小到大，还没有人敢打我，你是第一个。你想怎么样？你只要自己打回去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你在做梦，林小姐。燕海不是石城，你们林氏房地产公司在石城也许算得上是个大集团，但是在燕海，没人会给你面子。敢不敢告诉我你的名字？记住了，我叫陈浩宇。咱们走着瞧。这个琳琳真是不讲理。她是被家里给惯坏了，看着吧，她早晚会为自己的任性买单。陈先生，谢谢你们。不用客气，卢定可别装死了，赶紧爬起来滚蛋。雨瑶，我滚！你可真是无耻，我现在看到你都觉得恶心。老婆，跟他没什么可说的，咱们走吧。这厉风华也真是活该，惹谁不好，非惹苏雨瑶。就是，聚会都被他们搞砸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对不起，老公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王凌飞没事了吧？怎么可能没事？这次他被伤得挺厉害。这种事儿摊在谁的头上都不会好过。我不会放过他的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哼，我给妈打电话，让她找我爸的秘书给卢定和多穿几双小鞋。这个渣男太可恨了。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，就是有点仗势欺人。他算人吗？不算。哼，算你反应快。就在这8个位置，挖长宽各15厘米，深度2米的洞，挖好后里面用速干水泥封住。老板，这盒子里装的啥宝贝啊？还得埋这么深？按我说的做就行，用砧木和水泥保护好木盒，上面用泥土覆盖，把地板恢复原样。老师，这个厂子真是不错，我觉得比咱们健体中心更适合练功。这里是工业园，距离市区太远，那些白领哪有时间过来锻炼？这倒是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开始忙起来吧。老师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我给你们发一份各种中药的用量，你们称一下，将它们放在一起。这次一共是100坛酒，分成100份，你们每人称出20份。这段时间我会进去布置聚灵阵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们不要打扰我。明白。起。相比梦中逍遥真人抽取50公里灵气的大手比，这聚灵阵威力小了近100倍，但用来温养药酒绝对没问题了。老师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聚灵阵成了，你们可以进去感受一下。好舒服，顿时感到了一阵清凉之气扑面而来，整个人从里到外感到无比舒爽，头脑一片清明。若是让我住在这里，估计能活120岁。老师，我们现在呼吸的是不是您所说的灵气？没错，方圆5公里内的地灵和水灵之气全部汇聚于此。若是在这里练拳，1天能够顶得上外面3天。我们可以在这里练习吗？不能。你们若是练得兴起，我这药酒岂不是糟了脏？这太可惜了。动功肯定不行，但进攻可以，效果要比外面强了太多太多。尤其是对于你们这种从明技突破到暗技，或是从暗技突破到化技的人，好处更大。从化境到丹境呢？除非是真正的洞天福地，否则对你这样的高手没有什么作用。我跟你们讲一下这里的情况。首先是距离地面2米处，我放置了8个聚灵符，作用是吸取周围的灵气，然后汇聚在了玉如意之中，再由玉如意把灵气散发到这个储藏室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储藏室最重要的不是药酒，也不是地底的8个聚灵玉符，而是这个被我在保险箱里的玉如意，它也是最容易被偷的。老师，您的意思是什么都可以丢，唯独这个保险箱不能丢？都不丢最好。
实在没有办法保住玉如意，其他的都可以舍弃。老师，我可以放张床，晚上直接住在这里。你是暗境巅峰，老张是明境巅峰，都处在最关键的节点，住在这里，哪怕是不练功，1年之内都能自动突破。尤其是你刘猛，全身上下到处都是暗伤，急需这里的灵气滋养。老师，那我还需要药浴吗？只要是药物，或多或少都会对身体有所伤害。你若是住进来，身体时时刻刻都处在灵气的滋养之中，哪里还需要什么药浴？老张，我现在去买床，你要不要？要！不突破名利，我就不出去了。国术的最高境界是打破虚空，见神不坏。所谓的不坏，并非身体厉害到不受任何人的伤害，而是到了这个境界的高手已经能够感受到体内所有的变化。但是不坏的高手却能立刻感受到，并迅速将其恢复。这也是他们能够将自己的体力巅峰维持到80、90岁甚至100岁的原因。老吴，你练的是鹰爪铁布衫，这类硬功的训练方式比普通的服药残酷太多，导致你体内布满了暗伤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彻底垮掉。而住在这里的好处就是灵气可以引到小家，让你们道夫的身体保持在最佳状态。古时候很多道家高人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深山密林潜修，目的就在于此。老师，这里的灵气对你还有作用吗？李阳，你用不着拐弯抹角，直接问我有没有达到不坏境界就行了。就算这里的灵气再增长10倍，对我也没什么作用了。我所练的功夫与你们的国术走的不是一条路子，所以没有打破虚空见神不坏这一说。走吧，咱们去把药酒搬进来。正想问你什么时候回家呢，你就到了。今天逛了好几个店，差点没把我累死。琳琳没再去找王凌飞的麻烦吧？没有，他和卢定军都已经回蓟北10城了。那就好。你的药酒呢？都搞定了？搞定了，100坛妙酒，每坛20斤，总共2000斤。1个月后应该就能开启了。老公，这药酒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奇？当然，等药酒成功，我们就去石城见你爸，再去燕都见你爷爷。别人去老丈人家送的是好烟好酒，我给老丈人家送的却是健康，怎么样？靠谱吧？相当靠谱。每月1万斤酒，1斤5万块，想想都觉得吓人。可能不止5万块。曹成的意思是，如果药酒疗效的确不错，他建议把价格提升到10万块，同时每月留下3000斤酒，以每斤5万美元的价格推销给国外那些富豪。这也太疯狂了吧！如此算来，药酒的利润每个月岂不是能达到2.5亿美金左右？差不多吧。1个月2.5亿，一年就是30亿，只需要3年，你就能成为身价100亿美金的世界级富豪。如果曹成真的办成了，我会成立一家慈善基金，自己只留1亿美金，剩下的钱全部用作慈善事业，这也算是变相的劫富济贫了。老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举双手赞成。陈老师，您布置的聚灵阵真是惊为天人。这10天里，我已经收购了青玉酒厂，准备投资10个亿，创办青玉酒业。所以咱们商量之后，你最终决定将红宝饮料厂改成青玉酒厂的存储仓库了？对，把药酒所在的区域单独建一个围墙，与普通仓库隔开，外围交给普通的安保公司就行。外围倒是好办，但这核心区域的安保工作，你打算由谁来负责？那些具有明境以上修为的拳师来全权负责。师傅，您的亲传弟子里，在烟海安家的那6位师兄，我一直想请他们加入圣天健体中心，但即便我开高薪，师兄们也都断然拒绝了。好，这才是我的好徒弟，不愿向金钱低头。师傅您向来不存门户之见，我入逍遥宗您也认可。上月陈老师重开山门，我便想招师兄们入宗。机会来了，药酒要高手守卫，正好对口师兄们。只要您点头，师兄们一定会同意进入逍遥宗的。师傅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一人身兼数10门绝技，门门堪比形意拳，且同我一般不重门户，只重传承。我老头子真是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师傅，陈老师最厉害的不是功夫，是法术。待会儿您亲身体验下他布的聚灵阵便知，堪称小型洞天福地。您的功夫一直在暗技巅峰，兴许在里面住几天就能够突破到化境。哪有这么简单？我现在气血衰败，想要进入化境，这辈子是不用想了。师傅您有所不知，陈老师会酿一种龙虎酒，需300年野山参、蛇胆等珍稀药材。这种药酒对武者的气血筋骨和5脏6腑有着巨大的好处，足以帮您突破化境。就算虎骨酒是真的，问题是300年以上的野山参去哪里找？明天我们会去参加缅川的翡翠公盘，那里会拍卖一只400年的长白山人参。我向我爸借了3亿，足以将这只野山参拿下。至于蛇胆之类的东西，要比人参好弄多了。等我去了那个洞天福地之后再说吧。我对叶师傅的脾气秉性再了解不过了，看他这反应，分明是已经有所异动，这事儿基本成了。请。叶师傅您好，好强大的气场。张铁玄与我同属燕海国术界，是老相识了。这刘猛比我小20-30岁，竟与我修为相同。吴英强更是圣王，虽是可能化境巅峰修为。李阳和陈庄脚虽只有明境修为，但气血旺盛，未来不可限量啊！诸位，打扰了。师傅，您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的不同？
当年我去过武当山，那里给我的感觉都远远不如这里。如今的环境污染太过严重，哪怕是名川大泽都受到剧烈的影响。恐怕也只有像老师这样的道家高人，才有着改变环境、重建天地的手段。曹成，给你的师兄打电话吧，让他们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，全都过来一趟。师傅，您同意他们加入逍遥宗了？我只是向他们表示支持而已，是否加入还需要他们自己决定。只要您能帮我说句话就好。我这6个徒弟总算到齐了，功夫最高的袁龙是暗进巅峰，在安保公司当总教官。学海、何迈是那里的队长，邢信做车队队长，华涛开着餐厅，何迈经营酒吧。虽然各有生计，但这身明镜修为都没落下，真是让人欣慰啊！师傅，小师弟，陈先生这洞天福地也太神了，站这呼吸都顺畅，内劲隐隐有松动之感，真是无价修炼宝地。烟海闹市之中竟有这等灵气充沛之地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小师弟能在此修炼，是我辈武者梦寐以求的机缘。各位师兄，既然都觉得这地方修炼好，那趁今天人都在，我正式请你们来做保安，一边借灵气修炼，一边守着宝地。小师弟，这地方对武者确实吸引力十足，但我得先问清楚，我们几个留下来做保安，月薪能有多少？于师兄放心，我已与老师商议妥当，断不会亏待诸位。名气月薪5万，暗进10万，化境20万，这待遇师兄们觉得如何？小师弟，你是不是自掏腰包补了差价？月薪还这么高，我们实在担不起啊！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，先别急着推辞，看看光架上摆的东西，直说吧。这儿随便一坛药酒，外头市价整整200万下元，还有价无市。什么？一坛就200万？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！小师弟，你该不是拿我们寻开心吧？哪有这么贵的？我已经说过了，这里的灵气主要是为了酝养药酒，而这种药酒对普通人有着立竿见影的好处，可以想象他们对富豪们的吸引力会有多大。老师每月最多只出500堂，这里每坛酒都价值100万，相比之下10万20万月薪不值一提。师弟，这笔财富确实惊人，安保担子也极重，但我想确认，我们若留下做保安，就非得加入你说的逍遥宗？那是自然，护卫这等重宝，必得自己人才放心。入逍遥宗既是认可宗门规矩，也是你们享受高薪与修炼资源的前提。你们不用看我，此事关乎各自前程，随心抉择便好。无论你们如何选择，反正我是已经决定要加入逍遥宗了。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您可是咱们烟海成名已久的武术大家，怎么会轻易加入别人新立的宗门，甚至还要屈居人下呢？不是开玩笑，陈浩宇年纪轻，但道法高深，本事远超我们预料。加入他的宗门并不丢人。逍遥宗内武学众多，全都是1000年前各大门派的高等武学。我老头子练了一辈子形意拳，本以为就此止步了，临老了也想开开眼界，长长见识啊！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叶师傅今年不过才60岁而已，并非没有冲破化境的可能。老师，陈先生，我真的有可能进入化境吗？能否让我把一下脉？那就要看您能否摸到我的脉了。叶师傅，看好了，趁现在接我最擅长的半步崩拳。厉害，承让。脉搏刚劲有力，气血汹涌澎湃，看来叶师傅非常注重养生啊。我看过不少关于道家养生的书籍，对养生食谱略有研究。练拳养生方为国术正道，您能在60多岁的年纪还能拥有这么好的体魄，真是难得。那我有资格加入你们逍遥宗吗？当然，您就做宗门的执法长老吧。执法长老？咱们宗门有什么规矩需要遵守吗？就8个字，不叛宗门，不违天道。若是有人背叛宗门，或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那您就要召集逍遥宗的所有弟子为民除害，其他的无所谓。总之一句话，我逍遥宗弟子只遵天道。好，这个执法长老我做了。太好了，有叶老坐镇，宗门的规矩算是彻底立住了。各位师傅，你们愿意加入逍遥宗吗？愿意。太好了。老师，关于月薪的事情，我已经跟师兄们说过了。那就这么执行，怎么上班你们自己商量。老师，不上班可以来这里练功吗？随便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就算你来了，我也不给你加班费。马上到中午了，咱们去外面喝一杯，庆祝一下，怎么样？这药酒怎么办？直接锁上门就行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应没人进来偷。行，我让那些施工人员看着点。师傅，
咱们去叶师兄的辉煌酒店，怎么样？哈哈哈，必须的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叶老，药酒的守卫工作就要麻烦您了。你们放心，我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在储藏屋里睡了。爸，这怎么可以？我派一队酒店安保人员去守卫，您在家歇着就行。我是去洞天福地疗养，又不是去受罪。你以为那里是谁都能去的？对了，小陈，我可以带孙女过去吗？随您自己的心意。太好了，小丫头去住上几天，对身体肯定会大有好处。爸，您说的洞天福地是怎么回事？灵气汇聚成一个洞天福地。爸，您确定不是在说一个神话故事？你师弟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也以为是个神话。但亲身过去体验之后，我才知道这世间真的有神秘的高人存在。爸，这就是您加入逍遥宗的原因？我想给你找个靠山。小陈是玄门奇人，20多岁便有神通，再活100年不成问题。这世界上没人能抵御长寿的诱惑，借着苏家的关系，甚至可直达天听。一旦药酒酿成，这看似弱小的逍遥宗立刻会变成一个庞然大物。爸，谢谢您，我也是为了咱们叶家考虑。对了，小静真的确认怀孕了？确认了。太好了，希望这一胎能是个男孩。他的肾脏恢复的不错，中药要继续喝。陈先生，顺东刚刚开口说话，是不是意味着快醒过来了？你儿子的康复情况的确比我预想中要好得多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在2个月内应该就能醒过来。太好了。你是来自军队吧？这与你无关。一个20多岁的女孩能够将功夫练到明镜巅峰，绝对算得上是天纵之才了。你很强，比我以前见过的所有人都要强的太多太多。拥有第6感的人万中无一。你不适合练武，应该去练神。小莲，你怎么了？姨妈，你千万不要与陈浩云为敌，他体内蕴含着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，绝不是我们能招惹的。连你这燕都圈子里的顶尖高手都这么说，我知道了。为了顺东，我绝不惹他。没想到遇到了一个天生具有神通的女孩，可惜是何家的人，否则真想收她为徒。雨瑶姐，刚才那台高难度的手术太神了，我看你很快就要评上专家了。总算是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浩宇，你看什么视频这么入迷呢？免川公盘要开始了，这段时间我不仅背了英语词典，啃完这3本书，还刷了上百个视频，就等着去检验成果呢。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。大家机票都订好了，明天上午9点，我们一起飞免川朗市。浩宇，看你这胸有成竹的架势，这次去免川是不是准备在赌石界大开杀业啊？那是自然，这次去最差也要切出几个玻璃种帝王绿来，不然岂不是白去一趟？我听说今年的标王是一块320公斤的半赌毛料，绝对是抢手货。320公斤，我也听说了，那块毛料的底价简直是天价。我手里钱是不够，但我背后不是站着曹大哥这个超级大富豪吗？只要里面真有好货，借钱也得拿下。查出那只野山参的藏匿地点了吗？查出来了，佳士得拍卖行把它放在了免川政府库房里，有5000多位保安看守。真是够小心的。看来我们已经不可能在拍卖会开始前将人参抢到手了。为了这只人参，有很多实力强大的组织都到了，包括山田组、唐门、青龙帮、大圈帮等等，就连灯塔国的情报组织都派出了高手前来争夺。朗城现在就是一个火药桶，谁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炸了也好，只有炸了，我们才有机会拿到人参，去救老帮主的命。妍，好久不见。嘿，霍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霍，你还是这么不近人情。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红帮1龙2虎，你这条神龙前来免川，能瞒得过谁？不跟你开玩笑了，是我在酒店下面看到了颜月，既然他在这里，那你肯定也在。于是我就查了一下。找我有什么事？帮我对付一个人。谁？他叫陈浩宇，是燕海的一个诊所医生，100万美金，你帮我把他抓起来带到我的面前。没兴趣。他是个顶尖的功夫高手，曾经击败过一个化境高手。他今年多大？学的是什么拳？20多岁，不知道学的什么拳。怎么，这对你很重要吗？不重要，500万美金。嚯，你在狮子大开口！一个化剑顶级高手值这个价？太贵了。
那就没得谈了。当初你出手一次，价格不过10万美金，10年过去了，你的价格直接飙升到了500万美金。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？当初我的功夫没有练到家，价格自然便宜。现在我的身份变了，成了一个功夫高手，价格自然上涨。咱们是老朋友，你就不能优惠点儿？我跟你只能算是交易伙伴，不是朋友。你真是没意思。颜月，你看一下这个陈浩宇长得像谁？非常像陈长老。陈哥，我见过陈明廷长老年轻时候的照片，简直跟他一模一样。听说陈长老曾经有一个孩子出了事，被水冲跑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你说会不会是他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陈哥，陈明廷虽然是咱们红帮的长老之一，平日里也不管帮里的事情，但他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千亿富豪，对红帮的影响极大，光是生意上的合作就高达数10万美金。如果我们为他找回失踪的儿子，这对您争夺门主的位置一定会有着极大的好处。好处我看不见得。若是我们真的把陈浩宇推到了陈长老面前，虽然可以得到陈长老的感激，但却得罪了他的那些孩子，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。陈明廷名声性风流，前段时间谜团重大，全因他那几个儿女为了争夺继承权搞出来的。这场豪门风波的浑水可不好趟。不过我们可以试着接触一下，看看这个诊所医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若是能够弄到他的头发或者其他东西，那就更好了。明白，我马上去一趟狼城国际机场，查一下陈浩云的航班。去吧。师傅，野山参受到了缅川军方保护，导致我们的抢夺计划不得不取消。恐怕取消抢夺计划的不仅仅是我们吧？很多社团帮派都对野山参感兴趣，包括红帮。红帮来的是谁？霍星辰就住在咱们的酒店。我想将霍星辰的命留在这里。今天晚上我请了一位泰国艺术师过来，听说他具有操纵毒虫的能力。这么做有失光明。师傅，这是战争，不是比武。这东南亚的天气怎么这么潮湿啊？朗城真的是缅川最好的城市，我怎么感觉它好像还比不上我们夏国一个3线城市？缅川的发展一直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，最大的问题是国内时局不稳，光是各种武装势力就有10多个。你现在看到的狼城是在20多年前发展起来的，除了核心地带有着浓郁的现代气息之外，其他地带与80、90年代的夏国差不多。你是不是以前来过狼城？我和小然跟着小姨来过了2次，都是为了参加翡翠公盘。看来我们不缺导游了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估计曹成给我们订的是帝王间，在这里住一晚，恐怕需要几千美金吧。无所谓，我们又不是住不起。姐，我们住的房间好大，面积最少有50多。我靠，你们也太奢侈了！我以为我和妈住的就已经够好了，没想到你们更过分。要不然我们换一下？姐夫，你和我姐还没有结婚，住在一个房间似乎不怎么合适。这样吧，我妈和我姐住在这里，你去住我们那个房间，咱们换一下，怎么样？这小丫头片子大感不妙，肯定没憋什么好屁。你看我干嘛？凭什么？凭我第一个叫你姐夫，凭我和我妈坚定地站在了你一边，不行吗？不行，李小然同志，你应该懂得过河拆桥这个成语的意思吧？姐夫，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你这脸皮未免也太厚了吧！极度的坦诚就是无坚不摧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谢谢夸奖，我的脸皮比长城的城墙都厚，这一点你应该早就知道了才对。姐，你忘了，我们前2次来狼城都是住在一个房间的，你可不能有了老公就把我们母女给扔出去了。行了，你姐夫在跟你开玩笑呢。老公，小姨是我们的长辈，你真就好意思不把房间让出来呀？小然，听到了吧？你姐这一句话的杀伤力能抵上你说100句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还得亲自去请你妈妈。那还等什么？我带你过去。小陈啊，这个房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，环境也挺好的，真的用不着换来换去那么麻烦了。小姨，我们那个房间空间更大，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大化妆间，刚好适合你们女士使用，您就别客气了。就是啊，妈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反正我肯定是要跟我姐睡在一起的，我就先过去了，再见啦。妈呀，吓死我了！那个男人好可怕，他刚才对我笑的时候，我感觉心脏都要停跳了。确实挺吓人的，那模样简直就像是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一样。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那个人绝对不简单。刚才他经过的时候，他给我的感觉极其危险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师兄，看他的样子，脚步虚浮，似乎并不会功夫啊。您可是化境巅峰高手，怎么可能对您产生威胁？我也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但直觉告诉我他很可怕。老师，您怎么看？老吴，你的感觉没错，非常敏锐。
那个人确实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，绝不是表面看着那么简单。他有杀人的本事。既然他不会功夫，却能让吴先生感到危险，难道他身上带着枪，或者是其他什么致命的火器？不可能，这么近的距离，就算他带了100把枪，对我也不会有半点威胁。我自信能在他开枪之前，就先扭断他的脖子。他一个普通人，凭什么能对化境巅峰的高手产生如此大的威胁？很简单，对方是个术法师，他有着能够置老吴于死地的阴毒手段。这种无形的手段防不胜防，远比真枪实弹可怕得多。艺术师？那他是不是跟你一样厉害啊？也是懂得那些神奇法术的高人吗？如果真的对上了，你会不会有危险？艺术师分3、6、9等，我是金字塔最顶尖的那种，而他最多是中下层。看他的模样和气息，应该是来自泰国的一个艺术师。一个泰国的艺术师怎么会突然驾临狼城呢？难道他也是为了这次拍卖会上的那株人参来的？有这个可能。若是我们在拍卖会上拍到了人参，搞不好他就会为了这东西成为我们的敌人。唉，希望这次的狼城之行一切顺利，不要出什么岔子才好。好厉害的高手，竟然是个单进高手，而且看这气场，手上绝对沾满了血腥。看你们这群人的站位都是以你为首，你就是那个叫陈浩宇的年轻人吧？面对我的气场还能如此镇定，有点意思。找我有什么指教吗？我是红帮的霍星辰，在这江湖上能让我主动上前打招呼的人可不多，你这小子倒是引起了我的几分兴趣。红帮，天下第一大帮的霍星辰，我们之前好像并不认识。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认识你。看你面对我的这份从容气度，你很不错，难怪有人要花大价钱买你的命。霍先生，我能感觉到您对我并没有敌意。有人花了100万美金想雇佣我对你出手，买你的人头，难道就不想知道这个花重金要杀你的人到底是谁吗？这照片拍的还真不错，把我拍的挺帅的嘛。不过就算我问了，您身为红帮高层，真的会把雇主告诉我吗？我只是来见见你，看看值不值这100万的价码。那不就结了？其实就算您不说，我也知道是谁。他一个小小 CEO， 竟然跟您这样的红帮高层有交情，更没想到您会特意把这事儿告诉我。以后你自然就知道其中的原因了。既然相识一场，这次我就破例不出手，你好自为之。这趟浑水可没那么好趟。你的底子很厚，根基非常扎实，期待你尽快突破单季。届时我会亲自去国内找你，痛痛快快的打一场，希望你别让我等太久。放心，既然你如此看得起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等你来国内，我随时恭候大驾，到时候咱们好好切磋一番。老公，那个雇他杀你的人是不是艾米丽·奥尼娜和厉风华？8、9不离10。呵呵，我没找他们的麻烦，他们反而来找我的麻烦了。这两个家伙。老师，霍星辰是不是一个单进高手？不错，不到30岁的单进高手，这也太吓人了。他气血旺盛，看着年轻，实际约摸34、5岁。这般年纪拥有如此修为，不单依靠天赋，更是无数实战打磨出来的。我断定霍星辰历经无数生死，手上至少有1、200条人命，不然他身上不会有如此浓重的血腥味。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自己不过是个井底之蛙，与真正的高手相比，我差的实在是太远了。我师父经常说，真正的功夫是用无数条人命磨出来的，看来这不是没有道理。青年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过来这么多可怕的人？他们是为了那只野山参。凡是习武之人，不管练就什么功夫，气血都是基础中的基础。天下间能够增强气血的东西不多，而400年的长白山人参就是其中最好的一种。连龙帮的高手都到了，我想其他帮派中的高手应该也会到，搞不好这里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功夫高手们争夺人参的修罗场。如果我们在拍卖会买到了人参，岂不是立刻会成为所有帮派的目标？这可怎么办？咱们总不能跟他们硬来吧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咱们不用为此感到担忧。说实话，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看过修为在化境以上的大高手们火拼呢，这次一定要开开眼界。咱们先去看看镖王，怎么样？好。怎么了？姐夫，主办方能够将这块320公斤的半赌毛料当做镖王，就已经说明问题了，根本没有认真观看的必要。那你总得有个判断吧？从他的表现上看，我实在没有理由觉得他会垮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镖王的成交价格一般会是底价的2倍到3倍之间，也就是6400万美金到1亿美金之间。不贵，我再好好看一下。这块原石的灵气远比之前那块浓郁100倍，这块镖王至少能开出30-40亿的顶级祖母绿，换算下来价值足足6亿美金，1亿美金拿下，妥妥的暴利稳赚。老公，你要干嘛？不会真的想买下这块原石吧？我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？你疯了！
那是数千万甚至1亿美金，万一输了那可怎么办？姐夫，虽然我也特别看好这个标王，但是神仙难断寸玉，谁都不知道里面的玻璃种祖母绿翡翠会有多大，你可千万不要冲动。我这些天在网上看了60多块切出玻璃种祖母绿翡翠的原石，发现了它原石的情况与那些原石都差不多，具备一切大涨的可能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为什么要放弃？老公，你敢肯定它一定能够翡翠？这种顶级的料子可遇不可求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能，我对自己的判断有着十足的信心。姐夫，这风险实在太大了。小然，不要被金钱蒙蔽了。你不是号称专家吗？抛开这高昂的价格不谈，单凭你的经验来说，它赌涨的可能性有多大吧？凭我的经验和它的皮壳特征来看，概率值在80%以上。咱们是英雄所见略同，见有这么高的胜算，那还犹豫什么？这块石头我拿定了。这次主办方为了引起轰动，决定将排名前10的原石由暗标改为明标，而且必须是现场解石，时间定在了明天下午2点。太好了，老公，不管我和小然怎么劝你，你都不会改变主意了，一定要冒这个险吗？必须的，我学了这么长时间的赌石，就是为了学以重用。老婆，你放心，就算亏了也无所谓，等我的药酒上市，1个月就能把亏的钱赚回来。只要你心里有数，能承担得起后果，这笔钱你怎么安排我都支持你的决定。这6号原石内的翡翠灵气大概有标王的1/3，价格应该在2亿美金到2亿5千万之间。老婆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块6号原石和我之前在烟海的那块原石长得很像？你看这皮壳的纹路和表现，简直如出一辙。老公，所有的原石长得都差不多，外面都是一层灰扑扑的石头皮。不可能呀！难道你一点不觉得他们就像是一对亲兄弟吗？烟海那块是哥哥，这个6号原石是弟弟。我还以为他们是父子呢，原来是兄弟啊！姐夫，我感觉你快要走火入魔了。你想买这些石头，我不拦你，你自己做主就行了。老婆英明，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这双慧眼。雨瑶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么胡闹，这可是将来你们小两口的钱，几亿美金说砸进去就砸进去，万一赔了，你们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？小姨，随便他吧，咱们现在不管是谁说他都不会听的，他既然认定了，就让他去试吧。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对了，曹成呢？曹成刚刚在那边看上了一块石头，花了22万美金买了一块原石，现在正在让师傅解石呢。你也玩赌石？以前玩过几回，输多赢少，但也开出过一块重18公斤的冰种芙蓉绿翡翠。今天运气不好，没能弄个开门红。你近期的财运不错，说不定能发个小财。太好了，我继续去买毛料，就不相信开不出翡翠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你的财运兴许是来自青玉酒，而不是翡翠。哼，没关系，几百万美金的事儿不算什么。曹成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非常看好今年的1号标王和6号原石，你那里不是有3亿美金吗？先给我用一下，若是出了翡翠，我会把它卖掉，把钱还给你；若是不出翡翠，等回国之后，我多还你10%。老师，你尽管用，反正我现在也用不上了。你不买那只人参了？不买了。老师，我听说这次全球各大高层人物都到了，若是我们抢到了人参，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先不说能不能顺利回去，就算真的回去了，恐怕我们也安生不了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可以不为自己着想，但必须为我父亲和弟弟妹妹考虑。你这个决定非常明智。我在这个会场转了一圈，看到了至少4个拥有化境修为的顶级高手。如此多的势力和高手，咱们还是不要惹得好。老师，4天后的上午就是举行拍卖会的时间，一旦人参被人拍下了，我感觉朗城可能会非常的热闹。如果真的乱了套，那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件好事。果然传来了灵气的波动，只是浓郁程度要比烟海那个盲料小了一些，但价值肯定远远超过了62万美金。哎，快看那个人，他怎么挑的那么快？不用手电照也不仔细看，就凭感觉挑。是啊，这都放进去6个了，加上他之前挑的那个，推车里一共有7个原石了吧？天哪！我看那几块的标价加起来总价值高达210万美金了，他这简直就是不把钱当钱呀！老公，你搞什么？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这些原石里面肯定能解出高品质的翡翠。姐夫，您的第六感用的是不是太频繁了点儿？我告诉你们，通过我这段时间对赌石的仔细研究，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。什么发现？大多数时候，眼力、经验都没啥用，最重要的是人的感觉。姐夫，你这个发现真是太牛了！快到中午了，咱们趁着没人，赶紧把这些原石解了吧，希望不要亏得太惨。走，就让事实来证明我的感觉是何等的正确。别看这块了，快看那边那个推车的小子，他要全解了！嚯，推车里堆成小山的原石啊！走走走，咱们跟上去看看他解石到底是涨还是垮。有时候真的能被你姐夫气死。姐，你要是受不了，可以把姐夫让给我，我肯定不会生气。去你的！师傅们，受累，加上这块，我这儿一共有8块毛料。为了省时间，来8个师傅帮我一起解吧。姐夫这划线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！他连看都没看，直接在所有毛料右侧的1/4处画了一条线。哎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了。小陈这个画法，就算里面有翡翠，都可能会被切坏。估计是这些师傅们也觉得小陈的切割线有些太激进，这才给他改了一下。这人是谁啊？画线都画到这么随意，他到底懂不懂解释？很可能是个富二代，来这里赌石纯属是为了玩。哎，这就是差距，人家是花钱图个乐，咱们却是在赚血汗钱。1号毛料涨了，
好像是冰种紫罗兰。但是2号毛料垮了，连个绿色带都没有。3号毛料垮了，有水雾没见绿。4号毛料有绿，还得切一刀才能看到里面的情况。5号毛料好像有一丝红光，难道是红匪？6号毛料垮了，什么都没有。8号毛料，我的乖乖，是玻璃种帝王绿。还好，只切掉了一个边角。怎么样？又是一块玻璃帝王地绿小翡翠。我就说吧，我的第六感绝对没错。那为什么其他几块原石不行？这不是才第1刀吗？等第2刀切下来，肯定能切出翡翠。希望吧。小兄弟，我出120万美金买下你这个毛料，怎么样？我可以出150万美金，我愿意出200万美金。诸位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本身就做翡翠生意，所以不管开出什么样的翡翠，我都不会卖。 8块毛料全都解了出来，2号、3号、6号、7号工位的毛料完全垮了，没见一点绿。4号毛料在切到第3刀的时候是芙蓉种苹果绿，价值在50万美金左右。5号工位开出的是最顶级的红翡鸡冠红，玉质细腻通透，已达到冰种层次。所谓万翠易得，一翡难求，就是说它。我估算了一下，这个鸡冠红翡翠在市场上的价格最少能达到1500万，绝对是大涨。这红翡真是太漂亮了，色泽这么纯正，简直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，拿在手里都舍不得放下了。 只要老婆喜欢就行，这块红翡直接送给你了，就当是个小礼物。老婆，怎么样？服不服？看到这块传说中的帝王绿被我给开了出来，你现在总该承认我的眼光和运气比你们厉害得多吧？不服！7个毛料开出了3个翡翠，成功率不到50%，而我和小然只买了1个毛料就开出了紫罗兰翡翠，成功率是100%。两者相较，你觉得谁更厉害？姐，这还用说？姐当然是我们第6感根本不准，完全是在靠数量和运气取胜，哪能跟咱们相比？你们这是典型的羡慕嫉妒恨。 明明是我开出了帝王绿，你们非要拿成功率来说事。老公，我觉得你还是重新考虑一下，要不要争夺1号标王和6号毛料吧。小然说的没错，你的第6感的确不行。老婆，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心？我之前看中的毛料可都是大涨的，怎么就变成了第6感不行了？这是信心的事吗？这明明是运气的事。你要是全靠运气去争夺1号标王，风险实在太大了。听我的，还是稳妥点好。我的运气一向很好，要不然怎么能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呢？有你这个福星在身边。 我的运气绝对不会差的，这倒是，算你这家伙还有点眼光。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我就暂且相信你的运气。不过1号标王的事，你还是得多留个心眼。姐，你现在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像姐夫了，以前你可从来不会顺着他这么自夸的，简直是夫唱妇随，让人受不了。这就叫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天天跟这家伙待在一起，自然而然就被他同化了。走吧，我们先把这些刚开出来的翡翠存起。只有1块大涨，全赌区竟然连半点玻璃种帝王绿都开不出，由此可见那些专家的眼力和水平还是挺靠谱的。喂，老师。 有人惹事儿！你们在哪一个区域？1楼解释区。我马上到。怎么了？姐夫，这个樱花国人对我姐耍流氓，非要带我姐出去喝咖啡。我姐不去，他就动手动脚。谁干的？是他旁边那个中年人。他没有下死手，你这只是拖酒而已。我现在给你接上。老婆。 他没有对你做什么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老师，他说刚刚发生的事情都是误会，我们愿意道歉。哼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只要他承担赔偿和责任，给我妻子鞠躬道歉，我或许可以原谅他。若是做不到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好大的胆子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给我听好了。 我是三井财团的副总经理三井拉希，我父亲是三井财团的总裁三井洋之介。你敢动我一根头发试试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叫什么？我叫三井拉希。原来你叫拉希呀！还有叫这名的。他小时候应该是经常拉肚子吧？起个名这么与众不同。小子。 我不管是你是谁的儿子，你犯了错就要承担责任和赔偿，要不然你会非常的凄惨。听明白我的话了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让我给你的亲友道歉？我告诉你，我看中你的东西了，别得罪我。好，非常好，你可以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没听到吗？我说你可以走了。老师，不能让他。老师。 让他走。美女，看到了吗？
这就是你的男人，他保护不了你。我看你还是跟着我吧。这人真丢人。姐夫搞什么？他怎么能让那个人走呢？别着急，有人要倒霉了。这青年男子明明让我感到恐惧，为什么会突然放过我们？三井先生，对方是个绝世高手，我们最好不要招惹他，赶紧走。3、2、1。怎么回事？他这是心脏病复发了？这么年轻，应该不可能有心脏病吧？难道是那个年轻人搞的鬼？老师，他怎么了？坏事做多了，肯定不会有好下场。我估计是心脏病复发了。真的是心脏病？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有人要倒霉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秋季海人。我是个医生，对心脏病的治疗非常擅长。只要三井先生给我妻子鞠躬道歉，求得他的原谅，同时承担相应的医药费，求得我那个弟子的原谅，也许我会出手救他。士可杀不可辱。说的没错，士可杀不可辱。秋季先生，看他的情况，估计5分钟之内，他就可能会心脏破裂而亡。到那时，恐怕我想救都救不了。你弟子的手臂是我干的，我知道，但惹事的人不是你，而是三井拉希。只有承担责任，我这个弟子心里才会舒服。除此之外，你们还要赔偿我这个徒弟，还有我的救治费也很贵，需要2000万美金。如果你们没有带钱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我不治。你太过分了！比起你们在以前对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以德报怨的圣人。不道歉，那就让他去见你们的祖先好了。说得好，这话听着舒服。与先人相比，2000万美金算个屁！这兄弟是个纯爷们儿。姐夫太给力了！还有4分钟，我给你们3000万美金作为赔偿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原来你们这么有钱呀，那就好办了。你的行为有些过了。韦尚先生，您来了真是太好了。还有3分钟。韦尚先生，您来了真是太好了。还有3分钟。我在跟你说话。不着急，等三井拉希真拉稀了，咱们再聊。太可怕了！夏国什么时候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人物？不玩了，你们2个的功夫不错，比我的徒弟强多了。你是谁？陈浩宇。今天的事情，你们2个扛不住。你既然是一代功夫大师，何必为难一个小人物？三井拉希调戏我的妻子，我不杀他已经是慈悲为山了。换了你，恐怕现在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吧？求你放过我吧！就算三井先生想向您道歉，但他这个样子根本做不到。这倒是。三井拉希，3000万美金的治疗费，200万美金的补偿款，承担这些相应赔偿和责任，换你一条小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现在不疼了，肯定已经没事了，这钱绝不能给。现在可以救人了吗？跟刚才陈潇受的伤一模一样，原样奉还啊！这点脱臼的疼，跟那噬心之痛比起来算个啥？听好了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你敢对我或者我的亲人好友实行报复，那恭喜你了，我会让你受到比刚刚的疼痛还要厉害10倍的痛苦，就算想死都是一种奢望。你是一个魔鬼！哼，魔鬼算个屁！我是一个可以左右你生死，还能让你永远活在疼痛之中的超级大帅哥。我期待你来找我的麻烦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回酒店吧。我这辈子还从未受到过如此屈辱，你去把他的底细给我查清楚，我要他回不了夏国。我劝你不要惹他，他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我知道他的功夫好，但现在是枪炮的时代，我会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你在找死！韦尚，你不会是怕了那个夏国人吧？这可不像你。我只是不愿意无缘无故得罪一个超级功夫高手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怕了。随便你怎么想。三井先生，那个人一招就能击败功夫天才北上阳太。若是您没有一下子置对方于死地的能力，最好不要随便出手。我只是让你查一下，没说一定要报复他。刚刚我不过是为了表演给北上阳太看而已。那个人能够悄无声息地控制我的心脏，很可能是个像秘术师那样的神秘人物。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最好不要这样的人为敌。谁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的诡异法术？像陈浩宇这样的绝世高手，一旦对我动了杀心，会要么被杀死，要么像老鼠一样东躲前藏。但这不代表，如果有机会干掉他，我会犹豫。师傅，您能不能看出陈浩宇的修为？夏国国术分为明镜、暗镜、化镜、单镜、刚镜和传说中的不坏镜。你的功夫与单镜中期相当，陈浩宇能够如此轻松地击败你，还能在我们2人的反击下从容退出。
我估计他的功夫应该在丹境巅峰或是刚劲境界。如果是个刚劲高手，不应该默默无闻。毕竟现在是信息时代，陈浩宇不可能瞒得住，所以他是丹境巅峰修为的可能性最大。26、7岁的丹境巅峰武者，这简直不可思议，太可怕了！如果有可能，最好能将陈浩宇扼杀在摇篮里，否则那对我们樱花族会是一场灾难。你不会是感冒了吧？我这辈子都不会感冒，估计是背后有人在念叨我呢。肯定是三井拉希，你抢了他3000多万美金，换成我也会在背后把你骂个狗血喷嚏。这可不一定，三井拉就是个脑子不好的富二代，他没有胆子找我麻烦。不是他，那就是上阳太了。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比三井拉希可怕多了。老婆，你真是好眼力。尾上阳之和那个中年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，我怀疑以为这尾上阳很可能是樱花国某个黑帮组织的高层，看着无比的阴险狡诈，说不定他正在某个角落筹划怎么对付我呢。高手都转移到了国外，看来我得跟霍清晨聊聊了。陈先生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最正宗的西湖龙井，特意感谢霍先生昨天的坦诚相告。这次冒昧登门拜访，除了向您表示感谢之外，我还想向您打听一下国外的情况。说实话，我这是第一次出国，有些孤陋寡闻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们此前来朗城的目是为了参加翡翠公盘。今天下午我在会场碰了几个樱花国人，一个叫三井拉希，一个叫尾上阳太。那个尾上阳太，您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？你跟他动手了？尾上阳太很厉害，有着不下于丹境的修为。还有一个中年人，好像比他更厉害。尾上阳太是山田组的未来继承人，那个中年人是樱花国空手道第一高手，叫草川佑希。海外像你们这样的大高手很多吗？就我知道的有30多位，下国国内也有，只是都在隐蔽战线。大拳帮、清华帮、山田组这些大帮派内部也有不少。看来国术真正的传承在国外，而不是在国内。也不能这么说，只是在国内那种安定的环境下，他们很少露面而已。看来我的确是孤陋寡闻了。你的功夫很特别，好像与我们国术走的不是一条路子。我师承龙虎山逍遥宗，是道门派，重内不重外，功夫与国术的确不同。你既然能够做那位化境巅峰高手的老师，修为应该可以与丹境高手相当吧？不知道，除了你们3人之外，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其他的丹境高手。有机会我们比试一场。陈哥，出事了！霍先生，我就不打扰2位商量事情了。陈先生慢走。霍先生，您相信命吗？我信命，但更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人定胜天。说得好，从面相上看，您最近会有一个生死之劫，若是渡不过去，您必死无疑。你说什么呢？劫从何来？不是意外，不是意外，那就是对手的谋杀。围绕着那只400年人参，整个朗城暗流涌动，不知道来了多少高手。昨天晚上我们碰到了一个艺术师，希望您多加小心。多谢告知。陈哥，陈浩宇怎么来了？他问了我一些关于功夫界的事情。颜月，他刚刚说的话你怎么看？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山田组，极有可能是山田组请来的。你的想法和我一致。陈哥，山田组来了尾上阳志、草川佑士和一大批精锐，若是再加上一个神秘的艺术师，我们的处境会非常危险。2天后沈青青会和齐迟会过来，那就好。你刚刚进门的时候要说什么？帮主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，长老们决定带他老人家到烟海康安医院治疗，那里的院长是帮主的老朋友，医术极高，所以我们必须拿到人参，而且不需要回总部了，直接去烟海就好，对吗？对。难怪沈长青和齐迟会来朗城，原来是对我们不放心呀。不过这样也好，面对山田组和其他高手，我们现在的力量确实有些力不从心。我好像见过这个陈浩宇，这人给我的感觉非常危险。陈浩宇是一个功夫高手，就住在这个酒店。你是要抓住他而不是杀他，对吗？对。夏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以和为贵，你何必斤斤计较？从小到大，没有人敢像他那样在众人面前侮辱我，这口恶气不出，我会非常的难受。那达鹏大师，只要您能帮我抓住他，我愿意给您100万美金。对付这样的国术大师，我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。您可以出个价，最少500万美金。可以，这是定金。等排名前10的原石拍卖结束后，我会再来拜访您。之前龙帮的霍星辰要500万，您没有同意，怎么到那达鹏了，您就同意了呢？陈浩天开出了价值近千万美金的翡翠，只要它落到我的手里，这翠自然就是我的了。您选择前10位原石拍卖结束后动手，也是为了翡翠？搞不定陈浩宇，难道还搞不定苏雨魔吗？只要把苏雨魔抓住，陈浩宇只能乖乖就范。厉害！放心，我会让你好好享受一下你那初恋情人的滋味。不过现在你要好好伺候我。能够带给我法力变动的总共有5块原石，波动足够大的只有2块。那你打算在他们身上投多少钱？以往按标底价是2出价 4.5 倍，另外3块出价3倍，能拍到最好，不成也没关系。陈浩宇、苏雨瑶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见到你们，真是我们的不幸。陈先生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特别喜欢你。
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乖乖的拜倒在我的16裙下。你是在做梦？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好心提醒一句，你的男朋友太多，其中不乏有得脏病的人，你最好去医院查一下。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完了。你在吓唬我！我一个同学得了脏病，我老公都能看出来，更别说你了。老婆，我们走吧，没必要对一个将死之人生气。艾米丽，要不然我们去一趟医院做个检查吧。你也信他的鬼话？我觉得咱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走，去医院。老公，奥丽莎真的脏病了。我哄她玩呢，但这女人生活混乱，我那么一说，她肯定会立刻去医院做检查。一来二去，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。姐夫，你太坏了。谢谢夸奖。你们下午继续看原石，还是出去玩？你不看了？不看了。我喜欢的2块原石明天进行拍卖，另外5块原石都投了暗标。那你就做我和小然的保镖吧。姐夫，我们打算去看一下名标区。行，我陪你们。曹成、李阳、陈潇，你们呢？不准备出去玩玩吗？我们是第一次来朗城，打算去寺庙逛一圈。那咱们晚上见。陈浩宇，你敢骗我？我又不是神仙，哪能看出你会不会得脏病？不过这充分说明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的确玩得很花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害怕。陈浩宇，你这张嘴让我感到非常不爽，等着吧，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永远说不出话来。咬人的狗从来不会乱叫。奥丽娜女士，放狠话没用，你最好来点实际行动，让我看看你有多牛。老婆，萧然，咱们走。真没想到这2个傻子还真去了医院。姐夫，说不定人家真是脑子有问题呢。这个格尔斯珠宝公司挺厉害呀，竟然做得这么靠前。格尔斯珠宝是全球知名品牌，实力雄厚。去年在翡翠公盘上，他们拿下了标王，赚了至少3亿美金。这次艾米丽·奥兰娜带了足足6亿美金前来，准备大展拳脚。再多的钱也难掩本性里的阴毒狭隘。在小姨面前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没关系，奥丽娜的私生活的确是非常混乱。听说从她担任格尔斯珠宝公司亚洲区总裁到现在不过2个月的光景，她就将公司的那些帅哥给一网打尽了，而且不管对方有没有结婚。哼，这事她绝对能做得出来。先从标王开始，是想趁着大家都有钱，先把标王拍出一个天价。本届翡翠公盘的标王底价是3200万美金，每次加价不得小于100万美金。现在拍卖开始。1亿美金。靠，这是哪来的2大傻子？第一次喊价直接升了3倍多，这家伙是专门来砸场子的吗？你疯了！放心，艾米丽肯定会跟我抢，没有2亿美金，我让她拿不到标王。他是个典型的西方商人，才不会做这么傻的事儿呢。我也希望他不要跟，在面子和金钱之间，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。我赌的就是他作为商人的理智。艾米丽，是陈浩月，我们要不要跟他抢？为什么要抢？标王体积太大了，谁都无法保证能开出价值超1亿的翡翠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最重要的是，陈浩宇买的翡翠都会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还要再花那个冤枉钱跟他竞价？明白。1.05亿美金。小姨，他是谁？这可是1亿美金，不是下元。港岛排名第1的老祥凤珠宝公司 CEO 薛玉锦。1.2亿美金。年轻人，你是哪家珠宝公司的人？我好像不认识你。燕海青岩珠宝公司。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这样吧，我再出一个价，你要是能高过我，这块标王就归你了。1.49亿美金。老公，你千万别冲动，劝不了他。希望等会儿切出来的不是惊吓。1.5亿美金，牛逼！10亿下元，太他妈有钱了！1.5亿美金成交，让我们将最热烈的掌声授给这位年轻的先生。姐夫的名字恐怕要响彻整个珠宝行业了。谁知道能不能开出翡翠？开不出翡翠，姐夫的名气更大。接下来是2号原石的拍卖，底价2400万美金，7000万美金，8000万美金，9100万美金，1亿美金。6号原石的底价是1300万美金，6000万美金。疯了，比底价高出近5倍的超高价。老公，玩够了吗？花1亿6000万美金买2个不知道能不能开出翡翠的原石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玩够了，比起艾米丽，
这根本不算什么，人家花钱那才叫狠。艾米丽与我们的关系极差，她能跟薛玉竞争，为什么不狙击你？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？她找过霍星辰对付你没成功，她是不是已经有极大把握搞定你，把你买的翡翠看成她的战利品了？老婆冰雪聪明，她想霸占我的翡翠，取走我这条小命不假，但同样我也有这个打算。诸位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，接下来我们将对排名前10的毛料进行解释。等一下，克莱克先生，我有一场更大的赌局需要跟艾米丽女士商量，能给我几分钟吗？当然。你想赌什么？我有2块毛料，你有5块。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局，看谁的毛料里面开出的翡翠价值高？如果你价值比我高，我开出的翡翠全部归你。相反，就算我赢，你的全归我。敢不敢玩？哼！5亿8200万美金的对赌，惊世豪赌啊！这个赌约我答应了。陈浩宇，我看错你了，你真的是非常冲动，也非常愚蠢，是为了报仇。年轻人冲动一点很正常。没错，燕海的事情我可没有忘。我怕你报仇不成，又添新恨。不管怎么看，我的赢面最大。我懂一些相术，你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。你来吧。没问题。老婆别生气，我搞这场赌局也是想给我的赌石之路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你确定是美好的回忆？100%确认。艾米丽的财运陈差，额头上就差写漏财2个字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明明是大涨，不是巨涨！太好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玻璃种祖母绿翡翠呢。靠，狗屎运！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姐夫赢了，淡定点儿。老师，恭喜！我想将2亿美金换成翡翠首饰，您看可以吗？当然没问题，这些翡翠你随便选。我现在要去跟那位心高气傲的奥丽娜女士好好聊一聊。奥丽娜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赢了您这么多顶级翡翠。陈浩云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今天所做的一切。那你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咱们走着瞧。小陈，把标王正阳绿和紫罗兰留下，其他的趁全球珠宝山都在，全部卖掉。小姨，您确定？确定。太多了，我吃不下。诸位，按照陈浩宇先生的意思，这4块翡翠将会进行拍卖。太好了，全都是玻璃种帝王绿，青岩珠宝没有吃独市，抢啊！姐夫，你现在都是超级富豪了，怎么一点都不激动？钱能让你过得更加舒服，对我来说，有没有这几亿美金，我都会过得非常舒服，所以没必要激动。姐夫，你这是典型的凡尔赛。既然你说钱对你不是特别重要，那你会捐出去吗？会，等回到烟海，这2亿美金专门给14岁以下身患重疾的孩子提供救助资金。名字叫逍遥，老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举双手同意。姐夫，我刚刚只是在开玩笑，你不会玩真的吧？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等我的药脚成功了，每年会有10多亿美金收入。到那时，我会把它发展成为全国第1慈善基金会，这不比搞一个成功的公司更有意义吗？老公，你若是真的把这个事情做成了，那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。那达鹏先生，现在您可以对陈浩宇动手了。我看了陈浩宇的资料，你的目的到底什么？杀了他玩弄他还是怎么样？抢回翡翠，还要让他看着他老婆怎么被弄死。等我玩够了，我也会让他去死。陈浩云是高手，我没把握抓，但我有把握抓到苏雨瑶。今天凌晨我会让灵虫进入他体内，令其昏迷3天，把他倒入一杯咖啡当中。到时候你可以用苏雨瑶的命来逼迫陈浩宇喝下去。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祭魂术中的死术。只要喝掉它，生死完全操于我手。若是不听话，我会念动咒语，令其肠穿肚烂而亡。太好了，那达鹏先生，只要搞定他们，我多给您500万美金以示感激。满吉切嘎拉奇，这灵将可是我精心练的，只要虫鬼钻进你体内，生死全在我一念之间。钻进去。什么东西破了我的灵将？好烫，还在亮。陈浩云说过，法器直热发光，就是有脏东西在对我动手。要是持续发光，说明那东西就在周围，没走开。
得马上走，还要给他打电话。小然，妈，快醒醒！姐，怎么了？立刻马上穿衣服起床，去你姐夫那里。我马上。妈，你快点儿！陈浩宇，怎么了？他一直在发热发光，我从卧室出来之后才恢复正常。把你的房卡给我，你们3个暂时留在我的房间。好。看起来没什么异样，肉眼看不见，就用天眼查。这里天气湿热，阴气本就比阳气重些，可这点程度，不可能触发法器互毁功能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祭魂术，找死！怎么回事？3只蛊虫明明和我血脉相连，已经进了目标体内，怎么施法速度慢了这么多？难道刚才苏雨瑶不在房间里？不管了，还真敢动手，正好看看你有什么把戏。你哪位？陈先生，你女朋友是不是肚子刚刚疼得厉害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是你做的？你女朋友的生死就在我的一念之间，你想不想救她？说出你的条件吧。4亿美金，加上你下午开出的翡翠。钱没问题，翡翠不行。那就4亿美金好了。哼，我要支票。艺术师先生，4亿美金没问题，但你要帮我干掉艾米丽、奥利亚和厉风华。你没有资格对我提条件。我是喜欢苏雨霞，但和4亿美金相比，我还是更看重钱。你认为我会相信你的话？你可以继续施展祭魂术，我顶多将他送入医院。想要钱，门儿都没有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苏雨瑶就是疼死我也绝不会服软。我怎么相信你？见一面吧，我先给你5000万美金，事成之后再给剩余的3亿5千万。1506。你坐在门口椅子上就行了。你可真是够小心的。我不会让你们这些功夫高手近身。你是对的。我没想到你竟然真的不顾苏雨瑶的死活。如果只是4000万美金，我立刻会把钱给你。但是4亿美金那就不行了。平心而论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跟你一样。但是艾米丽、奥丽娜和厉风华不一样。4亿美金买我女朋友的命，加上他们2人的命，我会觉得非常值。钱呢？多长时间搞定？明天早上之前。你对他们也用了祭魂术？你的命价值1000万美金，不用点手段，他们不给我钱怎么办？这倒是。咦，我的命才值1000万美金，他们还真是看不起我啊。他们的确有些小气。陈先生，杀了艾米丽、奥利亚和厉风华后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会把剩余的3亿5千万美金交给我？你又怎么让我相信你会收回雨瑶所中的祭魂术？明天上午9点，距离朗城国际机场10公里处有一个树林，你带苏雨瑶过去，我收回术法，你给我钱。就这么定了。抱歉，奥丽娜女士，你太吝啬了。什么声音？大半夜的谁在叫？好像是走廊尽头那间房。各位让让，我开门看看。储藏室里有担架，我们快把他们送去医院。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什么情况？的确有点脏东西，但是已经被我搞定了。你们现在可以回去睡了。姐夫，你说的脏东西是什么？几只会飞的虫子而已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了。我不去，我觉得还是这个房间安全。姐夫，要不然咱们把房间换回来吧。行吧，你和小姨在这睡，我和雨瑶去那边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你们小心点儿。小姨，您放心，几只飞虫而已，小意思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艾米丽·奥丽娜找了一个艺术师，想要对你动手，然后逼迫我吐出所有的翡翠和4亿美金。那个艺术师很厉害吗？
那个艺术师也就是普通的水平而已。你杀了他？没有，具体细节你就不要问了，反正我都已经处理好了。老公，答应我，千万不要铤而走险。事情办妥了。好，早上9点见。老公，谁给你打的电话？艺术师。你有事瞒着我。艾米丽·奥丽娜和厉风华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老婆，这事儿你烂到肚子里就好。如果不是他，我是不是也会跟他们一个下场？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艾米丽·奥丽娜和厉风华死亡之后，虫子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回艺术师身边。你这个术法师呢，是不是也可以做到？除非罪大恶极，要不然我是不会出手的。我们明天怎么办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那3个虫子在我的体内，你去干嘛？再说了，我也没想过要给他钱。你把他们收进体内干嘛？你没事吧？如果不在一个人的体内，艺术师就会立刻觉察到术法出了问题，那他肯定不会给我打电话。老婆，你就别管了，总之我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干干净净。张总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凌晨2点多，奥丽娜女士和她的那个小白脸死在了房间里。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，怎么死的？当时很多人都去了他们的房间，看到2人捂着肚子，疼得在地上打滚。我估计很可能是2人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。这酒店的保密工作做的倒是挺不错，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听说。2位大哥，你们说的是格尔斯珠宝公司亚洲区总裁艾米丽·奥丽娜女士吗？对，就是她。唉，没想到我昨天才与奥丽娜女士进行了一场赌局，今天就天人永隔了。世事难料。朗城穿便装的男性来过吗？我昨晚怎么没听到？来过了，他们查看了一下现场和监控，根本没有第3个人进入过，所以断定2人可能是中了毒。身在异国他乡，什么事情都难办。姐夫，艾米丽奥尼亚和厉风华昨晚死了。吃早饭的时候，我们听说了。他们2个坏蛋活该。不要这么说，人死为大。你陪你姐吧，我出去一趟办点事儿。用不到10点我就回来。我等你。真是大清早吃了一堆狗粮。去你的！给我死！不好！我要立刻切断精神连接。现在想断，太晚了。5000万是我开的定金，100万美金支票应该是奥丽娜雇他对付我的酬劳。这张2000万的日期很近，看样子他还接了另一桩大单。什么任务定金就这么高？前段时间见过霍景生，看他面相近期有大劫难，难不成有人对他下手？山田组和红帮现在全球争斗不休，霍景生在红帮地位极高，值得这个价钱。这么说来，我倒是无意间帮了他一把。老婆，事情办完了，再有20分钟我就回去了。太好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来朗城这么多天，咱们还没有出去逛逛呢。苏大美女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请您出去逛上一圈啊？看在你这么诚心相邀的份上，本美女给你这个机会。我在酒店门口等你。姐，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变了？我哪里变了？是你的性格。以前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高冷知性的超级大美女，现在呢，完全就是个坠入爱河的小女孩。等你遇到你真心喜欢的男人，也会像我一样。连这种肉麻的话都能说出口，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表姐吗？去你的！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？我才不去当这个大灯泡呢。你不会还要去翡翠会场吧？不去了，我跟我妈打算逛古城和寺庙。那咱们还是一起吧。朗城这里除了古城和寺庙之外，好像也没什么可逛的了。行，我去叫我妈。小陈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和雨瑶的浪漫之旅了。怎么能叫打扰呢？
为小姨和我们的李小然大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，是不是，老婆？是。咱们第一站去哪里？不好意思，我只负责司机和助理的工作，至于去哪里，还需要你们3位做主。距离咱们最近的地方在罗曼哈古城。好，陈师傅，麻烦您带我们去罗曼哈古城。没问题，愿意为您效劳。